注意看，这个女人带着空间穿越到70年代，收拾原主黑心皮特一件。下乡前原主性格懦弱，城里对象被亲姐姐抢走，母亲怕这事传出去坏了家里的名声，把本该姐姐下乡当知青的名字改成了她的名字，怕她回来等，还把原本在家附近的小原主到乡下后，因为长得漂亮，引得知青院的男知青疯狂的追求，也引起了一些女知青的羡慕嫉妒，于是设计陷害原主，迫使原主嫁给了村里出了名的小混混。小混混的家庭也很复杂，母亲生他的时候就难产嘎了，他爹又给他娶了个后娘，后娘带着2个儿子1个女儿，也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前些日子，小混混出门后，小姑子韩美推倒了原主，把脑袋磕了个大口子。原主觉得丢人，躺在床上2天没出门，最后也不知道是饿嘎的还是气嘎的，再次醒来就是从21世纪穿越而来的苏雪秋了。二嫂，苏雪秋那个贱人今天又没出屋，你说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应该没大事，就是摔破了头，也没流多少血，肯定是躲在屋里偷懒呢。说话的是原主的妯娌张倩云，她也是到这里来下乡插队的知青，去年嫁给了原主的小叔子韩振华。此时大脑重启完成的原主坐在炕上欲哭无泪。21世纪的她从小就被父母抛弃，勤工俭学的读完大学，毕业后在职场打拼多年，终于买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还没享受几天就穿越到了70年代的同龄人身上。哎，也不知道我那刚装修好的房子会便宜了那个王九蛋。不过你放心，既然我继承了你的身体，凡是欺负过你的人，我一定帮你讨回来。说完，苏雪秋便大步向屋外走去。哟，舍得出来了，还以为你死在屋里了呢。快点把这些衣服洗了，要不然让你好看。苏雪秋没搭理他，准备先弄点吃的，等吃饱了再好好收拾这2个人渣。贱人，没听到我说话吗？赶紧过来把这盆衣服洗了。苏雪秋来到厨房，发现除了一个盐罐子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随后就去了后面的鸡圈，从鸡窝掏了2个鸡蛋，接着又去了老太婆的屋里，挖了1碗白面。贱女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去男屋里偷粮食！还有这鸡蛋也是你能吃的。韩美丽边骂边跑过来，抢夺她手里的鸡蛋和面粉。贱女人，你竟敢踢我！韩美丽满脸震惊，以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窝囊废，今天不光偷吃鸡蛋白面，还敢和她动手。很快苏雪秋就摊好了一个鸡蛋饼，一口气吃完后又喝了碗水。吃完的时候，韩美丽还在院子里骂个不停，气得苏雪秋拿起灶台旁的烧火棍便冲了出去。你个不要脸的贱胚子，当初为了嫁到我们家，竟当众脱衣服勾引韩振宇那个小混混，现在让你如愿以偿了，却连一点活都不干，还偷吃鸡蛋和白面，等我娘回来看他怎么收拾你。苏雪秋抬手就是一巴掌，狠狠地甩到他脸上。韩美丽还没反应过来，又一连打了4、5个嘴巴。接着苏雪秋拿着烧火棍就往他身上招呼，韩美丽的尖叫声响彻整个院子。张倩云被这一幕惊呆了，她觉得苏雪秋肯定是疯了，要不然怎么敢打小姑子？二嫂，快来救我！大嫂，你不要打小姑子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二嫂，快救我！这个贱人疯了！二弟妹，你让让，我今天要替公婆好好教训一下这个满口脏话的臭丫头。小小年纪不学好，竟敢辱骂嫂子，如果传出去，丢的可是咱们老韩家的人。说完，手里的烧火棍毫不客气地往他们2人身上招呼，2人被揍得哭爹喊娘，可能是2人的叫声太大，引来了不少人，门也被拍得哐哐响。美丽，倩云，出什么事了？赶紧把门打开。苏雪秋对这个声音非常熟悉，是韩美丽的大姨杨春花，当年就是她给妹妹杨兰花做的媒。大姨，快来救我们！大姨，快来救我们！苏雪秋知道现在不能硬碰硬，索性把烧火棍往旁边一丢，又把额头伤口的破布给解开，最后还在地上抓了些泥巴往脸上和身上抹了抹。没等门口的人进来，苏雪秋就披头散发地跑了出来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！韩美丽和张倩云要打嘎我。现在正是下工的时候，路上都是从地里回来的村民。振宇媳妇，你这是咋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苏雪秋看人越来越多，她扒了扒头发，把伤口露了出来。婶子大娘们，求你们救救我吧，我实在活不下去了。家里什么脏活累活都是我做，却还要被小姑子和弟媳妇打，婆婆连口饭都不给吃。小姑子说我男人不是婆婆生的，说我只配干活，不配吃饭，如果不听话，就把我和我男人赶出去。说到这里，苏雪秋装出一副随时都要昏倒的样子。你家振宇呢？他好几天没回来了，这几天婆婆也不准我吃饭，我实在是太饿了，偷偷的吃了一口窝头，就被小姑子打得在床上躺了2天。如果就这么嘎了该有多好！
就再也不用遭受他们的虐待了。为什么让我醒过来？现在小姑子和弟媳妇还说早晚要我的命，我好害怕，不知道以后怎么办。那些妇女同情地看着她，想想这才是个17、18的小姑娘，在这里无依无靠，男人又是个不靠谱的小混混，后婆婆和小姑子又那么厉害，这姑娘哪里硬气得起来？这时走过来一个中年汉子，正是韩振宇的本家堂叔韩宝强，还是大队的一个小组长。振宇媳妇，有什么事不能在家里说，这样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？你公公婆婆在地里上工，让你们在家里歇着，你怎么还这么能做？作为大嫂，要在家里带个好头，给下面的弟弟妹妹树立一个好榜样。现在是新社会了，谁会要你的命？小姑子和你开个玩笑，你还拿出来说，真是不懂事。一个小小的组长就在这里耍官威，颠倒黑白，真是好威风。韩组长，就是因为我是家里的大嫂，婆婆让我干啥我干啥，不让我吃饭我就饿着，白天去地里挣工分，晚上回到家里脏活累活我抢着干，难道这些还不够吗？那你要我怎么做？又要我怎么给他们做榜样？你口口声声说现在是新社会，那我现在是活在新社会吗？你作为一个村里的干部，在没了解真相的时候就下这样的结论，难道这就是新社会干部的作风吗？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不服。说着，他扒开自己的头发，露出头上的那个大口子。你看看我的头，就知这几天我为什么没有去上工了吗？前几天我下工回来帮家里人洗衣服，因为天太晚了，小姑子说我没把她的衣服洗干净，就去给婆婆告状，婆婆就罚我3天不准吃饭。我饿得实在不行了，所以偷偷的吃了一口窝头，就差点被他们给打嘎。难道这就是你说的新社会吗？韩宝强被他质问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不知怎么反驳。围在旁边的人听了都在那里议论纷纷，话里话外都在说杨兰花这个后门恶妇。这时候韩保国和杨兰花扛着锄头回来了，苏雪秋看到了他们回来，正准备想招对付这个恶毒婆婆的时候，就见不远处走来一个修长的身影，正是他那个便宜男人韩振宇。韩振宇这次一出去就是10多天不见。苏雪秋心思一转，计上心头。婆婆，求你不要再打我了，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。话还没说完，人就晕了过去。见状，几个村民赶忙跑过去扶起他。嫂子，你怎么了？嫂子，韩振宇的媳妇被她婆婆吓昏过去。奶奶的，这是哪个小瘪三在败坏我的名声？扭头一看，是经常和韩振宇混在一起的韩磊。你这个臭小子，再敢满嘴喷粪，等会我去找你爹。婶子，你要找我爹和我说干啥？这事你应该去问我娘，看他搭不搭。杨兰花气得差点昏过去，脱了脚上的布鞋向他扔去。婶子，你这鞋可真臭，是不是好几天都没洗脚了？韩大叔可怎么受得了你哟？韩磊，别废话了，赶紧去找个板车，送嫂子去卫生站。我马上去。韩振宇离很远就听到这边的吵闹声，他不喜欢凑热闹，正准备从旁边绕过去，就看到他的好兄弟韩磊跑了过来。振宇哥，你总算回来了。雷子，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你再不回来，恐怕你媳妇就被老韩家打死了。雷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嫂子听到你后娘的声音就晕了过去，我怀疑是被她吓的。我媳妇和大叔媳妇在那里守着呢，让我去拉板车送嫂子去卫生站。好，你马上去找板车，我去看看那女。你嫂子。苏雪秋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心里异常紧张，还隐隐带着些排斥。她知道这是这具身体本能的反应。苏雪秋断定原主应该很不喜欢这个叫韩振宇的男子。韩振宇走到跟前，看到苏雪秋头上的那个大口子，脸色沉了下来。他虽然对这个媳妇无感，也知道她心里有别人，但既然娶了她，就会担负起一个男人的责任。自从2人结了婚，韩振宇每个月都给他3块钱零用。按说有这些钱，苏雪秋完全不用看韩家人的脸色。他本想找个机会把这个女人弄回城，然后再和她把婚离了。可弄她回城的事还没有眉目，现在又出了这档子事。振宇哥，我看嫂子头上这个口子挺大的，咱们村卫生站也没什么药，要不带嫂子去公社看看吧？哎，等雷子把车拉过来，我就带他去，麻烦弟妹了。没事，咱们也没帮到什么忙。这时韩磊推了一个板车，匆匆地赶过来，他身后还跟着满头大汗的孙大树，应该是刚下工回来。韩振宇赶忙把苏雪秋抱到板车上。我一个人去就行，你们干了1天的活，赶快回去歇着吧。振宇哥，我和你一起去吧，到那里好歹也有个照应。
我也跟着去。我也去，我也去。还有几个平时和韩振宇关系不错的青年，也都问要不要帮忙，但家里人怕他们跟着韩振宇学坏，都被家里人给拦了下来。不用了，我和雷子还有大树去就行。去公社的路上，苏雪秋躺在板车上，被颠得差点把下午吃的东西给吐出来。按照原主的记忆，这男人好像比原主大3岁，今年才21吧，看起来也很沉稳呀。原主也真是一朵奇葩，放着这么极品的男人不要，天天想着城里那个渣男。醒了。苏雪秋反应过来，赶忙又闭上眼，假装不舒服的样子。你再忍忍，马上就到公社了。到公社后，医生给苏雪秋检查了下伤口。你这伤的有几天了吧？怎么现在才来？是被我小姑子打的，当时躺在床上起不来，昏睡了2天，今天才刚刚醒。大夫听了非常吃惊。你们心真够大的，受了这么重的伤都不早点来看，难道就不怕出人命？大夫，需不需要住院？虽说不用住院，但也要养一段时间了。那么大一个口子，又是在头上，如果有条件，给他吃点好的补补，那样能好得快一点。好的，谢谢你大夫。接着医生把伤口处理好，又给开了点消炎药。谢谢大夫。来到药房，韩振宇让苏雪秋坐到一旁等他。按照记忆，现在是1970年，距改革开放还有9年，这年代到哪里都要有介绍信，所以即便有重生者的记忆，也无法展开手脚。原主城里的亲人也靠不住，找他们也没用，哎，只能靠自己了。韩振宇抓好药，看他站在那里发呆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韩美丽个子比他还小，怎么能让他给打成这个熊样呢？两人一前一后的走出卫生站。振宇哥，嫂子没事吧？大夫说伤口很深，而且又在脑袋上，以后恐怕会留下后遗症，所以我打算明天去报公安，让韩美丽和张倩云给一个交代。他们俩已经涉嫌故意杀人了。振宇哥，嫂子的伤那么严重吗？大夫说会留下什么后遗症？会经常头痛，以后也不能干重活了。苏雪秋听他添油加醋的胡扯，悄悄低下了头。振宇哥，嫂子伤得这么重，肯定不能轻易的放过韩美丽和张倩云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咱们大队今年正和另外几个大队争先机，如果因为你们家的事丢了这次机会，大队长肯定对你有意见。是啊，振宇哥，大队长为了拿到这个先机，最近是什么招都用上了。昨天还去县里找熟人拉关系呢。你如果这时候坏了他的好事，以他的小心眼，肯定会经常给你穿小鞋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明天再去报公安，等回去你们就把我这个想法透露给他。两人瞬间明白了韩振宇的真正用意。从卫生院回去的时候，天色已经很晚了。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。说完，韩振宇就走进了前面的一家招待所。等出来的时候，手上多了一个篮子。走吧，回家。苏雪秋仿佛闻到了篮子中烧鸡的味道，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突然间想到了穿越前置办的一大堆年货和零食，正心心念念他那朋友送的火腿肠，忽然手里多了一个东西，吓得他差点叫出声来。难道这就是我的金手指？他怕被人发现，连忙缩到被子里。现在的他既紧张又兴奋。哎，可惜现在不能拿出来吃啊，藏哪里好呢？心里刚刚升起这个想法，手上的火腿肠就消失了。他现在十分确定自己有了一个金手指，虽然还不知道这个金手指到底有多大用处，但里面肯定有吃的。等到了村里，苏雪秋就从车上下来，韩振宇从篮子里拿出2个油纸包给韩磊和孙大树，里面是半只烧鸡，你们带回去吃。振宇哥，我们不要，嫂子受那么重的伤，你拿回去给她补身子吧。给你们就拿着，这里面还有呢。振宇哥，那我们先回去了，等会儿去还板车的时候，我们俩就把你要报公安的消息传给大队长。两人回到家的时候，大门紧闭，韩振宇推了一下门没推开。进来吧。两人来到厨房，韩振宇往锅里添水，苏雪秋准备帮着烧火。我来做就行，你去屋里歇着吧。不用他帮忙，苏雪秋就坐在炕上发呆。没一会儿，韩振宇就端着1碗鸡蛋羹、半只烧鸡和2个白面馒头走了进来。吃吧。你不吃吗？我已经吃过了。哦。苏雪秋把鸡蛋羹吃完，又吃了1个馒头和几口烧鸡，就把剩下的留给韩振宇。
苏雪秋把用过的碗筷拿到厨房里去洗，看到韩振宇拿个木桶从后院过来，应该是去洗澡了。看锅里还有大半锅热水，也准备洗下澡。等他把碗洗好，韩振宇已经把锅里的热水舀到了盆里，还帮他提到后院。苏雪秋回房间拿衣服，但当看到原主的内衣时，有些纠结。哎，虽说现在占据了这具身体，可穿别人的内衣裤，这心里总觉得有些别扭。想了想，还是拿着了，准备到后院看看金手指里面有没有这些东西。馒头我没吃完，在炕柜上放着呢，你去吃了吧。现在天热，放到明天肯定会坏的。韩振宇听了有些诧异，觉得他今天的话有些多。来到后院，看着四面透风的草坪，苏雪秋愣在了原地，最后硬着头皮走了进来。内衣、内裤。难道我的房子也跟着过来了？进去。看着熟悉的房子，苏雪秋喜极而泣，她赶忙跑到厨房看了看，因为马上要过年了，所以厨房都被堆得满满。虽然这些东西吃不了多久，但至少能让我在这里过渡一下。苏雪秋怕在这里待久了被人发现，拿了一套运动内衣就出了空间。洗完澡回到屋里，见韩振宇穿戴整齐地躺在炕上，看样子应该是睡着了。苏雪秋很不自在地躺在了炕的另一头。上辈子光想着攒钱买房子，活到28岁都没谈过恋爱，更别说和一个男人同榻而卧。胡思乱想之际，就听隔壁屋里咚的一声。这大晚上的不在炕上睡觉，乱跑什么呀？真是影响人休息。难道韩振华是在听他们的墙角？真是恶心。其实韩振宇也没睡着，看苏雪秋在那里翻来覆去的，就准备和他谈谈。你要干嘛？放心，我不会动你的，只是有几句话要和你交代。哦，你说，我听着呢。明天一早，大队长应该会来问今天发生的事，你把事情描述一遍就闭嘴，剩下的我来处理。如果明天你不配合，以后再被人欺负我就不管了。哦，知道了。苏雪秋明白，韩振宇是怕他和原主一样软弱拎不清。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任他们欺负，以后谁敢惹我，我就弄打他。说完还跳下炕，走到院子里大吼：我今天正式警告你们，都给我小心点，以后谁再敢欺负我，我就打他全家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这女人是受了多大刺激？次日，苏雪秋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了。韩振宇没在房里，外面传来他和一个男人的说话声。大队长，我媳妇这次伤到了头，大夫说很严重，还会留下后遗症。昨天晚上回来，她就像疯了一样，说要把家里人全打了。我真怕事情闹大，所以才准备去报叔叔。所谓冤有头债有主，既然是韩美丽和张倩云打的她，那就把他们俩抓起来，省得再牵扯到其他人。疯了？这么严重吗？我什么时候说他疯了？你耳朵是不是不好使？虽然没疯，但这次也受了大刺激。大夫说以后都不能干重活了，最好也不要刺激他，怕他会做出什么极端的行为。大队长韩红兵满脸不悦地看着杨兰花一家。现在都是新社会了，你们怎么还能让闺女欺负嫂子？美丽今年也不小了吧？如果这事传出去，谁还敢和你们家结亲？大队长，我根本就没有打她，是她自己不小心摔的。那个贱女人昨天还打了我和二嫂，现在都还疼着呢。韩美丽，你说谁是贱女人？这时候苏雪秋走了出来，手里还拿了一把剪刀，吓得杨兰花一家连连后退。韩振宇赶忙走过去拉住他：冷静点，大队长在这里呢，他会帮你主持公道的。苏雪秋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看大队长，才慢慢地转身回了房间。大队长，你看我媳妇都被作践成什么样了，我一定要去报叔叔，让他们踩缝纫机踩到冒烟。大队长看了苏雪秋的状态，也不知道怎么劝了，但为了队里的先进称号，他只有硬着头皮说：振宇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就算你去报叔叔，又能起到什么作用？美丽毕竟是你亲妹妹。大队长，谁家的妹妹会打嫂子？他们根本都没把我和我媳妇当成家里人，所以这一次我绝不会饶了韩美丽和张倩云，必须要送他俩进去踩几年缝纫机。老大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我虽然是个后娘，但也从没亏待过你一分。前些年饿死那么多人，也没少你一口吃的，现在又给你娶了媳妇，可你现在却这么没良心，
还想送你妹妹去踩缝纫机，真是个白眼狼啊！你说这话也不怕闪了舌头？小时候你怎么虐待我的，我可记得一清二楚。至于灾荒那几年，我之所以没有饿死，是我姥姥姥爷还有舅舅管的我，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至于我怎么娶的媳妇，那要去问问你那个好儿媳张倩云，这不都是她和那几个女知青干的好事？大队长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而是他们欺人太甚。今天我一定要去报叔叔。振宇，你不要冲动，你有什么要求都提出来，我给你做主。韩振宇犹豫了一会儿，才不情不愿地说：大队长，我知道队里在评先进，作为三花大队的一员，我也不想扯大家的后腿。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可以给他们一次机会，不然我绝对会让欺负我媳妇的人付出代价的。大队长听他说不报叔叔，也是松了一口气。振宇，说说你的条件吧。大队长，那我就长话短说了。昨天我媳妇去卫生站花了16块8毛钱，这个钱必须让韩美丽和张倩云出，还有以后的治疗费和营养费，他们俩也要负责，一共就算100块钱吧。大夫说我媳妇以后会经常头痛，重活可能也没法干了，所以老韩家也不能勉强她下地挣工分。就包扎一下伤口，怎么可能花那么多钱？还要100块钱的营养费，你怎么说得出口？你这个恶毒的老婆子，从我来到这个家里，你就带着全家欺负我，我一天到晚的干活，你却连饭都不让我吃，我今天要和你同归于尽。说完，苏雪秋就拿着剪刀向杨兰花冲了过去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呀！在场的人都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。苏雪秋悄悄给他使了个眼色。振宇呀，要不先把你媳妇绑起来吧，万一伤了人就麻烦了。大队长，我媳妇应该是看到欺负她的人受刺激了，不用绑，我这就带她回屋。等会儿你不要再出去了，万一演得太过，后面的事就不好办了。我知道了。大队长，我媳妇的情况你们都看到了，如果觉得我刚才的要求过分，那就不用谈了，直接报叔叔。我看苏知青伤得挺重，振宇提的要求也不过分，你和婶子就答应了吧，要不然这事传出去，美丽以后还怎么说婆家？哪家敢娶一个把嫂子逼疯的媳妇？大队长，我们家的条件你也知道，家里就这几个人挣工分，剩下都是吃闲饭的，家里实在是拿不出那么多钱。再说了，不就是包扎一下伤口，大不了花个3毛5毛的，怎么会要那么多钱？大队长，你也看到了，他们根本没打算协商解决，你也别劝了，我这就去报叔叔走流程，到时候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吧。爹娘，我不想坐牢，你们就答应他吧。老大，你真这么不近人情？对，我就是不近人情，如果不是看在大队长的面子上，我不会在这里和你们商量，更不会让韩美丽完好无缺的站在这里。大队长瞪了一眼杨兰花，对韩保国说：叔，如果婶子再这样胡搅蛮缠，那我也不管了，就让振宇去报叔叔吧。但我要提醒你们，以这件事的恶劣程度，如果韩美丽被抓走了，那能不能放回来都不一定。她打伤的不光是你家儿媳妇，还是城里来下乡的知识青年，这和村里的妇女打架性质可不一样。大队长，不是我们不给，家里实在没那么多钱。大队长也知道100块钱是个大数目，一般家庭还真的拿不出来那么多。他把韩振宇拉到旁边，意思让他少要一点。大队长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这是我媳妇一辈子的事，100块钱听起来挺多，但可能都不够她看病的。我知道你的难处，可你们家里的情况你也清楚，他们实在是拿不出来。要不这样，让他们给你媳妇50块钱当营养费，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。韩振宇早就想到他们会讨价还价，所以才会要这么多，现在就当给大队长的面子。行，那我听大队长的。如果再让我听到你嘴巴不干不净的编排我，挑拨离间，我就嘎了你。大队长，50块钱我们家也没有，只有5块钱，他不要就算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不管了，就让公安来抓你闺女吧。听大队长的，快去拿钱。杨兰花不情不愿地掏出了50块钱，肉疼地说：我们家里就这几十块钱，现在都给了他，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拿来吧你。拿着吧，赶紧带你媳妇去看看，别耽误了病情。好。
好，那就多谢大队长帮我媳妇主持公道了。等我媳妇好点了，我让她写一封感谢信送到县政府，表达我们对您的感激和敬意。韩红兵听了，心里一喜，觉得韩振宇这小子真上道。这件事到此为止，如果谁再敢闹幺蛾子，我就扣他的工分。还有你振宇，这几天你也不要到处跑了，跟着韩磊他们去山上砍些树。昨天我去乡里开会，上面说过段时间又有知青到咱们这边来下乡，让村里提前把住的地方给他们盖好。这件事你和韩磊去办的。韩振宇有些为难，过几天他还准备出去一趟呢，但他也没有驳大队长的面子，笑着点了点头，先应了下来。等大队长走后，韩振宇被杨兰花一家愤怒的眼神送回屋里。啥也不是。这几块钱你先拿着，如果饿了就去供销社买点吃的。刚才他和韩家谈判要钱的事，苏雪秋都听到了，看他就给自己3块钱，什么也没问就接了过来。他知道不是这男人小气，而是因为原主实在是太懦了。以前韩振宇给他的零花钱，基本上都被张倩云和韩美丽给抢走了。虽然这次的事情解决了，但那个老卑鄙今天出了那么多钱，恐怕过段时间还会找茬。你自己要硬气点，要不然在这个家里肯定没有好日子过。我昨天晚上说的那些不是玩笑话，我已经答过一回了，现在什么都想明白了，以后谁要是再敢欺负我，我真的会和他们拼命的。韩振宇看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，默默地点了点头就出去了。等韩振宇走后，苏雪秋闪身进入了空间，空间里的一切都是穿越前的样子。茶几上放着一束百合花，是他穿越前一天买的。他又来到厨房，拿起一个大肉肠，几口就吃完了，然后又拿了几颗草莓，准备打开水龙头冲洗一下。可他发现空间里没有水，也没有电，手机也打不开。忽然他发现墙上的时钟定格在2点42分，那应该是他穿越过来的时间。苏雪秋也算搞明白了，空间里的时间应该是静止的。哎，如果知道会穿越到物资匮乏的70年代，那我肯定多储备点吃的。想到吃的，苏雪秋不经意地往储物架上一扫，顿时瞪大了双眼。我刚才不是吃了1根吗？怎么那里还有4根？这时脑袋里突然多了一串信息，大概就是空间里所有的食物和日用品，他可以随便吃用，也可以拿出去送人，30天之内会补充2次，但里面的东西不能出售。那我岂不是有了用不完的物资？苏雪秋把物资清点了一遍，就出了空间，躺到炕上，很快便睡了过去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苏雪秋被韩美丽和张倩云的指桑骂槐的声音给吵醒了。二嫂，人家现在有人撑腰了，哪里会把我们看在眼里？你没看他连爹娘屋里的粮食都敢偷来吃，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，也不知道他那城里的爹妈是怎么教的。哼！两人被突然出现的苏雪秋给吓了一跳，心虚的低下了头。怎么哑巴了？刚才不是骂的挺带劲，继续说啊，最好让大家伙都听听我后婆婆是怎么教她闺女骂嫂子的。说完，苏雪秋拿起菜刀，趁张倩云不注意，一把拉住她的辫子。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在背后搞鬼，如果再让我听到你嘴巴不干不净的编排我，挑拨离间，我就嘎了你。苏雪秋看把两人镇住了，把菜刀往旁边一丢，想着看看锅里煮的什么。张倩云眼疾手快，趁苏雪秋不备，拿起那把菜刀，拉着韩美丽就往外跑。昨天拿烧火棍打人，今天就换拿菜刀了。二嫂，他莫不是真疯了？他肯定没疯，应该是看韩振宇回来了，有人给他撑腰了，所以才敢这么嚣张的。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就撕烂你们的嘴！你不要太过分，把我们逼急了，我们就和你拼了。那什么样才叫不过分？是不是要像以前那样，让你们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然后把你们一家伺候的舒舒服服，还要拿钱孝敬你们，才叫不过分？来来来，你们不是要拼命吗？你往这里砍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，咱们仨今天就一起嘎，正好黄泉路上也有个伴。两人被苏雪秋逼得连连后退，张倩云手里的菜刀正晃手中力，一个拿不稳便掉在了地上，吓得他俩赶忙逃走了。苏雪秋回到厨房，在篮子里拿了2根黄瓜，就回了屋里。苏雪秋把黄瓜放桌上，想着韩振宇回来的时候正好给他解渴。
既然决定未来几年要留在村里，那以后免不了还要麻烦他，还是先跟他搞好关系再说吧。希望改革开放前，我和他能一直和平相处下去。张倩云和韩美丽看苏雪秋回了屋，两人这才悄悄地进了院子。张倩云怕饭送晚了被婆婆骂，就让韩美丽赶紧烧火，她准备再拌一个黄瓜。可看篮子里的5根黄瓜只有3根了，小声地骂了一句馋鬼。小妹，你刚才摘的黄瓜被苏雪秋拿走了2根，这3根肯定不够吃，要不你再去摘2根嘛。二嫂，没有大的了，就这几根全被我摘了。他这是看韩振宇回来了，有人帮他撑腰，所以才装疯卖傻，不把家里人放在眼里。韩振宇在家里待不了几天的，肯定还要出去鬼混，到时候看他还怎么狂。两人做完饭就拎着所有吃食去了地里。苏雪秋听到动静，以为是杨兰花他们下工回来吃饭了，来到厨房发现里边空空如也，来到门外正好看到韩美丽和张倩云一人提着个篮子往地里去了。苏雪秋气得牙根发痒，不给我留饭也就算了，连韩振宇的都没有。他可是去上工了，还是去山上伐木干那么重的活，却连一口吃的都不给他留，这家人的心可真歹毒啊！苏雪秋走进老 baby 的屋里，发现柜子也被锁了起来，上去就是2板砖。苏雪秋没拿粗粮，直接把那半口袋白面和那几个鸡蛋拿了出来，转身就去了厨房。想着韩振宇快回来了，先烧了一锅水，冲了2大碗麦乳精，摊了一摞鸡蛋饼，又拌了个黄瓜。忙完这些，苏雪秋出了一身的汗，正准备去后院洗把脸，就看到韩振宇下工回来了。他们还没回来吗？他们中午不回来吃，韩美丽和张倩云把饭菜送过去了。韩振宇看到桌上的鸡蛋饼和麦乳精，顿时愣在了那里。张倩云和韩美丽把做的饭菜全部带走了，连个饼子都没给我们留，还把堂屋的门锁上，我只有砸开锁拿粮食自己做了。没想到这女人胆子越来越大，不过这样也好，以后别人欺负她的时候，恐怕也要掂量掂量了。快吃吧，下午还要上山吗？是啊，大队长说这次要来好几个知青，至少要盖2个大通铺，需要不少木材呢。我刚才烧了一锅开水，等会你走的时候带点。好。几句客气的交谈后，堂屋里只剩下吃饭的声音。苏雪秋上午在空间里吃了2根大火腿肠，又吃了黄瓜和西红柿，现在还不怎么饿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我早晨吃的多，现在还不怎么饿，你先吃吧。再吃点吧，这么多我一个人也吃不完。没事儿，你吃不完就剩下。说完，苏雪秋就去厨房了。这女人自从伤了头后，真的变了很多。水给你装好了。如果那老 baby 找你麻烦，你就说锁是我砸的，东西是我吃的，让他找我就是。好，知道了。韩振宇走后，苏雪秋拿着盆又去了杨兰花的屋子，挖了一大瓢面粉，准备烙点葱油饼晚上吃。看到旁边篮子里还有鸡蛋，他又拿了几个。空间里虽然有很多吃的，但那些东西不能光明正大的拿出来，只能偷偷的吃。看来要想个法子搬出韩家了，最好搬到一个偏僻点的地方。韩家人傍晚下工的时候，苏雪秋正坐在院子里乘凉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小黄瓜，悠闲的啃着。没教养的小宝贝儿，黄瓜那么小你就给摘了，你怎么那么馋？是8辈子没吃过东西吗？苏雪秋悠悠地站起身，看看你那个泼妇骂街的样，像什么样子？听说我婆婆当年可贤惠了，还特别能干，可惜她老人家走得早，才能让你住着她的屋，睡着她的床，还这么疼爱她儿子和儿媳妇，你就不怕她晚上去找你？杨兰花被苏雪秋气得站在那里直哆嗦。你这个恶毒的后娘，我男人干那么重的活，你把粮食给锁起来，不给吃不给喝，我吃根黄瓜都被你指着鼻子骂。还有你那个没教养的闺女，对嫂子非打即骂，难道这就是你们杨家的教养？杨兰花没想到她嘴巴如此厉害，像机关枪一样突突突，让她都插不上话。都说后娘难当，我以前还不信，总觉得真心能换来真心，可今天总算明白了，那石头是捂不热的，白眼狼是养不熟的。老头子，你说句公道话，几个孩子中我是不是最向着老大？不就是怕别人说我这个后娘偏心？他整天在外面鬼混，1年挣不了几个工分，
哪次回来饿着他了？可你看他媳妇现在是怎么糟践我的，我真是没法活了呀！韩保国看媳妇哭得那么伤心，正准备附和着婆娘骂几句，苏雪秋却没给他开口的机会。你可真会颠倒黑白。如果你真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待我男人，他怎么会小小年纪就出去讨饭？还不是因为有了后娘就有后爹。既然这个家容不下他，他不出去讨口吃的又能怎么办？院子里的吵闹声引来了不少人围观。下工回来的韩振宇刚好听到苏雪秋的话，心里不由得淌过一丝暖意。张倩云看婆婆不是苏雪秋的对手，正准备想个法子岔开这个话题，忽然看到堂屋的门大开着，刚想提醒婆婆，但又想到苏雪秋上午的警告，转而轻声地对韩美丽说道：小妹，我们去地里的时候，你不是把堂屋的门锁上了吗？现在怎么是开着的？娘，咱家的锁被撬开了。我的白面，我的鸡蛋，还有卖乳精，嘎千刀的白眼狼，你怎么就那么馋？连老人的口粮都要偷，这些可是我留着给老头子补身体的，真是畜生不如啊！看看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？让大家伙都瞧瞧你这个后娘到底恶不恶毒！你闺女和你儿媳妇把做好的饭菜全部拿走了，还把粮食都锁到你屋里，这是明摆着要恶打我们啊！哎，现在真是有嘴也说不清了，明明是一家人，却防我们像防贼一样。就因为去堂屋里拿了些粮食，现在就被你后娘骂畜生不如，我真不敢想你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。说不清就不说，我从小就被这样冤枉，现在都已经习惯了。你搭理他们干啥？给他们脸了。韩振华气得青筋暴露，正准备上前理论，却被张倩云给死死地拉住。你个死老头子，你听听老大说的那是什么话？当年我一个黄花大闺女嫁给你，跟着你吃苦受罪不说，没成想到老了还要被家里的小辈欺负，你这个当爹的却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我这是做了什么孽，才嫁给你这个窝囊废？老大，带着你媳妇过来，给你娘道个歉。我娘早死了。以前看振宇那小媳妇胆小得很，走在路上都不敢抬头，今天那嘴却像机关枪一样，把她那个厉害婆婆都对得说不出话。春明叔，人被欺负的没活路了，肯定会反抗的。昨天我和大树拉振宇媳妇去医院，大夫说头上的伤口很深，肯定会有后遗症，还说下手的人心狠手辣，如果伤口再深一点，恐怕命都没了。那么严重吗？是医院里的大夫说。屋里，两人坐在炕上，气氛显得有些尴尬。苏雪秋偷偷用余光瞄了韩振宇一眼，隐隐看到他英挺的鼻梁，而此时的韩振宇也在悄悄地打量他。以前他对这女人一点兴趣没有，可刚才听他一口一个我男人，好像也不觉得讨厌。韩振宇不由自主地望过去，在灯光的照射下，他的眉目也显得十分的柔和。苏雪秋发现了他的注视，吓得韩振宇赶忙移开了视线，然后假装镇定地拿着换洗衣服，匆匆地出了屋。吓死宝宝了，也不知道那女人有没有发现，会不会多想。看来这个家是不能多待了。韩振宇准备过2天就去找大队长请假，他这次要跟车去南边，来回至少要20多天。等这趟回来，就想法子把那女人给弄回城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苏雪秋已经不打算回去了。现在的他只想好好复习功课，等恢复高考的时候就去考大学。想起刚才两人对视的那一眼，他觉得挺搞笑的。难道是今晚的夜色太美，让我们俩相互吸引了一下？韩振宇回来的时候，韩家人正在堂屋里吃饭。你怎么没过去吃饭？吃啥呀？没看人家都快吃完了，你后娘就没做我们的饭。等会儿多喝碗凉水，勒紧裤腰带，早点睡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说完就拉着韩振宇回到了屋里，看着桌上摆的吃食，韩振宇有些惊讶。发什么愣啊？赶紧吃吧，这是我下午偷偷做的。韩振宇看了看那张金黄酥脆的葱油饼，又忍不住看向对面那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，刚才被压下去的那点小心思又动摇了起来。快拿着吃啊，干一天活了，你不饿吗？哦，好的，这些饼和鸡蛋留着你慢慢吃，大夫说让你吃点好的，补补身子，我吃粗粮就行了。我吃了呀，下午我边做边吃，
这会还不饿呢。你赶紧吃吧，等会儿被他们发现又是一顿吵。等他吃过饭，苏雪秋就和他商量搬出去的事。这家人本来就不待见咱们，现在又闹成这样，如果还住在一起，以后的矛盾肯定也少不了。我想着，要不分家吧，咱们搬出去，以后各过各的日子，省得再和他们扯来扯去。韩振宇惊讶地看向他，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提分家。之前你不是一直都想回城吗？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打听，现在有了点眉目，大概有50%的把握能把你弄回去。多谢你的好意，但我不会回去了。我本来下乡的地方是海市郊县的农村，但我妈怕我坏了二姐的好事，所以就把我弄来了东北。以前我傻，经常往家里写信打电话，求我爸妈想办法弄我回去，可他们2句话就把我给打发了。现在我也看明白了，既然他们都能狠心的把我弄到这里不管不问，那以后他们也不是我的家人了。我还以为你是被知青办分到这边的呢，没想到是这种情况。那你确定是要留在乡下跟我过日子吗？咱们俩虽然结婚半年了，但也没怎么相处过。如果你也愿意，咱们就先试着处处。如果觉得对方合适，那以后就在一起过；如果觉得不合适，就离婚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。我这个人喜欢安静，不怎么喜欢和人打交道。咱们能不能找个偏僻点的地方盖房子？行是行，但我不经常在家，如果住得太偏僻，你一个人怕不太安全。没事，我胆子挺大的，到时候把院墙垒高一点，再养条狗。苏雪秋巴不得越偏僻越好，最好住到山上，如果有危险，他可以躲到空间房子里去。赶紧休息吧，明天一早我就去找大队长批地基。我还没洗漱呢，你先睡吧。那我去帮你烧水。不用不用，你干一天活了，先睡吧，等会儿我自己烧就好。苏雪秋刚走出门，就看到张倩云正从厨房出来，一路小跑着进了堂屋。不一会儿，里面就传出一阵笑声。苏雪秋走到厨房，看到水缸里面空空如也，苏雪秋都气笑了，知道这是韩家人故意的。苏雪秋悄悄地来到后院，看到还在滴水的衣服，挑了几件没有补丁的丢到茅坑里，又把剩下的那些全部丢到地上，在上面使劲踩了几脚。不是要找事吗？我奉陪。姑奶奶也让你们知道知道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此时韩振宇已经躺下了，但没睡着，正在想村里哪个地方安静又安全，还适合盖房子。就看到苏雪秋气呼呼的从外边回到屋里，直接就上了炕。不是出去洗澡了吗？咋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是不是他们又出幺蛾子了？没什么，就是缸里没水了。我去挑。不用了，我今天没干活，也没怎么出汗，明天再洗好了。快睡吧。没事，我现在也睡不着，正好出去走走。别挑那么多，省得便宜了他们。苏雪秋洗完澡，堂屋里就剩下杨兰花和韩美丽还没睡。想起茅坑里的衣服，苏雪秋嘿嘿一笑。坏了，韩振宇的衣服好像也晒在后院，那我刚才丢的衣服里是不是也有他的？抱歉，我忘了你的衣服也晒后院了，不好意思哈，明天我帮你洗。韩振宇听他说把衣服丢到茅坑里，无语的看了他一眼，但又觉得有些好笑。虽然这女人的做法有些幼稚，但还挺解气的。没事，明天早晨我自己洗。正当他们快睡着的时候，院里传来杨兰花的咒骂声。开门，开门！有人声没人叫的小畜生，竟敢把衣服丢到茅坑里，看我今天不撕了你！谁是畜生？有种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你这个白眼狼，快放开窝囊！明明是苏雪秋那个贱人找事，你干嘛打窝囊啊？苏雪秋从房里出来，一巴掌扇在他脸上。韩振华和韩保国听到动静也都出来了。老大，你要干什么？快放了你娘！韩振华看到娘和妹妹被打，冲上来就要动手。救命啊！杀人了！贱货，明明打人的是你，倒反过来诬陷我，真是欠收拾！你是不是想死啊？那声音仿佛来自地狱，让人听了忍不住打颤。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以后谁再敢欺负他，我就加倍奉还。你们应该都清楚，我这人向来说到做到。杨兰花刚才被掐着脖子的时候，是真的被吓到了。韩美丽觉得现在爹和二哥都在这里，指着苏雪秋和他爹告状。
爹，你不知道这女人有多坏，她把我和二嫂刚洗的衣服都丢到了茅坑里，连你和娘的也丢了。死丫头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丢的？以前你和张倩云做了坏事都推到我头上，今天又拿衣服的事来诬陷我，你小小年纪怎么就那么歹毒？苏雪秋看张倩云还没出来，继续说道：我去洗澡的时候就听到张倩云在那里骂你，说你又馋又懒，那么多衣服让她一个人洗，还说你娘死老太婆偏心眼，光向着闺女，你不去怀疑她，竟敢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，是不是看我好欺负啊？我告诉你，以后再敢诬陷我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一直没出来的张倩云听到苏雪秋竟然无中生有，顿时急了。你撒谎，我从来没说过那些话，衣服也不是我丢的，你冤枉我，还在这里挑拨离间，你以为婆婆和小妹会信你吗？你说不是就不是吧，关我什么事？你婆婆不相信就算了呗，反正你骂他们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他们不在意就好。说完就拉着韩振宇回屋了。张倩云气的牙都差点咬碎了。娘，我真的没有说过那些话，苏雪秋是在挑拨我们婆媳感情，您千万不要上她的当。杨兰花知道媳妇干不出把衣服扔到茅坑里的蠢事，但有没有背地里说她坏话就难说了。二嫂，刚才你怎么不出来帮忙啊？我和娘都被打了。他们竟敢动手，我没听到啊，我睡着了，刚刚才醒。振华，你出来怎么不叫我？你看小妹都误会我了。没来得及喊你，我听到动静就出来了。好了，都去睡吧，有什么话明天再说。这该死的苏雪秋竟敢给我扣屎盆子，等韩振宇走后看我不收拾你。我就不信了，以后他们之间还能一点隔阂都没有。等我走了，尽量别主动惹事了，你一个人对付不了他们。我有分寸，你明天找大队长批地基的事先不要往外传。怎么说？分家的事不能出自咱们的口，最好是被他们赶出去，那以后会少很多麻烦。这么多心眼，以前怎么还被人欺负成那个熊样？以前不是傻吗？被人揍了一顿狠的，突然就想通了很多事。睡吧，以后有我呢。好，那我们彼此依靠，我也会对你很好的。不知道是不是下午睡得太久了，苏雪秋失眠了，翻来覆去了很久才睡着。还没睡一会儿，韩振宇就起来了。你起那么早干嘛？这天都还没亮呢。我去一趟城里，现在地基不好批。苏雪秋瞬间就明白了，这是要去买送礼的东西。那你路上小心点。好，你接着睡吧。韩振宇从城里回来的时候，天还没亮，带着东西直接去了大队长家。嫂子，振宇来了，快屋里坐。嫂子，这是给我侄子买的大肘子，还有2个肉罐头。我昨天看那小子又瘦了，你做了给他补补。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可不能亏了我侄子的嘴。哎呦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，还是拿回去给你媳妇吃吧。嫂子，家里还有呢，你就别客气了。那就谢谢振宇了，你们哥俩先说会儿话，我去做饭。振宇，以后过来别买东西了，你现在娶了媳妇，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，咱们也不是外人，何必那么客气？大队长，这点东西又不值什么，就是给我侄子买个零嘴儿。今天这么早过来是有啥事？确实有点事要麻烦大队长。大队长，我们家的事你也知道，昨天晚上又闹了一场，我和我媳妇在那个家实在是待不下去了。我媳妇现在情绪非常不稳定，我真怕哪天她做出什么极端的事，所以你看能不能在村里给批个地基，我带她出来住，让她少受点刺激。现在能用的地基只有3处，孙大汉北边有1处，你们老宅西边有一小块地，知青院旁边还有1处，但韩瞎子看上了，前几天来找过我，但我还没答应他，如果你要就划给你。韩振宇想了想，首先排除老宅附近的那一处宅基地。知青院旁边那一处土地很肥沃，前面修房子，后面做自留地，是真的非常不错。但他说喜欢安静，现在知青院只有几个人，就那么复杂，以后知青多了只会更乱，离那么近肯定也清静不了。剩下孙大汉北边的那一块，孙大汉人品不错，他媳妇也不是多事的人，以后我出远门的时候还能拜托孙大汉媳妇照应一下。大队长，既然韩瞎子看上知青院那处宅基地，我就不和他争了，也省得你为难，我选孙大汉北边那一块吧。你考虑清楚了，那块地真的挺偏，又靠近大山，万一出点什么事，村里人恐怕都听不到。考虑清楚了，
大队长，我就要那一块。那行，下午我就让人去给你丈量。你准备什么时候盖？大队长，我过2天还要出去一趟，我媳妇又不懂这些，房子等我回来再盖。出去几天？这次时间有些久，恐怕要10-20天。陈红兵没有多问，起身去里屋给他写了介绍信。拿到介绍信，韩振宇就准备走了。分家的事我还没和家里商量，还望大队长先帮我保密，省得他们看我不在家，找我媳妇的麻烦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那等你回来再去良宅基地。多谢大队长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振宇今天拿过来的那个肘子可肥了，得有2-3斤，还有那2个肉罐头，都是难得的好东西。先用盐把肘子给腌上，过几天再吃。孩儿他爹，我看振宇这小子挺有能耐的，弄来的东西也都是稀罕物。你知不知道他在外面干啥？不会是混黑市的吧？我以前问过他，好像说在跟人学开车。哎呦，开车那可真是个好活儿，如果学会了，以后还有机会拿铁饭碗呢。这么好的活儿是谁帮振宇找的？你问这些干啥？赶紧做你的饭吧。韩振宇从大队长家里出来后，直接去了孙大憨家。振宇叔，你咋来了？铁柱，你爸在家吗？在，爸，振宇叔来了。哟，真是稀客，你这个大忙人咋又空过来了？孙大哥，你可真会去叫人，咱们村谁不知道我是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，到你这里倒成大忙人了。你的那些头发长见识短的玩意干啥？他们一天到晚除了嚼舌根就没别的事了。接着韩振宇就把要在附近盖房子的事儿告诉了他。孙大哥，我需要不少砖坯，你看能不能帮我在附近村里买一些？如果你有时间帮我做也行，价格按市场价算。来啥呀？我帮你做就行，不就是一点砖坯吗？说啥钱不钱的。这点活又不值啥，以后都是邻居了，这乡里乡亲的，帮点小忙怎么能要钱呢？孙大哥，嫂子，你们的情谊我领了，但钱是必须要给的，如果你们不收，那我只有去别的地方买了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厚着脸皮收了。那就麻烦孙大哥了，我回去和我媳妇商量一下，看这房子怎么盖，晚上我再来找你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注意看，这个女人为了洗一条裤衩子，竟然用了1缸水。韩振宇到家的时候，韩家人已经上工去了。苏雪秋正在房里拆被子。怎么样，批到宅基地了吗？已经批了，按你的意思选的，在北边靠山的位置，附近就1户人家，离咱们的宅基地也就20-30米远。太好了。苏雪秋本想问什么时候开始盖，但看上工的时间快到了，就准备晚上再细说。我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吃过饭了，没做咱们的饭。他们上工去的时候还背了2个大筐，应该是把粮食也带走了。把粮食全部拿走了吗？不知道，我还没去堂屋看。细粮和鸡蛋油那些肯定是拿走了，这是昨天剩的。你快吃吧，等会不是还要上山伐木？不着急，我去堂屋看看，如果没给我们留粮食，我就去地里找他们。来到堂屋，桌子上放着半瓢高粱面。苏雪秋掂了掂，大概有7-8两重，应该是看在韩振宇的面子上才留的。韩振宇在屋里转了一圈，最后从炕洞里找出大半袋高粱面和小半袋玉米面。为了防我们俩，竟然把粮食藏到炕洞里，藏那么严实，韩振宇都能找得到。看来杨兰花以前没少干这事。把这些放我们屋里，以后老贝利再不让你吃饭，你就自己做。等韩振宇上工走后，苏雪秋先把拆下来的被套拿去后院，绳子上已经挂满了刚洗的衣服，隐隐传来淡淡的臭味。扭头看地上还丢着一件褂子和裤子，裤子下面还有个带着补丁的大裤衩。苏雪秋知道这应该是韩振宇的衣服。我们俩好像还没熟到给对方洗裤衩子的地步吧？但这又是自己给人家丢的，不洗好像也说不过去。看到后院的大缸里已经挑满了水，苏雪秋也不管是谁挑的，直接把那1缸水洗。衣服洗好后，就拿着篮子去摘中午吃的菜。韩家人中午不回来，可韩振宇中午要回来吃饭，想摘几个西红柿凉拌，可找了半天一个红的都没有，黄瓜也被摘完了，他只好摘了些豆角和大芸豆，正准备回前院做饭，这时旁边鸡窝的母鸡咯咯地叫起来。我头上受那么重的伤，杀只鸡补补应该不过分吧？
韩振宇从山上回来，还没到家就已经闻到了浓郁的鸡肉香味。快去洗手吃饭。杀鸡了？不吃白不吃，反正要分家了，那老 baby 肯定不会分给我们，那还不如全吃了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但如果你真的把几只鸡吃了，那分家前的这段时间，恐怕也没有安宁日子过了。怕啥？闹呗，多闹几次，这个家不就分了吗？我去洗个手。好，那我去盛菜，马上就能吃饭。看着一桌子美食，在这物资匮乏的70年代，就算是过年，也不是每家都舍得这样吃。苏雪秋夹了一个鸡腿放在韩振宇碗里，他自己只夹了一个鸡爪。你别光吃那些没营养的，多吃点肉，喝点汤，这样伤口才好得快。我刚才做的时候已经吃了点，现在都还不怎么饿。苏雪秋确实是吃了，但她吃的大部分都是空间里的东西。我后天一早就要走，本来想给你买些吃的放家里，又怕你煮的时候不方便。我今天上午和韩磊说好了，让他家把鸡蛋留着，他娘每天煮2个给你送过来。如果老 baby 不让你吃饭，也尽量不要和他起冲突，去韩磊家里吃，等我回来买粮食还给他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我想吃什么自己去买就是。不用担心我绝对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任他们欺负。如果敢不让我吃饭，那他们绝对也吃不成。如果他们做的过分，你就去找大队长，我走之前会和他打个招呼。知道了。对了，房子你想怎么盖？我想盖3间堂屋，咱俩一人住1间，中间当客厅和饭厅，然后再盖一个厨房，一个洗澡间，一个厕所。你觉得怎么样？韩振宇听他说3间堂屋，2人1人住1间的时候，心里刚烧出来的那一点火苗，仿佛被泼了一瓢冷水，瞬间给熄灭了。你决定就好。苏雪秋看他不像刚才那么热情，以为自己提的要求太过分了。盖房子是不是要很多钱？我也不太懂这些，如果手头紧，咱们就盖小一点，2间土坯房应该也够住了，厨房和厕所可以搭个棚子，这样应该能省不少。就按你说的盖，不用担心钱，几间土房子用不了多少钱。自己手里没钱就是没底气啊，等改革开放后还是要出去奋斗才行啊。吃完饭，韩振宇歇了一会儿就去上工了。苏雪秋把锅碗洗了，正准备去睡个午觉，就听到大门开响。谁呀？我，振敏，快开门，热洗了。苏雪秋站在那里没动，在她的记忆里，这是杨兰花的小儿子，今年18岁，为人十分高傲。虽然还在上高中，但已经有一个谈婚论嫁的对象了，还是城里人。韩振明和韩家人一样看不起苏雪秋，也从没给过原主好脸色。苏雪秋没忙着去开门，而是先去厨房把缸里的水全部倒了，然后才慢悠悠地走到门口开门。你是不是聋了？我敲了那么久的门，难道你没听到？你瞎呀？没看到我头受伤了，反应迟钝，还是高中生呢，张嘴就喷翔。家里花那么多钱让你去上学，难道连礼义廉耻都没学会？那还上什么学？别去了，明天就去地里干活，挣工分。你以为你是谁？竟敢说不让我去上学？我们家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怎么，我这当大嫂的天天上工养着你，难道在这个家连一句都不能说了？苏雪秋看他气得脸色铁青，心里暗笑。你今年也18了，却连高中都没毕业，和你差不多大的，哪个不是去地里挣工分了？就你还在家里张着大嘴吃白食，你说你脸皮怎么就那么厚呢？怎么能吃得下去呢？我18岁上高中怎么了？我们班还有20岁的呢。再说了，我花我爹我娘的钱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了？现在咱们可没分家，我和你大哥挣的工分都在公婆那里放着，你现在吃的用的，还有上学交的学费，可都有我们的一份。我和你大哥省吃俭用的供你吃，供你穿，供你上学，没想到你却说和我们没关系，你这样没良心，难道这几年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？你还要不要点脸？韩振宇是出了名的懒鬼小混混，一年有大半时间都在外面鬼混。你每天挣的那2个工分还不够你自己吃的，竟敢大言不惭地说你们2口子养着我，脸皮可真够厚的。苏雪秋听他说韩振宇是小混混，正准备开骂，突然看到不远处站了几个小孩和老太太看热闹。你说这话可真丧良心啊！为了让你读书，
我男人被你娘赶出去讨饭挣钱，我在家里伺候你们一家，现在却被你骂脸皮厚。我男人都这么听话了，你娘还要到处败坏他，说他不务正业，说他是小混混。你们全家敢如此欺负他，不就是看我男人没有依靠吗？你们这一家白眼狼，真是好毒的心啊！韩振明看他颠倒黑白，越说越过分，气得起手就想打他。你敢动我一下，我明天就到你们学校里去闹，不信你就试试。韩振明吓得顿了一下，立刻放下手来。他看着眼前的苏雪秋，竟觉得异常的陌生，冷哼一声，推着自行车就进了院子。韩振明是回来拿粮食的，他中午还没吃饭，现在是又热又渴又饿。他先跑到厨房，缸里也是一滴水都没有，气得他在那个大缸上踢了一脚。他又去了后院，发现后院的水缸也是空的。韩振明气得直喘粗气，他想指使苏雪秋去挑水给他做饭，可想起刚才两人的冲突，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拿着木桶去挑水了，没办法，他渴得嗓子都快冒烟了。而此时苏雪秋正躺在炕上，悠闲地哼着歌。今天杀了一只鸡，那老 baby 回来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晚上应该还有一战。不管了，先睡一觉，养足精神后再和他大战300回合。韩振明把水挑回来后，仰脖就灌了大半瓢凉水下肚，总算解了渴。想起苏雪秋的异常举动，骑着自行车就去了南。三哥，你回来了。小妹，你怎么也来地里了？家里怎么不留一个人？那苏雪秋又是怎么回事？三哥，那个小可爱现在可不得了了，什么活都不干，还偷吃家里给你留的细粮鸡蛋，昨天还打我和二嫂，就连爹娘他都敢顶撞。韩振明越听脸色越难看，可冷静下来想想，又觉得这是不对。那女人哪来这么大的胆子？难道是韩振宇在背后指使的？可他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三哥，你能不能想个办法收拾一下那个小可爱？如果这回就这么算了，以后他肯定会更加嚣张，更不会把咱们家人放在眼里了。在韩美丽心里，这个三哥是家里最尊严的，不光考上了高中，还找了一个厂里的对象。听说三嫂的父亲还是厂里的一个小领导。你在这里歇着吧，我去问一下娘和二哥到底怎么回事。好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振民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让娘看看，是不是又瘦了？是不是在学校里吃不好？晚上娘给你烙鸡蛋饼吃。娘对三弟可真好，家里什么好东西都紧着他。你一天到晚的在地里干活，也没听娘说给你烙个鸡蛋饼吃。韩振华看了他一眼，倒没说什么。娘虽然也疼他，但和老三还是不能比的。虽然他从小就习惯了，可听媳妇这样说，他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。娘，你们不知道大嫂有多过分，我到家连口水都没喝，就被她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。那个小可爱已经闹了2天了，前天打了你妹妹和二嫂，昨天又把你二嫂洗好的衣服丢到茅坑里，我去找他理论，那小坏蛋还差点掐死我。那个小坏蛋还孝敬了娘50块钱呢。什么50块钱给他了吗？给了，大队长让给的。娘，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和我商量？现在都赔给了那个小可爱，那我以后进厂还怎么打点？来不及和你商量，那小坏蛋说如果不赔钱，他就要去报叔叔。他刚开始要100呢，还是我闹了半天，大队长又帮着调解，他才同意50块钱。这肯定是韩振宇和苏雪秋演的双簧，目的就是为了嘎爹娘的钱。我就说这是不对劲，如果那小可爱真伤得那么重，怎么还有力气打你妹妹？原来是那个小坏蛋在幕后指使的。不行，我得去把那50块钱给要回来。他爹，老二，走，回去找他们算账。娘还没下工呢，晚上回去再说吧。韩振华昨天晚上被韩振宇打了一拳，脸到现在还疼着呢。他不想再去惹那个心狠手辣的便宜大哥。杨兰花觉得也对，离下工没多久了，如果现在回去，那下午就白干了。娘，现在韩振宇没在家，正是要钱的好时候，等他回来了，又要多费不少嘴皮子。不干了，回去。娘，我就不回去了，我一个大男人也不能和女人动手，被人家看到了，好说不好听。那你和你爹留在地里干活吧，让你媳妇跟着我们回去。
张倩云正想偷慧懒，听说要回去找苏雪秋的麻烦，兴奋地放下锄头，跟着杨兰花就回了家。你个不要脸的小可爱，明明就擦破点皮，却骗我那么多钱，赶紧把钱还回来，要不然我和你没完！杨兰花几人也没想到手里会有棍子，所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杨兰花被撞倒了，所以棍子没打到她身上，但韩美丽和张倩云可就没那么幸运。韩振明都被她这操作惊呆了，愣了一会儿，立刻上前帮忙。你敢过来，我就还耍流氓！你无耻！嘿，你们不无耻！看我男人不在家，那么多人欺负我一个弱女子，还是高中生呢，真不要脸！杨兰花从地上爬起来，就要去撕他的嘴。苏雪秋可不敢和他干架，这老娘们膀大腰圆，一年四季的干农活，自己可打不过他，所以转身去了厨房。救命啊！有人要打嘎我！苏雪秋进厨房后，紧接着就传出噼里啪啦的声音。你这个杀千刀的小可爱，敢摔我的东西，看我今天不弄死你！苏雪秋等他们进了堂屋，才慢悠悠地回了他的房间。应该是我发疯的样子镇住了那老太婆，但这不是长久之计。依杨兰花的心机，以后肯定还要想办法对付我，看来今晚就要想办法把这个家分了。堂屋里，杨兰花坐在那里不知想什么，其余的3人还为刚才的事惊魂未定。别在这里坐着了，美丽、倩云，你们2个去烧点水，准备做晚饭吧。娘，锅都被那贱人砸了，还怎么烧啊？先用砂锅做。振民，我看那女人是真的疯了。以前我脸色一变，她就吓得浑身发抖，现在却像完全变了一个人。娘，我觉得苏雪秋不是真疯，应该是以前被小妹和二嫂欺负的狠了。现在韩振宇回来了，他觉得有了靠山，才敢那样嚣张呢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难道就这么算了？杨兰花不甘心，那50块钱还没要回来呢。那个小可爱还把家里唯一的铁锅给砸了。买那口锅的时候真是费老劲，他攒了1、2年的票，还托了关系，才好不容易弄到。娘，先不要着急，韩振宇在家里待不了几天，肯定又要出去鬼混。等他走了，咱们再收拾那个贱人。现在只能先这样了。娘，咱家还有多少钱？我马上就毕业了，如果留在城里，恐怕需要拿些钱去打店。振民，需要多少钱才能留在城里？黑莲说至少要200块钱，这还是看在他爸的面子上。如果没有他爸妈的关系，我根本都没机会留在城里。家里只有50多块钱了，但还有些老物件，是当年斗地主的时候我和你爹去弄的。过2天我让你爹和你二哥去城里的黑市探路，看能卖个什么价。娘，你和爹弄的什么好东西？有多少？没多少，前些年闹饥荒，你爹去黑市换了几次粮食，现在只有2个大黄鱼和几个袁大头了。娘，我对城里熟悉，要不明天我和爹一起去吧。二哥还要上工，请假不划算。也行。娘，咱家的鸡怎么少了1只？娘，家里的鸡肯定是被苏雪秋吃了。我回来的时候，厨房里还有鸡肉的味道。杨兰花气得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她从没想过，这个城里来的小知青被闺女打破头后，竟变得如此难缠。杀千刀的小可爱，你一定会不得好。还没到下工的时间，韩振宇就从山上下来了。中午苏雪秋杀了1只鸡，那老太婆回来肯定要闹，她怕苏雪秋吃亏，所以早回来了一会儿。韩美丽和张倩云正坐在院里摘菜，看到她回来，气呼呼地说：苏雪秋那女人把家里的锅碗全砸了，现在都没办法做饭了。她还偷吃下蛋的老母鸡，真是太可恶了！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谁知韩振宇连个眼神都没给他，正准备回屋，这时苏雪秋却出来了。你把我的头打了那么大一个口子，我吃只鸡补补怎么了？告诉你们，明天我还要杀1只，等把这几只鸡吃完，你们就去给我买，要不然我天天砸你们的锅，我吃不上鸡，你们就别吃饭。杨兰花在堂屋里听到他的话，气得直哆嗦。你敢？我敢不敢，你明天就知道了。我把话摆在这，明天我要是吃不到鸡肉，就把你们的房子给烧了。
我脑子现在不受控制，大夫都说我有后遗症，受不得刺激。你们非要天天找我的茬，那就别怪我做事极端了。你真是个无赖。对，我现在就是无赖，这不都是被你们逼的吗？以前我那么老实听话，不照样被你们欺负？这次也算被你闺女给打醒了，等着吧，以后我会好好伺候你们的。杨兰花被他的表情吓得汗毛直立。老大，你就不管你媳妇，就让她这样没有尊卑的和长辈说话？我没觉得她哪里说错了，这里也没有我们夫妻俩的长辈。你真是没良心啊！我嫁给你爹的时候，你才几个月大，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，没想到……行了，年纪也不小了，就别在这里惺惺作态了，怪难看的。我怎么长大的，咱们心知肚明，不用麻烦你时时提醒我，我会孝敬我老何老爷的。至于旁人，关我屁事。这时，韩保国和韩振华正好下工回来了，两人刚刚推开门，杨兰花突然大哭起来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：“老头子，我这些年尽心尽力的为这个家操劳，现在却被老大两口子这样糟践，我没法活了。”你尽心尽力操劳的是你自己的儿女，可千万别扯上我。韩保国这2天也被弄得一个头2个大，老大是个刺头，他也拿这个儿子没办法。现在又加上他这个不省事的媳妇，这2口子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，他也实在没办法。要不分家吧，老大也结婚了，把他们夫妻俩分出去。分家可以，但那50块钱必须要让他们还回来。钱？什么钱？你们给我的赔偿款吗？那些钱早就被我花完了。苏雪秋听他提分家，正中下怀，但面上没显出来。分家？想得美！我不分，我头上的伤还没好呢。大夫说可能还会有后遗症，你们要养我一辈子。分了家我吃什么？我男人讨的饭还不够他自己吃呢。你们想摆脱我？做梦！啥？让我们养你一辈子？你怎么那么大的脸，还想讹我们家？真是好歹毒啊！没有小姑子你歹毒，小年纪就敢对嫂子下毒手。你这样恶毒的死丫头，到了婆家也是个搅屎精，以后谁娶了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韩振宇那小混混都够难缠的了，现在苏雪秋嘴巴也这么利索，自家几个孩子都不是他们俩的对手。还有这女人阴晴不定的性格，万一半夜3更把房子给点着了，那我们一家人恐怕都危险了。老头子的，分家必须马上分家，赶紧把这2个祸害给赶。苏雪秋正准备开口，就被韩振宇给拦了下来。我同意分家，你们想怎么分，说个章程出来。韩保国看了一眼杨兰花，犹豫着没有说话。你们商量一下吧，我去请大队长和村里的几个长辈，今天就把家分了。说完就拉着苏雪秋出去了。杨兰花见2人出了门，立刻让小儿子去搬救兵。振民，快去把你大姨大姨父还有你宝强叔碧云婶子叫过来，就说我们要分家了，让他们过来当个证人。娘，我这就去。韩振明慌慌张张的出了门，见韩振宇和苏雪秋2人已经走远，赶紧去了他大姨家。韩振宇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对苏雪秋道：“这小子应该是去喊他的好大姨了。管他去喊谁，不让咱们满意，今天这个家就分不成，我会继续和他们闹。”你准备怎么分？你是一家之主，我听你的。不用这么客气，以后咱们家里你说了算，我不想要他们任何东西，只希望这次能分得干净些。等会儿我来闹，你见机行事。苏雪秋也想通过这次分家，把他不好惹的消息传出去，以后村里人再想欺负他的时候，也要好好掂量掂量。好。大队长韩红兵刚从大队部回到家，就看到韩振宇2口子找来了。听韩振宇说要分家，心里有些惊讶。昨天批宅基地的时候还说让他保密，怎么今天就要分了？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洗把脸，换身衣服就过去。那就麻烦大队长了。 2人从大队长家出来，韩振宇又去请了韩磊的爹和孙大树的爹。韩磊爹和大树爹听说让他们去当分家证人，2人二话没说就跟着来。韩振宇在路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俩，2人叹了口气，点头应下了。几人到韩家的时候，大队长也过来了。杨兰花的大姐、大姐夫、4队的小组长韩宝强和他媳妇李碧云都已经在院里等着了。 哟，这么热闹！杨兰花见孙权和韩永明也来了，脸上的笑容也淡了下来。嫂子咋不高兴了？难道是怕我们吃你家的饭？孙老弟，这是说的哪里话？
你这稀客平时请都请不来，我这是被几个孩子气的，一个两个的都不省心。再说我就是想留你们吃饭，恐怕也没办法做了。刚才振宇媳妇不知道又怎么了，把锅碗全给砸了。哎呦，振宇媳妇那么胆小的一个人都敢砸锅了，嫂子，你们家这是怎么欺负她了？你们可不能看人小姑娘在这里无亲无故，就全家和起火来欺负人孩子，这么掉价的事，咱老韩家可不能干。苏雪秋听了两人的话，差点笑出声。没想到韩振宇找的中间人这么幽默，一唱一和，把这韩保国和杨兰花给讽刺了一顿。杨兰花听他们这么说，气得她一屁股坐地上，就开始哭诉：“哎呦，我的大哥哎，我们哪里敢欺负他？振宇他媳妇一句话不对就开骂，一不高兴就动手。美丽和倩云这2天都被他打了好几次了，家里的鸡也被他嘎来吃了，锅碗也全砸了，还偷吃家里的细粮和鸡蛋，连我和老头子都敢骂。你们说这日子还咋过呀？”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你们不是最清楚吗？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家谁不高兴了，就拿他出气，对他是非打即骂，光让干活还不给饭吃，被韩美丽打破头，在床上躺了2天都没人管没人问。现在他一反抗，你们就受不了了。怎么不想想以前是怎么欺负他的？老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，更何况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都快被你们打嘎了，难道他不应该还回去？我说振宇，话可不敢这么说，你经常不在家，哪里知道家里有多难？你媳妇一个城里来的知青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一天挣那几个工分还不够他自己吃，你又不往家里拿钱拿粮食，还不都是你爹你娘你兄弟他们养着你媳妇，他吃家里的用家里的，干点清来清去的活不是应该的吗？你这丫头也真是的，和你小妹2个吵了几句嘴，哪至于就2天不出门了？这气性也太大了点。听说这是振宇媳妇用棍子打的，以后可不能这样没轻没重了，真出了事你们就知道怕了。苏雪秋看着面前说话不紧不慢的杨春花，就知道这个笑面虎比她妹妹杨兰花还厉害。你那2只眼睛是用来喘气的吗？振宇媳妇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你的眼睛不是用来喘气的，那怎么就没看见我头上的伤？看看，这就是被你外甥女打的。我在床上昏迷了2天，大夫说再深一点就没命了。我刚嫁到这个家的时候，你就经常和我说婆婆不容易，让我听她的话，好好孝顺她。你说的我都照着做了，婆婆让我干啥我干啥。我从家里带来的钱也全被她拿走了，可我都这么听话了，你们为什么还要欺负我呢？你这个黑心烂肺的老大大，我受这么重的伤你装没看见，却在这里诬陷我打了你外甥女，你们是不是看我好欺负啊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既然你们不让我活，那咱们就同归于尽吧。怎么，你还想动手？混账东西，你眼瘸了，没看到是你媳妇推的你大姨？你才是混账东西，你眼睛才瘸了。杨春花算哪根葱？她凭什么来教训我？真是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你这丫头真不知好歹，我是你们大姨，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好？你咋能这么说我？自己家的事还理不清呢，却像个长舌妇一样来别人家指手画脚，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。还有一点，你不要搞错了，你可不是我大姨，少来我这里攀亲戚。你杨春花被气的话都说不利索。振宇媳妇，春花好歹也是你的长辈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？苏雪秋知道这老女人也不是好东西，和杨兰花、杨春花姐妹俩是一丘之貉。我怎么说话，取决于她是什么态度。她对我客气，那我绝对会尊重她。如果她朝我泼冷水，那我一定会把水烧开了泼回去，这叫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告诉你们，我已经是答过1次的人了，以后什么都不怕了。谁要是还像以前那样欺负我，那咱们就黄泉路上作伴。孙权和韩有明看了整个过程，都在心里拍手叫好，觉得振宇娶的这个小媳妇真厉害，把这几个碎嘴的老哒哒对的都不吱声了。你们是来打架的还是来分家的？现在大队长和几个叔伯都在这里，怎么分？你们说吧。杨兰花给韩保国使了个眼色，意思是让他说，刚才韩振宇和苏雪秋去请大队长的时候，他们一家人就商量好了。我们家的情况大家也知道，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，除了吃用也剩不下什么。现在老大爷结婚了，他媳妇又和家里人合不来，
这样闹腾也不是办法，就把他们分出去吧。没想到老公爹也这么会颠倒黑白，光说我和家里合不来，他们欺负我的事，你是只字不提。不过也不奇怪，你连你大儿子都没放在心里，更不要说我这个儿媳妇了。想分家可以，把这个院子给我们，你们搬出去。苏雪秋这话一出，韩家人都不可思议地瞪着他。你口气不小，这房子是我盖的，凭什么给你们？谁知苏雪秋看都不看他，直接问韩保国：老公爹刚才说的分家，意思是让我们净身出户吗？韩保国支支吾吾，半天没说出一句话。那个是后娘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难道你也是后爹？什么都不给，就这样把儿子赶出去？难道让他天当被，地当床，冬天睡在雪地里？韩保国被儿媳妇指着鼻子数落，脸涨得通红。前2天不是给了你们50块钱吗？那些钱也够盖2间土坯房了。家里的情况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实在是拿不出来了。原来公爹也想着我那50块钱呢，我不是说了吗？那钱已经被我花了，你老就别一天到晚的惦记儿媳妇那点赔偿款了。我什么时候想你的赔偿款了？我是说那些钱让你拿出来盖房子，你一天到晚在家里闹，搞得一个家都不安宁。我提分家也是为你们好。哟，照您这么说，我和韩振宇还要谢谢您呢。感谢你让我们净身出户，感谢你让我们无家可归。您这爹当的真合格，真疼你大儿子。我婆婆地下有知，恐怕晚上都要来找你唠唠嗑。振宇，你真是他亲生的吗？他心里怎么一点都没有你？要不你去打听打听，看当年是不是报错了？谁家亲爹能这样对儿子？韩保国气得脸色铁青，但自己又确实没理，所以说不出反驳的话来。韩有来和孙权都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心里有些不耻，觉得他心太狠了。保国，别的不说，你把儿子分出去，总得给他盖2间土坯房吧？他大伯，不是我们不愿意盖，这些年除了家里的花销，一共就存了几十块钱，前2天都给了老大媳妇，我和他爹实在是无能为力了。那就把他们俩现在住的房子分给他们，你们再帮忙给他搭1间厨房，以后各吃各的。他大伯，这可不行，老三马上就要结婚了，那间房子要当他们的婚房。这2个老搭搭，别人分家关你屁事，也不知道你在这里吵吵个啥。那你们啥意思啊？是想什么都不给？那这还叫什么分家？明显是让他们2口子滚蛋吗？哟，这话一到他叔嘴里，怎么就那么难听呢？孩子大了，也该出去自力更生了，爹娘也不能养他们一辈子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你儿子也结婚了，你怎么不撵出去让他自力更生？还有振华，好像比振宇也小不了多少吧？这次怎么不分出去？韩振宇看铺垫的差不多了，看着韩保国冷冷的道：我可以什么都不要净身出户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如果你答应，我明天一早就带着我媳妇离开。什么条件？我这个人没什么出息，你也不缺儿子孝顺，咱们以后就互不打扰吧。等你60岁以后，我每个月给你3块钱，就当你把我养到5岁的报酬。但别的事就别找我了，包括生老病喜。韩保国有些不乐意，他今年才刚刚40岁，就是等于20年后才能拿到每月3块钱。韩振宇看出了他的心思，我不是在和你商量，你如果不同意，那这个家就别分了。他都让我们净身出户了，凭什么以后还要给他钱？这个家不分了，韩美丽打的我都不能干活了，必须让他们养我一辈子。杨兰花一听说他不想分了，立刻就急了。和他们住在一起不利于你的病情恢复，不能干活了也没事，以后我养着你。你在外面讨的饭还不够你一个人吃，分家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以后每个月还要给他们3块钱，你拿什么养我？我去找小舅和大姨借点钱，咱们先搭个草棚子，以后我好好上工，挣的应该够我们2个的吃喝了。如果不是韩振宇提前打了招呼，孙权和韩有来肯定会帮着争取一下，要不到钱和房子，粮食肯定会要一点。但他们都听儿子说了，振宇本事大着呢，人家根本都看不上韩老头那点家底，所以他们俩也没敢多嘴，恐怕坏了振宇的大事。这时大队长也看不下去了。说实话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你们这样分家的，什么都不给孩子，就把儿子和儿媳妇赶出去。再看人家振宇，还准备以后给你养老钱，
我一个外人都觉得他做的仁至义尽了，见好就收吧。如果再闹下去，你让外人怎么看你？韩保国两口子见大队长把话都说到这份上，也不敢再说过分的话。行，那就听大队长的，就这么分吧。你们还有没有意见？没有意见，我就开始写分家协议了。等等，大队长，他们借我的钱还没还呢。什么钱？就是你每个月给我的零花钱，还有我从家里带来的钱，都被他们俩借走了。他们借了你多少？韩美丽借了7块5，张倩云借了8块8。还钱？你不要乱说，我们什么时候借你的钱了？我们可没借过你的钱，你不要乱冤枉人。好，不承认是吧？大队长，我和韩振宇以后就指着那点钱过日子呢。既然他们不还，那这个家就不分了。本来我就不想分家，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。在这里有吃有喝，还有住的地方，又不用干活，干嘛出去搭草棚子？夏天还好说，冬天怎么办？不得冻死咱们俩。韩保国和杨兰花一听急了，好不容易把这2个祸害给撵出去，现在竟然又想反悔，这绝对不行。你们俩到底有没有借他的钱？如果借了，就赶紧给他。是借了一点，但没有他说的那么多。见闺女和儿媳妇都不动，知道肯定是被他们花了。到底多少？两人哪里还记得清楚？平时几毛1块的借，又没准备还，谁还记着？3月初2，韩美丽借了1块，张倩云借了1块。3月初9，韩美丽借了6毛。3月15，张倩云借了8毛。张倩云一共借了我8块8，韩美丽借了7块5，我都一笔一笔记着呢，绝不会错。想分家就还钱，要不然我是不会搬走的。后院不是还有3只鸡吗？够我吃几天了。以后你们上工的时候也不要把粮食藏起来了，我这个病一饿就要发疯，万一把房子给烧了，可不要怪我。听说烧房子，韩家人都不善地看着他，但又拿这个泼皮无赖没办法，但让他还钱又不甘心。大队长摇了摇头，今天真是对这一家人大开眼界了。以前光知道杨兰花这个后娘会做表面功夫，怎么也没想到一家人都欺负振宇2口子，而那个当爹的就在那里看着，问都不问。这个家你们到底分不分呢？不分我们就回去了。现在还钱，天经地义，难道你们还想赖账不成？大队长，苏喜秋真是乱说的，我根本就没借他那么多。大队长，我也没借那么多。那你们借了多少？两人实在想不起来了，但张倩云比韩美丽聪明，只见她眼珠一转，大队长，我就借了他几毛钱。你这种人真没品，明明借了我8块8，却说几毛钱，我看你人也就值那几块钱了，不还是吧？行，你给我等着，明天我不把你的衣服和鞋全烧了，就不姓苏。还有你韩美丽，你们俩谁都跑不了。你到底借了他多少？我真想不起来了。韩振华被气得没办法，可他手里也没钱，现在只有求他娘了。娘，你先替他们还上吧。你没看大队长都不耐烦了，如果今天这个家分不成，肯定还要闹腾。以后再想让他们净身出户，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杨兰花很不情愿，那可是10几块钱呢。但她也知道儿子说的对，那小哒哒好不容易同意净身出户，如果为了这些钱不分家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拿着钱赶紧给我滚蛋！这可真是站着借钱，跪着要债。我本以为借出去的是感情，没想到换回来的却是仇人，真是人善被人欺。你这个小哒哒，我嘎了你！这是干啥？都给我住手！大队长，这个女人竟敢打我娘！振明，大家可都看着呢，是你娘侮辱人在先，难道光怨你大嫂？那她也不能和长辈动手啊！看到大队长向着韩振宇2口子，韩家人都气愤不已，可又不敢得罪大队长。我嫁到这个家半年的时间，你除了让我干活，没给过一个好脸。所以咱们分家后就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如果再来惹我，那我会让你们知道，一个疯子会做出什么事来。大队长，那就劳烦您给写个分家协议吧。好。不一会儿，大队长就拟好了分家协议，一式3份，韩保国、韩振宇大队部各1份，最后全部人员也都签字按了手印。到此，
这个家才算彻底分完。大队长和2位叔叔跟着忙到现在，也没能请你们吃顿饭。等我把房子盖好了，再请你们过去热闹热闹。行，等你盖好房子，我们一定去。振宇，你准备什么时候盖房子？我过2天要出一趟远门，本打算等回来再盖房子。可谁知道出了这档子事。明天我去一趟我姥爷那边，让我小舅和我姥爷还有我大姨夫过来先帮着盖。是要早点盖了，要不然冬天之前住不进去。我那里还有些砖坯和木头，你要是用就让韩磊给你拉过去。我今年也做了不少，也一起拉过去吧。那就谢谢2位叔了。我本来是准备让孙大憨帮着做点，可现在也来不及了，那我就先用你们的，到时候一起算钱。说啥钱不钱的，拿去用就是。你要盖几间房啊？再加上院子，这些恐怕也不够。要不我再去村里给你问问。叔，先不忙，我明天去一趟城里，看能不能弄点砖回来。呀，振宇，你能耐啊，竟然还有这种路子。孙权十分惊讶，没想到他路子这么野，竟然连红砖都弄得来。叔，只是有个认识的人管这些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弄得来呢。振宇，刚才听你说明天就搬出来，找到住的地方了吗？还没找，我准备明天去城里看看能不能租间房子，如果没有合适的，就让我媳妇去我姥或者我大姨家里住段时间，等房子盖好了再搬回来。韩红斌越来越觉得这小子以后肯定有出息，所以想趁这个机会送他个人情。那你盖房子不要管人家饭，你媳妇来回的跑也麻烦。我看这样吧，大队部旁边有一间空屋子，可以先借给你们住着，每个月意思一下，交点租金就行了。那太好了，谢谢大队长，这真是帮了我大忙了。几人闲聊几句后，韩振宇就把3人送了回去。回到韩家的时候，韩老头和2个儿子正坐在院里乘凉，厨房里传来杨兰花骂骂咧咧的声音。笑什么呢？我在听唱戏，他骂那么久都没重样，词汇量可真丰富。懒得搭理他，咱们明天一早就搬走。对了，这房子还没盖呢，咱们搬走住哪里？大队部还有一间空屋子，大队长说借给我们住一段时间。那什么时候盖房子？大队部的房子可没有炕，夏天无所谓，冬天可没法住，没有火炕会冻死人的。我这一趟必须要出去，所以没办法操心房子的事。我准备让老爷和小舅带人帮着盖，你中午帮他们做顿饭，你看这样行吗？好，没问题。那我明天一早先去把大队部的房子扫一下，把咱们的东西搬过去，再去城里置办锅碗瓢盆这些。天不早了，先吃饭吧，这些事等会慢慢再说。2人吃饭的时候又商量了一下盖房子的细节。我准备把4间房都盖成砖瓦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4间砖瓦房，那得要多少钱？而且砖好像也不好弄吧，能不能买到？苏雪秋以前好像在书上看到过，说这个年代买砖还要批条子，整个三花大队也只有那么几家盖的是砖瓦房，大部分都还是住的土坯房。不用担心姐，我这几年挣了一些，盖一处院子应该够了。早晨我去城里的时候见了一个朋友，他给批了一张砖条子。韩振宇本来没打算盖砖瓦房，但既然这女人决定留下来和他过日子，那就尽量让他过得好一点吧，至少在能力范围内不能亏待了他。以后如果真合不来，就把这一处院子留给他，也算全了2人这一段的缘分。2人吃过晚饭，各自洗漱完毕，就睡下了。就在苏雪秋快要睡着的时候，啊，振华，你真坏！苏雪秋刚开始还没反应过来，等反应过来，瞬间尴尬的不知所措。他偷偷瞄了一眼韩振宇，见他没被吵醒，才悄悄松了口气。如果2人都醒着，那不得尴尬的用脚趾抠出个3室一厅来。第2天一早，韩振宇拿了个扫把就去了大队部，刚准备收拾一下那间空房，就看见韩磊和孙大树也过来帮忙了。不大的一间屋子，3个人一会儿就收拾干净了。振宇哥，这里连个炕都没有，你们晚上怎么睡？要不去我家里挤挤吧？不用，你们家住的也不宽敞，等会儿我搭个木板床，让你嫂子暂时睡着，下雪之前应该能搬到新房子里。我记得放农具的仓库里有一个小木床，应该还能用，就是2个人睡挤了点。小姐没关系，我明天晚上就走了，够你嫂子1个人睡就行。我等会儿和大队长商量一下，先借过来用用。
韩振宇话音刚落，就看见韩红兵慢悠悠地走了过来。你们怎么来那么早？大队长，我们也是刚过来。振宇，仓库里还有一个破木床，是前几年来村里扫盲的老师用过的，你们就暂时用着吧，也省得花钱去买了。大队长，我正为床的事发愁呢，没想到你就解了我的燃眉之急，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听韩振宇这么说，韩红兵心里很是受用，觉得没帮错这小子。磊子，大叔，我现在要去城里买些锅碗瓢盆，你们俩帮我去村里问一下几个瓦匠师傅有没有空来帮我盖房子，8毛钱一天，不管饭。韩振宇本来是想让老爷和大姨父帮着找人的，但想着以后苏血球要常住在村里，免不了要和村里人打交道，所以想趁着这次盖房子的机会和村民们缓和一下邻里关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给你问问。振宇哥，你要盖几间房子？大概需要多少人？盖4间瓦房，你们俩帮我找10个人左右，剩下的让我大姨夫想办法。好，我们等会就去。振宇哥，还有什么要我们帮忙的吗？韩振宇想了一下，他明天晚上就要走，这还有好多事没办呢。要不你们俩请1天假，等会儿跟我去城里拉点东西，这一分家要买的东西不少，锅碗瓢盆、粮食，还有各种生活物品，今天都要置办齐全。好，什么时候去？我们去和家里说一声。我现在回去把东西搬过来，咱们半小时后在村口集合。行，那我们俩就先回去了。苏血秋醒来的时候没看到韩振宇，知道他应该是去打扫大队部那边的房子了，于是他就开始收拾2人的东西。不是说今天一早就搬走吗？怎么还在这里？是不是想耍无赖？不想挨揍就给我滚远一点。早晨是指7点到9点，你看现在有9点了吗？没有就别在这里给我唧唧歪歪，小心我撕你的嘴。苏血秋把屋里的东西全收拾好后，就去了后院上厕所。张倩云正拿着篮子摘菜，看到苏血秋顿了一下。昨晚他和韩振华的动静有些大，隔壁肯定听见了。以前这女人听到我和振华在屋里打扑克，第2天都会羞得不好意思看我，今天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哎呦喂，这腰好酸！振华这个臭宝真能折腾。这女人是啥意思？难道是在跟我这炫牌技呢？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你还真能给韩振华找面子。如果是我，早一脚给他踹下炕了。年纪轻轻的，几分钟就完事了，年龄再大点就更没用了。别到时候连几分钟都撑不了。你就算想装腰酸背痛，恐怕都没机会了。那也比你守活寡强。你男人回来碰都不碰你，如果我是你，早就去跳河洗了。张倩云就住在隔壁，她比谁都清楚，韩振宇和苏血秋结婚后根本就没在一起睡过。你咋知道我守活寡？难道你每天都听大摆哥的墙角？我还真不知道你有这种癖好呢。谁听你们的墙角了？你真不要脸！你既然没听我们的墙角，那你怎么知道我守活寡？明明是你把打扑克那点事到处宣扬，看到个人就说腰疼，把恬不知耻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还说别人不要脸，真是挺便宜的。你才恬不知耻，你才便宜呢！谁到处宣扬了？还不是你先说的。韩振宇回来在屋里没看到人，就来到后院找苏血秋。那边已经收拾好了，咱们走吧。韩振宇和苏血秋拿着收拾好的东西就出了韩家，路上碰到不少好事的上来询问。哟，你们俩大包小包的，这是干啥去啊？分家了。这是啥时候的事儿？怎么没听说？昨天晚上分的。那你公婆给你们分了啥？除了平常穿的几身衣裳和2床烂棉被，其余的什么都没给。我们俩是净身出户。啊，净身出户，那你们住哪里？怎么生活？大队长好心说把大队部的那间空房子借给我们暂住一段时间。那间屋子连个炕都没有，冬天可没法住。我们知道，只是暂时过渡一下，等会儿韩振宇去找他小舅和大姨借钱，我们准备自己盖房子了。多谢几位婶子的关心，你们真是好人，以后我能不能去找你们说话？几个妇女明明是想打听八卦，却被他发了一张好人卡，个个都喜笑颜开。你如果不嫌弃俺们农村人嗓门大，说话糙，空了就来找我们唠嗑。婶子说的哪里话？我怎么会嫌弃你们？
往上数3代，谁祖上还不是农村人呀？就连领导们都说农村人最淳朴了。哎呦，你看这小嘴多甜呀，像抹了蜜一样。那杨兰花怎么就狠心让你们净身出户啊？快别提她了，那女人惯会做表面功夫，嘴说的好听，其实心堵着呢。婶子，我先走了，咱们改天再聊。好，你们小两口也想开点啊，只要好好干，好日子在后头。韩振宇怎么也没想到，这女人还有这样的一面。刚才听她和那几个妇女说话，就觉得那画面十分搞笑。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，以后真要去找他们玩。我虽然喜欢清静，但咱们既然住在村里，就免不了和这些人打交道。与其让这些女人在背后说3道4，还不如和她们搞好关系。心情好的时候就找她们说说话，套套交情，真有啥事也能有人搭把手，总比临时抱佛脚好吧。韩振宇意外地看了他一眼，没想到他能考虑得那么长远。我很聪明的，可不是什么样的人都会和他们交往。刚才那几个婶子只是有点嘴碎，人倒不坏，至少我来下乡这几个月，他们没有像别人一样欺负过我。我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会干，那个年龄大点的秋叶婶子还帮我干过活呢。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。对了，你那天说要盖4间砖房，我这心里总觉得不太踏实，咱们这样会不会太高调了？4间砖房要花不少钱，如果别人问咱们哪来那么多钱，怎么解释啊？苏雪秋猜韩振宇应该是在黑市上混，这买卖虽然来钱，可风险也大。如果他被人抓住，自己肯定也要跟着受牵连。韩振宇明白他的意思，他看附近没什么人，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和他解释一下自己的工作，省得他以后胡思乱想。前几年有一对京师的夫妻开车路过这里，那男的不小心把车开到了河里，我刚好在那里洗澡，就顺手把他们救了上来。当时那男的给钱感谢我，但我没要。去年刚好又在县里遇到那男人和他小舅子，那男的非要请我吃饭，两人了解过我的情况后，他小舅子就把我带到城外，教我开了一下午的车。那男人走的时候给了我一张介绍信，让我去南平县红星机械厂当学徒司机。苏雪秋还以为他在黑市做倒爷，怎么也没想到竟然是正经工人。所以说你现在是机械厂的司机？不算是，现在只是临时工，下个月应该能转正。你嘴巴可真够严的，恐怕村里没几个人知道你在机械厂上班吧？我怕麻烦，所以没说过，应该没人知道。以后别人再问起，你就可以和他们说，咱们盖房子的钱是我的工资。你在机械厂还没干1年，挣的工资恐怕也盖不起4间砖瓦房吧？你刚才不是和那些婶子们说，盖房子的钱都是在小舅和大姨那里借的？既然你说借的，那咱就是借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两人来到大队部，苏雪秋打量了一下这间土坯房，大概有10来个平方，里面就放着一张小床，看起来很宽敞。这里你收拾一下吧，我去城里买些生活用品。等等，不是还没吃早饭吗？昨天剩了几个玉米饼，你吃了再走吧。我不饿，你留着自己吃吧。我吃1个就够了。天不早了，你快去快回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韩振宇从大队部出来，远远就看见孙大树和韩磊已经拉着板车在村口等着了。大树、磊子，你们下午回来，帮我把宅基地旁边的那个烂屋子收拾一下，到时候我姥爷和小舅要住在那里看东西。哥，你说的是不是冯地主家的那间土坯房？就是那间，我前天去看了一下，墙还是好的，屋顶要收拾一下，再装一个门。不过你们2个肯定来不及，看村里谁有空，找他们帮帮忙。到时候我给他们算工钱，1天8毛钱。振宇哥，你不用管了，交给我们，今天下午就能帮你弄好。好兄弟，哥哥，谢谢你们了，有你们帮忙，我真是轻松不少。大队长那里我已经打了招呼，他同意给我用，你们直接去收拾就行。哥，你干嘛说这么客气的话？这2年你可没少给我们弄好东西，弟弟这心里都记着呢。他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他和孙大树2人结婚的时候，床单、被面、热水壶这些都是振宇哥帮他们弄的。有时候振宇哥还帮他们换糖票、工业券。前2个月还给他和大树各弄了1双解放鞋呢。
那些也都是我在厂里和人换的，下个月我就能转正了，福利待遇也会提高，到时候你们需要什么票，提前和我说，我好给你们留着。哥，这做倒爷还能转正？你在说啥呢？谁做倒爷了？我是在机械厂当司机，你看我经常出远门，那是跟车跑长途。哥，这做倒爷还能转正？你在说啥呢？谁做倒爷了？我是在机械厂当司机，你看我经常出远门，那是跟车跑长途去了。我就算做倒爷，也不能和你们这两个小子说啊，万一你俩说漏了嘴，倒霉的还不是我。啊，在机械厂当司机，振宇哥，这么好的工作早没听你提过。我还以为你俩知道我在城里上班呢，谁知道你们会往那方面想。对了，振宇哥，那大队长知不知道你在机械厂上班？我看你每次都找他开介绍信，你们厂里不能开吗？大队长知道我在学开车，我找他开介绍信是去城里用，如果去外地就厂里开。韩振宇在机械厂才干了1年，以前让大队长开的那些介绍信，他确实去别的地方弄过去了。就是现在出去，他也是开2份介绍信。有时候工作证不方便的时候，就拿村里开的介绍信出来用。不过他的工作转正后，就不能在大队开介绍信了，因为他的户口要迁到城里机械厂去，这也是他为什么着急批地基的原因。如果他的户口迁走了，苏雪秋一个人是很难批到地基的。以前是想着自己的户口迁到机械厂，他以后就住宿舍，然后想办法给苏雪秋办病退。2人离了婚，就送他回海州。可那女人说不走了，要留在村里，还要盖房子，所以韩振宇只有改变自己的计划。他们3人走得很快，40分钟就到了供销社。韩振宇买了锅碗瓢盆、油盐酱醋，还有各种日用品，把带来的票一口气全都用完了。韩振宇正准备再买些粮食的时候，韩磊悄悄地把他叫到了外面。哥，粮食就别在这里买了，你要多少我去村里帮你收，价格和这里差不多，还不用粮票。那你先帮我买100斤玉米面，100斤高粱面，白面和大米各20斤，如果有鸡和鸡蛋啥的，也帮我收一些。好，我晚上就去帮你问问。雷子，大叔，你们去国营饭店门口等我，我去找朋友拿点东西。好的，振宇哥。韩振宇在回来的时候骑着一辆自行车，车上还挂了2个化肥袋子。振宇哥，这自行车是你买的吗？不是，在朋友那里借的。我等会儿要去我姥爷和我大姨家，还要去一趟砖厂，走路来不及。韩振宇把自行车停好，匆匆地进了国营饭店，没一会儿就拿了2包馒头出来了。还没到饭点，现在里只有些馒头，这1包你们2个在路上吃了，剩下1包给你们嫂子带回去。哥，你花这钱干啥？我们吃了饭才来的，现在还不饿呢。2人看着那些馒头有些心疼，国营饭店的东西多贵，还要粮票，自己在家里做至少能省1半。你们俩回去就帮我收拾那间土坯房，里面搭2个木板床，门口再垒一个简易的灶。知道了，振宇哥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3人分开后，韩振宇就去了砖厂。进来吧。请问是林厂长吗？你是啊，找我什么事？你好，林厂长，我是3花大队的韩振宇，今天是来拉砖的，麻烦你批示一下。到处都找我要砖，可每天就出那么几样，就是掰成8瓣也不够分。你前面还排着几10号人呢，先回去等着吧，过几个月再来。说着随意地瞄了一眼那张条子，等看到上面的批示人竟然是县武装部的采购主任，立刻转变了态度。振宇兄弟是吧？我刚刚想起来，昨天多出了1窑砖，本来是给县纺织厂留着的，可他们没过来了。既然小兄弟你着急用，就先拉去用吧。那就多谢林厂长了，但我今天还没联系车，你看明天上午过来拉行吗？不用联系，我们厂可以帮着送，你把详细地址告诉我，下午就让人给你拉过去。那真是太感谢了，林厂长，本想请你吃顿饭的，可单位已经安排了出差时间，只有等回来再宴请你，到时候还望你能赏个脸。这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你也太客气了。对了，振宇兄弟，你在哪里上班啊？林厂长，我在松平机械厂的运输队当司机。林建波心里有些意外，韩振宇穿着朴素，刚开始他以为是附近的村里人要买砖，可他拿来的条子竟然是县武装部的徐主任亲自批的。现在又听他说在松平机械厂上班，觉得自己今天看走了眼。松平机械厂是他们这一片待遇最好的厂子，如果没有过硬的关系，是很难进去的。2人在办公室里寒暄了一会儿后，
韩振宇就把钱先交了，随后便骑着自行车离开了。按上面的数量装，今天下午必须送过去。是，林厂长。收发看厂长亲自过来交代，都没等到下午，就安排人送了过去。苏雪秋正在整理韩磊和孙大树拉回来的物资，就听到外面有人喊他：“振宇媳妇，砖厂的人来给你们送砖了，正在村口等着呢，让你快点去。”哎，来了。苏雪秋锁上门，就匆匆的去了村口。那里已经停了几辆装满红砖的板车，旁边还有好多看热闹的村民。师傅，请问这些砖是韩振宇订的吗？是的，请问这些砖卸到哪里？麻烦师傅跟我往北边走。苏雪秋赶紧在前面带路。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家地基的具体位置，只知道靠近大山，在孙大憨家附近。嫂子，让师傅们把砖卸这边，地方已经收拾好了。好。几位师傅，我们刚刚分家，现在连个锅都没有，家里只有这几个馒头，你们先垫垫肚子吧。那几个送砖的一看是白面馒头，都不好意思要。以前他们给人送砖，就算赶到饭点上，主人家也最多给口水喝，哪里舍得给吃的，更不用说这样的白面馒头了。这么热的天，辛苦几位师傅了，这馒头也没几个，你们分了吧。那就谢谢大妹子了。苏雪秋回去的时候，村口的那些人还没散去，看到他都七嘴八舌的追问：“振宇媳妇，你们怎么买那么多砖？这是要盖几间房子啊？这些砖要花不少钱吧？”是韩振宇买的，我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。你们不是净身出户吗？哪来的钱买砖？这位大婶，要不要把我们的分家协议拿给你看看？哎呦，我就是随便问问，你咋还生气了？既然你们是净身出户，怎么还有钱买那么多砖？我们家的钱哪来的？买了什么东西？难道还要向你汇报？你是哪个牌面上的人？那么大的脸！那女人看他说话这么难听，脸色也拉了下来。我婆婆虽然去得早，但我们还有老爷和小舅帮衬呢。我男人又有正式工作，怎么就不能买砖盖房了？我警告你们，如果以后谁再编排我男人不务正业，说他是小混混，我就天天去你们门口坐着骂。那几个妇女根本都不相信他的话，听他吹牛说自家男人不是小混混，还有正式工作，但也没再继续打听。他们都听杨兰花说了，韩振宇的媳妇脑袋出了问题，动不动就要打人烧房子，万一这娘们犯病了，夜里把他们家的房子点了怎么办？韩振宇回到大队部，看苏雪秋正灰头土脸的在一个简易的灶台上烧水。回来了，你吃饭了吗？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我在老爷家吃过了，你呢？给你带的馒头吃了吗？我吃了2个，剩下的给拉砖的师傅分了。送砖的时候正好赶在饭点上，总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回去。其实苏雪秋一个都没吃，全给了那几个师傅，他吃的是空间里的食物。这是舅妈给摘的菜，晚上韩磊会把粮食送到地基那边，从明天开始就在那边做饭吧。我和老爷说好了，请的工人不包饭，让他们都回家吃，你就做老爷、小舅还有大姨夫的饭就行。大姨家的2个表哥应该也会来帮忙，大概6、7个人的饭，你要是忙不过来，就让小舅家的月娟来帮你，到时候让她跟着你住，也能和你做个伴。韩振宇是怕苏雪秋一个人住在这里害怕，打算让表妹过来陪他。不用了，就这几个人的饭，我一个人能做得过来。老爷和小舅都来帮忙了，如果再让表妹过来，他们家该忙不过来了。如果没有空间，苏雪秋很乐意有人过来和他作伴，但他每天要从空间里拿东西出来，如果有个人天天和他形影不离，那肯定很不方便。那你一个人住这里不害怕吗？没啥好怕的，我晚上又不出去，关上门别人也进不来。晚上尽量不要出去，方便就用夜壶，夜里不要去学校那边。知道了。你休息一会吧，我去看看韩磊他们那边收拾的怎么样了。好。苏雪秋把韩振宇带回来的菜拿到房里，看着那半篮子辣椒，准备做成简易版的酱油醋腌辣子。振宇哥，都收拾好了，你看一下还有哪里需要弄的不？不错，很好。这个门在哪里找的？看起来挺结实的。是我大哥在他老丈人家借的，等你的房子修好后还给他就是。本来准备用我家的那个破木门的，可嫂子说这里离山太近，
怕夜里不安全，让找了个结实点的。挺好，这是工钱，给他们4个发了，剩下是你和大树的。振宇哥哪要得了那么多，一共就干了大半天活，一个人给他们6毛钱就行了，我和大树不要。是啊，振宇哥都是兄弟，帮个忙怎么能要钱呢？这不是打我们的脸。行了，都拿着，别让来让去的。我明天晚上我就要走了，盖房子的事你们俩多操点些。我姥爷和小舅毕竟不是这个村的，做事没你们方便。还有你嫂子那里，让你们媳妇多往那边去看看。振宇哥，家里你放心，有我和大树帮你看着呢。好兄弟。对了，振宇哥，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让我爹去问了村里几个靠谱的泥瓦匠，他们听说每天开8毛钱，都很愿意来。我爹找了7个人，加上我和大树，一共9个人。现在地里不算忙，如果孙叔有时间，让他也过来给我帮帮忙。还有磊子，你大哥不是也在家吗？把他也叫来一起干。韩磊和孙大树明白，振宇哥说让他们过来帮忙都是客气话，这是想让他们多挣点钱。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，一天8毛的工钱可不少，多的是人抢着干。振宇要得了那么多人吗？我和你嫂子住在大队部，很不方便，想尽快搬过来，所以准备多找几个人。等会儿我再去和孙大汉说一声，让他也过来帮忙。振宇哥，我们一定好好干，早点把房子给你盖好。行，你们先回去歇着吧，我今天在这边住，晚上直接把粮食送到这里就行。知道了，振宇哥。孙大哥在家吗？是振宇兄弟啊，大憨上工还没回来，你进来坐吧。嫂子，我来和你们说一声，我姥爷和我小舅听说我要盖房子，就找人帮我买了些红砖，所以砖坯就不用做了。哦，是这事啊，你媳妇上午就和我说了，现在做砖坯也来不及了。你那个后娘真不是个东西，那么急把你们给赶出来，真是作孽，她也不怕遭报应。韩振宇顿了一下，他不知道苏雪秋怎么和王凤琴说的，所以也不好乱接话。嫂子，我明天就开始盖房子了，如果孙大哥有空，就麻烦他去给我帮几天忙。有空有空，咱们以后就是邻居了，就算你不来喊，他也会去的。那我先谢谢孙大哥和嫂子了，因为我明天要出一趟差，我媳妇一个人在家忙不过来，所以就不管饭了，每天开8毛钱的工钱。哎呀，不就是帮几天忙吗？咋能要钱？嫂子，请外人还要给钱呢，自家兄弟更不能亏待了。韩振宇和他寒暄了2句，就匆匆的离开了。韩振宇没有直接回家，又去了村里的木匠家，准备去他家看看有没有做好的桌子凳子啥的。盛文忙着呢。振宇，你咋来了？你现在干啥呢？我都有半年没看到你了。在机械厂开车呢。韩振宇没有隐瞒，这事反正也不是啥秘密了，村里人早晚都要知道。你小子行啊，机械厂都被你进去了，如果被村里那些长舌妇知道了，恐怕要惊掉下巴。运气好而已。盛文，你这里有没有做好的桌子、凳子，还有柜子啥的？有，我刚做出来，打磨好，在东屋放着呢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这张桌子和4个凳子我要了，我要盖房子了，你准备些好点的木材，帮我做门窗还有家具。你把桌子和凳子钱扣下，剩下的就当定金。咱们俩还要啥定金？等做好了一起算。拿着，你买材料还不是要用钱，你多准备点材料，我要多做几个柜子。行，没问题。你想做啥样的？我回去和我媳妇商量一下，这事不急，房子都还没盖呢。那桌子和凳子先放我这里，还是给你送过去？我现在就要拉走，你家的板车借我用用。行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拉过来。韩振宇把东西拉到大队部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。你回来了，这是买的吗？在村里木匠家买的，我还订了木料做门窗和家具。你喜欢什么样的款式就告诉韩胜文，他会按照你说的做。好，快吃吧，尝尝这个腌辣椒怎么样？很好吃。如果你喜欢吃，那我就多做点。我看村里很多人家都种了辣椒，到时候我去看谁家有多的去买一些，做好放起来慢慢吃，这个可以保存很久呢。韩振宇看着他亮晶晶的眼睛，连忙垂下眼帘。他觉得再看下去，自己恐怕真的要陷进去。好啊，我今天在村里买了些鸡蛋，明天姥爷和小舅他们不是要过来帮忙吗？到时候给他们炒着吃。其实鸡蛋是他从空间拿出来的，反正韩振宇也不关心这些，更不会多嘴的问他在谁家买的。等会儿我再拿些钱和票给你，需要什么就去买。不用，我这里还有20多块钱呢，等用完了再和你要。苏雪秋不知道他有多少钱，他不知道修4间砖房需要多少钱，但几百块钱肯定是要的。韩振宇没说什么，
还是准备走之前给他再留点钱。你剩那么一点，怎么吃得饱？我中午吃了2个大馒头，现在还不怎么饿呢。以后别舍不得吃，我养得起你。苏雪秋被那句我养得起你说愣了，有种无法言说的情绪在心里蔓延。吃过晚饭，两人又商量了一下房子里面的结构。韩振宇就扛起他的2床被子和一身换洗衣服。我让韩磊在村里帮着买了些粮食，夜里他要送过去，我今晚就去那边住了。你把门关好，早点休息吧。苏雪秋求之不得，他今天一天都在想，就这么一个小床，两人晚上怎么睡？现在韩振宇要住到那边去，这样就省得尴尬了。韩振宇看他这么高兴，心里竟然有点失落。苏雪秋把门关好，在空间里拿了一本书看起来。等村里都安静下来，他把热水壶的水倒进木桶里，提着桶进了空间。他下午试了一下这个空间，里面的水电虽然都不能用，但如果从外面提水进去，是可以冲厕所的。他以后就能在空间里洗澡上厕所。洗完澡，他去厨房里看了一下自己的物资，按这几天拿出去的量，里面的东西根本都吃不完。不过韩振宇明天就走了，我做饭的时候可以把空间的东西加点进去，这样就不会浪费了。苏雪秋每个房间都进去看了一遍，最后躺在自己2米宽的大床上，舒服的叹了口气。真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，还是自己的房子住着舒服。第二天刚蒙蒙亮，苏雪秋就做好了早饭，挑着就去了地基那边。刚到就看到韩振宇正在刷那个大。你怎么起那么早？睡醒就起来了，你先吃饭吧。你呢？我吃过才来的。韩振宇刚吃过饭，他姥爷和小舅就推着板车到了，上面放着铺盖和换洗衣服，还有2篮子菜，一袋粮食。老爷、小舅，你们这么早就到了，这是半夜就开始赶路了？你昨天说要修房子，你姥爷高兴的不行，一个晚上都没怎么睡，鸡还没打鸣就开始喊我起了。老爷，来那么早干啥？这天都还没亮呢。不早了，工人应该也快到了，别耽误了干活。老爷好，小舅好。哎，好孩子，这是老爷的一点心意，拿去买糖吃。这是我和你舅妈的一点心意，别嫌少。老爷、小舅，我不能要。拿着吧，是长辈的心意。谢谢姥姥、老爷，谢谢小舅和小舅妈。你们俩都是好孩子，既然分出来了，以后就好好过日子。我知道了，老爷。走，带我去看看地基。苏雪秋知道他们肯定还没吃饭，就赶紧去做了几张鸡蛋饼，又冲了2碗蛋花水。韩振宇，让老爷和小舅过来吃饭吧。知道了。杜老爷和杜小舅吃饭的间隙，本村的工人陆陆续续的都来了。韩振宇的大姨父和2个表哥带着7、8个工人最后到的，他们也提了一大篮子菜和大半袋土豆。杜老爷指挥划线、和泥、搬砖，没一会儿就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。苏雪秋帮不上忙，就去了村里，他要去问问谁家种的菜多，让你帮忙留一些。那么多人，可不少下菜。经过知青院的时候，他往里随意瞄了一眼，正好被院里的女知青孙月仙看到了。哟，这不是苏雪秋吗？怎么你男人又走啦？是不是又耐不住寂寞来找刘华军了？要不要我帮你喊他？苏雪秋听了他的话，脸色未变，眯着眼看着曾经陷害他的女人，突然朝知青院大声喊道：曹小波，孙月仙说他喜欢你很久了，问你愿不愿意和他处对象，说他愿意为你生为你洗，如果你不同意，他就单身一辈子。他这爆炸性的话题把知青院的人都给震懵了，屋里的人都纷纷走了出来。我愿意，我愿意，小仙女，我也喜欢你，别说处对象，立刻结婚都行。小仙女，俺稀罕你，俺要和你生只小猴子。孙月仙被苏雪秋气得极尴尬又气愤，他万万没想到，以前任他们欺负的苏雪秋竟敢这么干。他瞥了一眼其貌不扬、眼神猥琐的曹小波，急忙解释道：曹小波，你别听苏雪秋乱说，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，以后也不会喜欢你的。孙月仙，你怎么这样？你都和我说好几次了，说别的男人都入不了你的眼，还说你这辈子非曹小波不嫁，让我帮你和他说，现在怎么又不承认了？你不会是耍人玩的吧？还是你又移情别恋了？说完，苏雪秋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刘华军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找到条件更好的了。虽然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，但孙月仙你见一个喜欢一个，这样真的很不道德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见一个喜欢一个？你如果再乱说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孙月仙，人不能不要脸，更不能这山盼着那山高。如果你老是这么势利眼，是得不到纯粹的感情的。好男人也不会喜欢你这样的女人。孙月仙快被他气死了，想骂几句恶毒的，但刘华军就在院里站着，他不能破坏自己的形象。孙知青，我对你的人品非常失望，为了不受你的影响，现在我郑重的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苏雪秋和你绝交，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咱俩就当不认识吧。
见了面也无需打招呼，毕竟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说完，又看着满脸失落的曹小波，心里那叫一个痛快。这个曹小波以前可没少帮孙月仙欺负。曹知青，虽然你长得一般，但你的灵魂很干净，我觉得你可以配更好的姑娘，不要着急，最适合的那个总会姗姗来迟。苏雪秋就差明说，孙月仙虽然有一张漂亮的皮，但她的灵魂是肮脏的，根本就配不上你。曹小波被喜欢的姑娘当众拒绝，本来有些难过，现在听苏雪秋这么夸他，自豪的挺了挺胸。苏知青，你真有眼光。苏雪秋忍着笑，又鼓励了他几句，就扭头走了。本来以前的事他都不准备追究了，可孙月仙偏要跳出来秀存在感。刚才他还看到了苗丽丽和曹敏在院里幸灾乐祸的看热闹。原主嫁给韩振宇，这俩小搭搭可没少出力。秋叶婶在家吗？在。谁呀？婶子，是我。哎呦，振宇媳妇，你们不是在盖房子吗？咋有空过来？你今天来是有啥事吗？婶子，是这样的，我姥爷和小舅他们在这里帮着盖房子，可我家里连点菜都没有。韩振宇说去城里买，我想着婶子家里种那么多，我们又何必舍近求远，让婶子挣两个钱不好吗？以前我刚下乡的时候，婶子帮我那么多，我这心里都记着呢。振宇媳妇不就是一点菜吗？这在咱农村又不值啥，你去地里随便摘，也别说啥钱不钱的了，都是一个村的，一点菜都要收钱，那我可没脸出去见人了。婶子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我家盖房子也不是3天2天的事，需要的菜不少，我不能这么占你家的便宜。如果你不收钱，菜我肯定是不好意思要的，也只有去别家买了。振宇媳妇，你这么客气，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婶子，您种点菜也不容易，给钱是应该的。行行行，就依你，那我去给你摘。婶子，今天不用，我姥爷和大姨夫带了些菜过来，等吃完了我再来婶子家里摘。行，我给你留着，你随时过来。婶子，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自留地都还在老韩家没分出来。等我们盖好房子，种菜也晚了。我想着你家能不能多种些白菜和萝卜，到时候卖点给我腌酸菜。这值啥？我多种几垄，到时候给你拉辆车过去。那就谢谢婶子。苏雪秋从秋叶婶家出来，正好碰到杨兰花和韩振明母子。听说你们要盖房子，而且还是砖房，你们哪来的钱？我们是不是盖房子？盖啥房子？钱够不够？关你屁事！你打听那么清楚，难道是良心发现了？想分点家产给我们？老韩家8代贫农，能有什么家产？就那几10块钱还被你给讹走了，家里的玉米面也被你们偷了，现在又找我要家产，你真是贪得无厌。老韩家娶了你这样的儿媳妇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你这个恶毒的老大大，看我姥爷和小舅帮我们盖房子，你是不是嫉妒的晚上都睡不着觉？告诉你，离开你们家那个狼窝，我和我男人的好日子在后头呢，眼红不死你。看杨兰花和韩振明脸色铁青，苏雪秋也沉下了脸，她低声警告两人，以后别招惹我和我男人，要不然我就去你儿子的学校找他们校长唠嗑。还有你那个引以为傲的亲家，信不信我把你儿子这门亲事给鼓捣黄了？你敢？我这人一向说到做到，你可以试试我敢不敢。我劝你们不要招惹一个疯子，因为我疯起来连自己都怕。母子俩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脸色非常难看。娘，我看这女人真的有些不正常，你以后不要再搭理他们了，万一她到学校里去闹，儿子的工作恐怕就更难了。杨兰花虽然不甘心，但也知道儿子的前途更重要。娘知道，不会给我儿惹麻烦的。韩振宇上午先去了一趟厂里，确定今晚发车的时间，然后又去了一趟供销社。昨天太匆忙了，有很多东西都忘了买。振宇，你怎么买那么多？是家里要办啥事？这个售货员叫方香云，韩振宇前几年在黑市倒腾东西的时候认识了他的男人袁立，打了几次交道，都觉得对方的人品信得过，后来就越走越近。韩振宇逢年过节还会去袁立勇家里走动。云姐，我分家了，正在盖房子，需要的东西比较多。是吗？走，我带你去后边库房看看，这些都是选出来的瑕疵品，还没来得及往外摆，你看有没有用得上的？方香云虽然说是瑕疵品，但韩振宇心里明白，这是供销社内部自己留下来的福利品。他选了2样，一个瓷盆和一个手电筒。手电筒让老爷和小舅在地基那边用，瓷盆就给苏雪秋。虽然他昨天买一个了，但那女人很讲究，洗脸和洗脚要分开。再拿1样吧，我们每人可以拿3件，我没什么要买的，都给你了。这2样就够了，谢谢你云姐。
那行，以后需要什么提前告诉我，我给你留着。好的，云姐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杜老爷知道他下午就要回厂，晚上还要开夜车，吃过饭就赶他回去睡觉。这里不用你管，有我和你小舅，还有你姨夫呢。你好好休息，在外面注意安全。韩振宇只有和苏雪秋回了大队部。苏雪秋怕打扰他休息，也是在房里待着不自在，收拾了几件衣服放在盆子里。你睡吧，我去把这几件衣裳洗了。你等等，工人的工钱我已经给老爷了，这100块钱你拿着，用作日常开支。苏雪秋想了想，就把钱收下了。盖房子是大事，万一有什么事，韩振宇又不在家，他手里有点钱也安心。你放心，这钱我不会乱花的，如果用不着，等你回来我再给你。这钱本来就是给你用的，你喜欢什么就买，包完了我再给你。韩振宇躺在床上，闻着枕头上淡淡的香味，感觉浑身燥热。看了看时间，快4点了，知道这个觉是没法睡了。起身和苏雪秋说了一声，骑车就去了厂里。回到厂里，韩振宇先去宿舍拿了饭盒，然后就去食堂吃饭。这时工会的陈红和朱艳丽说说笑笑从办公室出来，正巧看到了不远处的韩振宇。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你下午还念叨人家呢，这不就出现在你面前了？朱艳丽，你乱说什么？谁念叨他了？如果真喜欢就早点下手，我可听人说了，咱们厂有好几个姑娘都对他有意思，如果被人抢先了，你可别哭鼻子。你听谁说的？咱们厂还有谁喜欢他？韩振宇刚来机械厂的时候，他就喜欢上了。可韩振宇经常出差，回来了也不在厂里住，所以2人也没见过几次面。陈红对自己的条件非常自信，她长得漂亮，父亲还是一车间的主任，姑姑又是工会副主席，这厂里还真找不出几个比她的条件好的。他认为，如果韩振宇知道自己喜欢他，肯定也会答应的。哎呀，你别管是谁了，既然喜欢他，就赶紧把握住机会。我这有2张电影票，本来是准备和我对象去看的，现在给你吧。陈红本想让韩振宇知道自己的心意后，让他表白的，可听朱艳丽说还有别的女人喜欢他，心里也有点着急了。韩振宇，你是去吃饭吗？这个女人要抢夺别人的老公，只因她爸是车间主任，她姑姑是工会副主席。韩振宇，你是去吃饭吗？韩振宇看2人有些面熟，想起是工会的干事。对，去食堂吃饭。刚好我们也去饭堂，咱们一起吧。韩振宇听他说一起去饭堂，就觉得不妥。他一个大男人和2个不熟的姑娘一起去吃饭，这算啥？被别人误会了怎么办？他可是有媳妇的人。正准备开口拒绝，突然从后面跑过来一个男子。韩振宇，发车的时间提前了，赶紧去吃饭了。来人正是运输队的李少华，他这次和韩振宇开同一辆车去南边。陈红看着走远的韩振宇，撅着嘴，心情变得非常低落。哟，舍不得啦！司机虽然经常出差，但他们工资高啊，听说还有外快。如果你们俩真的成了，日子肯定不比你在娘家过得差。陈红听了更加烦躁，他很喜欢韩振宇，想和他天天在一起。当司机虽然挣得多，但1个月有大半的时间在外面。如果以后2人结了婚，那他不是要独守空房？和没结婚又有什么区别？我觉得找个司机挺好的，不经常在家，2口子没有厌倦期，每次回来都像小别胜新婚，想想就觉得刺激。我让你乱说，我让你乱说，我可没乱说，你脸都红了，是不是说到你心里去了？再说我撕你的嘴了。前2天工会的陈干事向我打听你呢，我觉得他肯定对你有意思，那姑娘长得挺漂亮的，家庭条件也好，您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少华，别乱说，我已经有媳妇了。你说啥？你有媳妇了？你啥时候结的婚？我已经结婚半年了。那怎么没听你说过？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是个媳妇迷，天天把媳妇挂在嘴上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娶媳妇了。李少华是运输队一个领导的侄子，年龄虽然只比韩振宇大1岁，但已经在机械厂开4年车了。他媳妇在食堂上班，小2口感情特别好。韩振宇，你媳妇是不是你后娘帮你找的？他拿韩振宇当他最好的兄弟，有什么事也会和他说。可这小子却不声不响的结婚了，连提都没和自己提过。别瞎想了，我媳妇是知青，她不喜欢热闹，所以就没有办酒席。真的？以前和他们住在一起，不方便请你们去做客。现在我们已经分出来了，我媳妇正在盖房子，等收拾好以后，请你和你媳妇去家里吃顿饭，认识一下。
你结婚那么大的事，好歹和我说一声，我也好表示一下心意。行了，咱俩就别说那些客套话了，快点吃饭，马上就到发车的时间了。两人快速的扒完饭，就拿着饭盆出了食堂。陈红和朱艳丽正在排队打饭，看着匆匆出去的两人，陈红想追出去。艳丽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妈今晚让我回家吃饭，要不你和我一起去吧？那你怎么不早点说？那你赶快回去吧。今天有我喜欢吃的菜，我就在饭堂吃。那好吧，艳丽，我先走了。陈红小跑着去了运输队，她想再偷偷看一眼韩振宇。到运输队的时候，只看到最后一辆车的屁股。妈，你包饺子啦？什么馅的？猪肉酸菜。今天运气好，早晨抢了2两肉，赶紧去洗手，马上吃饭了。红红，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晚？爸，我和朱艳丽说了会话。陈红没敢说实话，她还不知道韩振宇什么意思，所以不敢和家里说。红红，朱艳丽马上就要结婚了吧？说是年底结，真快呀！一晃眼，你们俩都20了。红红，你是咱们家最小的，爸妈本想多留你几年，可又怕耽误你。妈，我还小呢。可和你一般大的艳丽都要结婚了，如果爸妈再留下去，好小伙都被人家挑走了。谁爱挑谁挑，我才不稀罕呢。你不稀罕，爸妈可着急了。我们可不舍得宝贝闺女在家里当老姑娘。今天我碰到你孙阿姨，她家小儿子今年24岁了，在邮局工作。我和你姑姑今天去看了一眼，都觉得小伙子不错，要不安排你们俩见个面？妈，我不见。爸妈，我吃饱了，先回房了。于慧敏和陈东升都是人精，看闺女反应这么激烈，两人都猜到这丫头恐怕心里有人了。你过去问问。红红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想找对象吗？还是不喜欢孙阿姨的儿子？不喜欢也没关系，爸妈再给你找更好的。这毕竟是一辈子的事，肯定得你自己喜欢才行。陈红犹豫了一会儿，吞吞吐吐地说：妈，我有喜欢的人了。你这丫头也真是的，这是啥时候的事？你怎么也不告诉妈，那男孩子是咱们厂的吗？妈，我们俩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他是我们厂运输队的司机。那小伙子叫什么名字？他家里都有什么人？爸妈是干什么的？他家好像是农村的。于慧敏听说是农村的，皱了皱眉头。那他是临时工还是正式工？听说马上就转正了，户口也会迁到厂里。听到说快转正了，于慧敏的脸色好看了一点，但还是不放心，又笑着套闺女的话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你爸经常和运输队的人打交道，有可能还认识呢。他叫韩振宇。于慧敏看闺女满面娇羞，知道这是陷进去了。红红怎么说？说是农村的，现在是运输队的司机，叫韩振宇。看那丫头的样子，应该是上心了。你明天去打听一下，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把闺女给迷成那样。也不知那男孩是看上了咱家的条件，还是真看上了咱们红红。他一个农村人能进咱们厂的运输队，肯定有点本事，应该不是为了咱家的条件和红红处对象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那小伙子是真喜欢我们家红红？现在还不好说，你不用着急，明天我去运输队打听一下，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再想办法把他们分开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夫妻两人都觉得自家条件优越，闺女长得又漂亮，还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可他们千猜万想，也没想到是自家闺女一厢情愿，而且对方还是一个有媳妇的人。苏雪秋傍晚回到大队部，正好碰到大队长来给他送信。苏知青，有你的信，海城寄过来的，应该是原主的便宜爹娘寄来的。谢谢大队长。回到屋里，苏雪秋把门关好，才把那封信给拆开。信封里有3张纸，先是苏母以家长的口吻叮嘱他，说他既然结婚了，就好好在乡下过日子，不要总想着回城。接着苏母又特别强调了几点，说现在城里的日子也不好过，工厂的效益也大不如前，还不如他在乡下安稳。字里行间都是在告诉他，家里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处，希望他打消回城的念头。最下面一张是苏写下写的，就是抢他对象的那个二姐。雪秋啊，我已经和于文浩结婚了，他父母非常喜欢我，还给我买了3大件。咱们小妹雪冬本来也要下乡的，但咱妈舍不得，把工作让给了她，自己在家里替大哥带孩子。苏雪秋看着信冷冷一笑，
这是苏写夏故意刺激她呢。姐妹俩从小就不和，大哥和小妹也向着嘴甜会哄人的苏写夏。苏写秋冷笑着把信看完，就找出纸和笔，写了一封回信。既然家中已无我容身之地，父母心中亦无我这个女儿，那么自此以后，就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我不会再想着回城，也不再对你们心存期望。以后不要给我写信了，也不必将家中之事告知于我。我会识趣的待在乡下，不去打扰你们一家的天伦之乐。等以后我发达了，希望你们也不要厚脸皮的贴过来沾我的光。不是怕我回去坏你们的好事吗？那我就跟你们断绝关系。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过各的日子，谁也别占谁的便宜。写完信，苏写秋熄灭灯，就进空间加餐去了。吃饱喝足后，苏写秋就想着有时间去闻一下秋叶婶子，看她最近这几天要不要进城，到时候和他们一起去，顺便把信寄出去。现在的日子真的很舒服，这里虽然艰苦，但压力没那么大，也不用像上辈子那样和同事勾心斗角。第二天天不亮，苏写秋就提着个篮子去了地基那边。到宅基地那边，杜老爷和杜小舅已经在干活了。老爷、小舅，你们这是什么时候起来的？歇会吧，等吃了饭再干。朕与媳妇过来了，没事，这些都是小活，不累。打了声招呼，苏写秋也急匆匆的去做饭了。苏写秋先炒了几个鸡蛋后，又熬了一锅大碴子粥，就开始烫面包包子。杜小舅回来拿东西的时候，看到苏写秋做的饭，有些心疼。朕与媳妇早晨就熬点碴子粥，吃点咸菜就行了。你咋还包包子？用的还都是白面。小舅，我里面还加了高粱面呢。你们干的都是下力气的活，光吃粥怎么行？小舅不用担心，韩振宇走的时候买了很多粮食呢，够咱们吃的。少做点，也不用做那么好。我们在家里也是吃大碴子粥就咸菜，都习惯了。知道了，小舅。苏写秋一共包了30几个包子，想着那天孙大憨媳妇又是帮着烧开水，又是帮着下砖，被把这个人情去还了。苏写秋拿着包子先去和杜老爷打声招呼。老爷，饭已经做好了，凤琴嫂子昨天帮了不少忙，我去给他们送几个包子，你们差不多了也回去吃饭吧。好的，朕与媳妇。说完，苏写秋就拿着包子去了苏大憨家。朕与媳妇不错，识大体，也会来事，以后小两口的日子差不了。爸说的对，我也觉得这姑娘行，说话敞亮，做事干净利索，和振宇很般配。弟妹做的饭也好吃，同样的菜比我娘和我媳妇做的味道好。振宇媳妇炒菜放那么多油，还放了肉，当然好吃了。你娘都是用水煮，最多加点盐，能好吃才怪。让你饱肚子就不错了，你还挑三拣四的，真是欠收拾。晚上工人回去的时候，墙已经砌了快2米了。照这个进度，5天都能把主体做起来。苏写秋回到大队部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因为明天还要早起。苏写秋简单洗漱了一下就赶紧睡了。夜里苏写秋睡得正沉的时候，苏写秋被撬门的动静给惊醒了，吓得惊出一身冷汗。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他把空间里那把砍骨头的刀拿出来，接着走到门前。他不知道外面有几个人，也不知道外面的人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撬门，但无非就2点：劫财或劫色。苏写秋透着月光从门缝里往外看，他隐约看到门外有一高一矮2个人，虽看不清样貌，但看身形应该是男的。苏写秋沉思片刻，然后学着《聊斋》里面的女神阴森森地说：两位仁兄，请问你们是来找我的吗？2人被这突然的声音吓了一跳，棍子也掉在了地上。两位仁兄为何夜里来找我？我这副面容晚上出去会吓着你们的。你是谁？你问我是谁？仁兄，你们怎么能把我给忘了？我都已经在这里等你们1000年了，你们俩为何现在才来？真是让我好等啊！我今天就带你们走。怪，有鬼呀！那2人跑得跌跌撞撞，苏写秋观察到其中一个人的脚有点跛，跑起来一拐一拐的。哼，有那么明显的特征，那就好找了。3花大队可没有几个跛脚的。苏写秋准备明天去村里打听一下，确定是谁后，再想办法收拾他们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苏写秋就去学校那边打水了。魏老师早上好。早上好。魏正元本来都过去了，想了想又停了下来。苏知青，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？好像是一个女人的笑声，挺恐怖的。我媳妇吓得1个晚上都没睡着。女人的笑声？我没听到，昨天忙了一天，
我躺在床上就睡着了，一觉到现在。魏老师，昨晚是出了什么事？没事，没事，可能是我媳妇听错了。苏知清，你赶快去打水吧，我先走了。魏老师，你慢走。看来昨夜自己笑的确实挺恐怖，连学校的魏老师和他媳妇都听到了。也不知昨晚那2个恶棍吓尿了没有。苏雪秋打了2桶水，洗漱好就去了地基那边给老爷做饭。等大家吃过饭，苏雪秋就去村里打听那2个人的信息。刚走到知青院，就看到孙月仙和曹敏从院里出来，2人边走边别说笑。他们俩看到苏雪秋，眼神还心虚的闪了闪。苏雪秋突然想到什么，决定炸一炸他们。我和你们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3番2次的害我？我和你们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3番2次的害我？你说什么？谁害你了？就是上次的事，本来我都要回城了，你们俩故意撕烂我的衣服，正巧被路过的韩振宇看到了，害我不得不和他结婚。你们毁了我的幸福，我恨你们一辈子。孙月仙和曹敏看他跑了，都大松了口气，还以为苏雪秋猜到昨晚的事也是他们俩设计的呢，原来是纠结以前的那件事。不过看这女人生龙活虎的样子，那2个蠢货应该是没有得逞，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等会上工的时候，找机会问问他们俩咋回事。2个大男人都对付不了1个女人，有便宜都不会占，真是笨死了，活该他们打光棍。要说知青院里谁最恨苏雪秋，那肯定是曹敏了。他和刘华军都是经世人，也是同一批来3花大队的知青。刘华军看到漂亮温柔的苏雪秋，立刻对她展开了热情的追求。可原主喜欢的明明是城里的那个渣男，都没正眼看过刘华军。曹敏却把苏雪秋当成报复的对象。孙月仙也喜欢刘华军，但他只是暗恋，从来不敢拿到明面上说。所以苏雪秋就成了他们俩的眼中钉肉中刺，不除不快。敏敏，我有点担心，万一被人知道这事和咱俩有关系，恐怕不会像上次那么好脱身了。月仙，你多虑了，这事如果成了，就是苏雪秋那贱人耐不住寂寞，主动勾引张瘸子和孙大鼻涕，和咱们俩有啥关系？话是这么说，可万一出了事，张瘸子和孙大鼻涕把咱们俩供出来怎么办？如果真的东窗事发，那2人也不会承认的。如果他们说是被苏雪秋勾引，最多名声难听一点，可如果承认了，那可就是流氓罪了。放心吧，那2人虽然长得磕碜，但他们可不傻。苏雪秋已经确定了帮凶，就立刻去村里找凶手了。他先去了秋叶婶子家。婶子在家吗？在呢，是振宇媳妇吧？你直接进来就是。婶子，我想做点腌辣椒，不知道你家种的辣椒多吗？有，多着呢。走，我去给你摘。没一会儿就摘了一篮子辣椒。婶子，我刚才路上碰到一个走路不太方便的后生，感觉挺面生的。咱们队有这样一个人吗？我咋一点印象都没有？那人是不是这样走路？对对对，婶子学得太像了。他是我们村的吗？好像没看到过。是我们村西头的张瘸子，小时候发了一场高烧，脚就成那样了，那不是个好东西，别搭理他。婶子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那不是个好人，看人的时候恶心得很。他都30多了还没娶媳妇，看到个女的都走不动路，你以后看到他躲着走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婶子。和他一起的那个男人，我觉得也不像好人，看人的眼神和那个张瘸子一模一样。你说的是不是孙大鼻涕？我不认识孙大鼻涕，不知道是不是他。他的眼神有点吓人，所以我没敢看，只记得个子不高，人也挺瘦的。就是他，又馋又懒又窝囊，27、8了，连个媳妇都没有。他娘又泼辣得很，这10里8村的没人愿意和他家结亲。咱们队咋有这样的人？婶子，那他们2家住在哪里？我害怕，以后要躲着他们走。他们2家都住在最西边，挨着河边的高粱地，离你们家的新房子还有好远呢。你平时也走不到那里去。哦，我知道婶子说的哪一家了，是不是上次下雨的时候院墙被冲塌的那个？对对对，就是那一家。那个院子是张瘸子家的，他后面是孙大鼻涕家。苏雪秋把仇人的家庭地址打听清楚，和秋叶婶子聊了会八卦，又把腌辣椒的方法教给他。苏雪秋看时间不早了，就提着篮子匆匆地回了地基那边。经过知青院的时候，苏雪秋在门口停了一会。我本不想理你们和原主之间的恩怨，因为那些和我没关系。可你们偏不消停，非要过来招惹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可不是任人拿捏的原主，既然你们敢出如此下作的损招，那我绝对会来而不往非礼也，让你们也尝尝被陷害的滋味。
下午，苏血秋跟秋月婶子一起进城。苏血秋除了要去寄信外，还想趁此买些老鼠夹子。从城里回来后，苏血秋把老鼠夹子放在空间里，准备夜里放到门口。然后从零食堆里找了一些上这年代相似糊点心，又在厨房拿了一条五花肉、一块牛肉和一只鸡放在篮子里，打算把这些东西拿去老爷那边的房子，正好可以说是今天去城里买的。从老爷那边回来，天已经黑了下来。张瘸子和孙大鼻涕不是想女人吗？那自己就做件好事，一人给他们送个媳妇吧，也省得他们一天到晚的整些歪门邪道，祸害别人。苏血秋用左手以曹敏的名义给孙大鼻涕写了一封表白信。孙哥，咱们认识也有不短的时间了，在我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就被你的男子气概给吸引住了。这些话我不好意思当面说，只有偷偷的给你写信，希望你不要笑话我。我做梦都想和你结婚，想天天和你在一起，想给你生一窝儿子，但我又怕你知道我的心意后笑话我，所以每次见你的时候才故意对你冷淡的。可你一个大男人也不知道主动，我多希望你能强势的把我抱在怀里亲亲，然后再……昨天我就是随便试探一下你，谁知你夜里真的去找了那个女人，真是气死我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再不主动的追求我，我就去找别的男人了。接着又以孙月仙的名义给张瘸子写了一封更加火辣的信。写完信，他把门锁上，就走村外的小路去了西头。孙大鼻涕和张瘸子昨晚被吓到了，今天都没去上工，在家里睡了一天。其实他们昨晚从苏血秋那里回来后就反应过来了，知道那鬼肯定是苏血秋装的，所以下午两人合计准备今天晚上再去一趟。可还没到他们行动的时间，孙大鼻涕就听到了外面的敲门声，他以为是张瘸子，所以问也没问就打开了门。这啥玩意儿？孙大鼻涕把门口的信捡起来看，虽然他只上了3年小学，但上面的字也勉强看懂了。敏敏，我也喜欢你，敏敏。大龄光棍被城里来的漂亮女知青喜欢上，那激动湖心情可想而知。可当孙大鼻涕冷静下来，就觉得这是不对劲了。曹敏那么高傲的人，怎么可能会看上他？所以孙大鼻涕准备先去找张瘸子商量一下。孙大鼻涕刚出来就被苏血秋吓了一跳。你是苏血秋？没错，就是我。去把张瘸子也叫出来，我教你们怎么不花1分钱就能把白白嫩嫩的媳妇娶回。我教你们怎么不花1分钱就能把白白嫩嫩的媳妇娶回家。去把张瘸子也叫出来。你为什么要帮我们娶媳妇？你有什么目的？你以为我不知道昨天晚上是谁让你们去撬我的门？哼，你和张瘸子好大的胆子，难道不知道我男人是谁？想占我的便宜，以为我男人能饶得了你们？孙大鼻涕沉默了一会儿，知道这女人已经摸清了他们的目的，所以就全部交代了，也是为了推卸责任。是曹敏和孙月仙让我们去的，他们说韩振宇根本都不待见你，还说你胆子小，占了你的便宜也不敢吱声。那你觉得我胆子小吗？如果我男人不待见我，干嘛要修大瓦房给我住？你和张瘸子是不是傻？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被那2个女人当枪使了都不知道。孙大鼻涕没有说话，站在那里不知在想什么。我劝你最好别动什么歪心思，要不然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我既然敢现在过来找你们，就已经准备好了退路。是想白得一个媳妇，还是想挨收拾？你们自己选吧。我去叫张瘸子出来。大概过了5、6分钟，两人才从张瘸子家出来。张瘸子一看到苏血秋就嘿嘿一笑。苏知青，你就算不来，我们哥俩也准备去找你的。是吗？早知道你们有这个胆量，我应该在家里等着你们，何必大老远的跑过来？混蛋，你想死别拉上我。张瘸子一向听孙大鼻涕的，被这么一训斥，也不敢乱说了。苏知青，我怎么才能娶到曹敏？我要娶孙月仙当媳妇。哼，想娶他们还不容易吗？苏知青，你觉得曹敏和孙月仙会愿意嫁给我们俩？难道你是耍我们的？谁都知道我们两家条件不好，连村里的寡妇都不愿意给我们当媳妇，更不要说城里来的姑娘了。那2个天仙一样的人能看上我们？没想到你们还挺有自知之明，也知道自己不光长得磕碜，连家里条件也不好。是个人都知道他们不会愿意，难道你们就不会想想法子？还真以为媳妇会自动钻到你们被窝里去？苏知青，难道你有什么好办法，能让他们俩心甘情愿的给我们当媳妇？只要能娶回家，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又有啥关系？苏知青的意思是，像你和韩振宇那样。我们2口子虽然是阴差阳错在一起的，现在过得不是也挺好？这男人和女人只要上了炕，成了2口子，如果再生个娃，那女人就算再不乐意，
看在孩子的面上，不也得和你们死心塌地的过日子？现在天气热，大家都喜欢去河边洗衣裳。曹敏和孙月仙怕晒，基本上都是早晨过去洗。那个时间段也没啥人，万一踩到了什么掉到水里，你们俩来个英雄救美，这好事不就成了吗？可是我不会游泳，怎么救？难道你们家就没别人了？把人弄上岸，你抱着回村不就行了？到时候不光白得了个媳妇，大家还要夸你是英雄呢。他看了一眼沉默的孙大鼻涕，就知道这人听进去了。他比张瘸子聪明，也更有心机，看来把曹敏弄回家当媳妇是早晚的事。听说知青院的男生和村里的几个出色的后生也喜欢他们，如果你们行动慢了，那媳妇还不知道是谁的呢。说完，苏雪秋就回去了。两人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都觉得这个娘们是真厉害。瘸子，昨晚幸亏咱们跑得快，要不然咋死的都不知道。孙老二，你说那娘们会不会把昨晚咱们俩去撬门的事告诉他男人？他奶奶的，真是倒霉！你说咱们干嘛要听那俩女人的挑唆，去招惹那小混混的媳妇？这不是找揍吗？现在说这些也晚了，既然得罪人的事已经干了，那就不能再让到手的媳妇给跑了。两人在张瘸子屋里合计了半宿，天一亮就去了河边转悠踩点。有杜老爷和杜小舅在这里看着，房子盖得很快，才10天的时间就已经封顶盖瓦了。振宇媳妇，今天就能把瓦盖好了，我等会把工钱给他们结了，明天就不让他们来了。剩下的活我和你小舅还有你大姨夫再干几天也差不多了。老爷，这还有不少活呢，让韩磊和孙大树还有孙大憨再跟着干2天吧，这样你和我小舅还有大姨夫也能轻松些。苏雪秋想着这段时间他们仨帮着操了不少心，怎么说也要让人跟着干到底。也行，我和你大姨夫还有小舅垒火炕打枣，让他们几个跟着打杂。随后苏雪秋又和韩胜文商量了一下新房的家具打造，几人正说着话，外面就传来了呼救声。救命啊，有人掉河里啦，快来人啊！大家一听说有人掉河里了，都匆匆地跑过去准备救人。苏雪秋等人赶到时，就看到孙大鼻涕拖抱着一个女人往村里走。爹，你快一点啊，人都快晕过去了。张瘸子他爹个子也不高，今年都快50了，拖一个人上岸还是有些吃力，但知道这女人是自己的未来媳妇，他心里也有些焦急。苏雪秋看着那个老头子，抱着衣衫不整的孙月仙也惊呆了。这也太尴尬了吧！这张瘸子怎么能蠢成这样？还有他家里人，难道就不想想，现在这样的情况，孙月仙要嫁给谁，当谁的媳妇？把人救上来后，张瘸子就抱着人往村里跑。一旁的妇女看到这一幕，都在惋惜这2个城里来的姑娘。这2个女知青又差不多被他们看光了，看来多半都要嫁过去。他奶奶的，这样的好事咋没让我给碰上？竟然让孙大鼻涕和张瘸子给捡了便宜。哪里是张瘸子捡了便宜，明明是他爹占了便宜。我刚才看到张老头的手都摸到孙知青的胸了。我操，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我就站在岸边，还看到张老头用手捏了一下呢。村里的男人和那些妇女听到这些有颜色的话，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，还在那里起哄。苏雪秋没有理会他们，不管曹敏和孙月仙会不会嫁给孙大鼻涕和张瘸子，都和他没关系了。以后只要不来招惹他，那以前的事就到此为止。几天后，南平县机械厂几辆卡车缓缓地开进厂里的运输队。韩振宇回来了。振宇，今晚是住宿舍还是回家？回家。韩振宇已经出去小20天，也不知道房子盖得怎么样了，想赶紧回去看看。陈红的母亲于慧敏听她男人说韩振宇今天要回来，就忍不住想提前过来看看未来女婿是个啥样的人。于慧敏本来还不知道是哪一个，等别人喊她的名字，就知道那个身高腿长、长相英挺的男子是闺女的对象了。于慧敏看了非常满意，2人也般配。唯一不好的就是家庭条件差一点，要是城里的工人家庭，那和自家闺女真是天生的一对啊。小伙子，你叫韩振宇？对，请问你是哪位？找我有事吗？小伙子，你叫韩振宇？对，请问你是哪位？找我有事吗？于慧敏问出口，才觉得自己有些唐突了。如果被他知道自己家竟然那么主动，就显得他闺女不金贵了。没事，没事。韩振宇感觉这个大姐热情的有些莫名其妙，但也没有往别处想。今天怎么这么高兴？我下午经过运输队，就顺便去看了一眼，还和那小伙子说了几句话。看你这高兴劲，是看上了。小伙子长得很排场，个子比咱家老大还高，看着得有1.8米以上，人才模样都没得说，就是家世上差一点。
如果是职工家庭就好了，也不知道他农村老家是啥情况，以后会不会拖咱闺女的后腿？双职工的家庭倒是多，可咱闺女不是看不上吗？要不让闺女喊她来家里吃顿饭，咱们也好打听一下她家是什么情况。等红红回来，你和她商量一下，让她找个时间把人带来问问。素娟那里也知会一声，让她先不要给红红物色对象了。好，等红红回来我就和她说，到时候让素娟也来帮着把关，她看人比咱们准。陈素娟是陈东升的妹妹，也是机械厂的工会副主席。她没有闺女，对侄女比自家几个儿子还宠。陈红的工作也是她帮着安排的。素娟今晚说要过来一趟，正好把这事告诉她。那你怎么不早点说？我也好去食堂打2个肉菜。不用麻烦，她说了不在这里吃饭，晚上过来应该也是说红红的事。那我去赶点面条，咱们俩随便吃点算了。红红不回来吃吗？于慧敏笑着瞪了他一眼。你这个老家伙真是不解风情。那小伙子不是回来了吗？2人那么久没见面，不得出去看场电影啊？哎呦，我把这事给忘了。老子养了那么多年的娇闺女，就快被狼崽子给叼走了，真是不舍得啊。陈红回到家，看于慧敏正拿着盆子和面往椅子上一瘫。唉，今天累死我了，妈，我好饿，家里还有没有桃酥？我先吃2块垫垫肚子。怎么累成这样？你们工会能有啥力气活？就算真有，不是还有几个男同志吗？哪里轮得到你们小姑娘干？今天仓库盘点，人手不够，领导看我们天天在那里闲着没事干，就让我们过去帮忙。我一下午连口水都没喝，听说明天还要去呢。谁派你们去的？你姑姑知不知道？我姑今天出去办事了，没在，是谢主席让我们去的。于慧敏听说是工会主席派去的，心里虽然有些不高兴，但也没再说什么了。自家小姑子只是副主席，就算她在，也得听领导的安排。红红，我今天经过运输队，看到去南边送货的车回来了。妈，真的？红红，你不知道吗？难道韩振宇没去找你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俩还没到那一步。你们俩不是在谈对象吗？是有好感，但还没挑明呢。2口子这才知道搞了个大乌龙。这丫头上次说的时候，他们还以为2人在谈对象呢，没想到还在暧昧期。红红，你和韩振宇认识多久了？他对你也有这个意思吗？爸妈，我们俩认识好几个月了。既然都认识那么久了，又相互喜欢，他就没和你说过谈对象的事。于慧敏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以他们家的这条件，别说一个农村来的临时工了，就是城里的小伙子也会紧紧抓住这么好的机会，把闺女的心给笼络住，怎么可能暧昧这么久都不表白？妈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们运输队经常出差，我又要上班，所以很少碰在一起。爸，你不是和运输队的领导熟吗？能不能让他帮着递个话？爸妈，韩振宇应该是怕我们家嫌弃他是农村的，所以才不好意思开口。陈东升去运输部打听过韩振宇，里面人对他的评价也都不错，但他现在怀疑是韩振宇故意吊着他闺女，目的就是让红红主动提出和他处对象，但自家闺女这么上赶着，以后恐怕就被那小伙子给拿捏住了，这可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。我跟你姑商量一下再说吧。吃完饭不久，陈红的姑姑陈素娟就到了。红红怎么了？没事，素娟，我有些事要告诉你。于慧敏知道小姑子是真疼自家闺女，也没隐瞒，把来龙去脉全都告诉了她。不行，一个乡下小子怎么能配得上我们家红红？以咱们的条件，最差也得找个双职工家庭。我和你哥都劝了，可那丫头一根筋，就看上那小子了，说除了他谁都不嫁。那也不能什么事都依着他。我今天来就是为了红红的事。咱们街道供销社史主任的大儿子今年23了，长得一表人才，现在咱们厂的人事科工作，好像前几天见到了我们红红，一眼就相中了。昨天托人来我这里探话，意思是想和我们红红处对象。我今天去人事科看了一眼，小伙子长得斯斯文文，家世也不错，和我们红红非常般配。夫妻俩听了都有些心动，这男同志的条件真的是顶好了。父亲是供销社的主任，以后肯定不愁吃穿。夫妻俩想了想，还是觉得韩振宇更好，因为自家闺女家务活一样不会干。如果找个条件好的，刚开始可能还能包容他，可时间久了肯定要闹矛盾。韩振宇就不一样了，虽然是农村的，但马上就要转正了，到时候也是城里户口。运输队的工资待遇不低，出差的时候还能捞些外水，肯定供得起闺女的吃穿。他们一家人都在机械厂，
连那个农村小子也不敢亏待红红。既然大哥大嫂都打听过了，那就找个媒人先把他的情况全部摸清，如果真没问题，那就再说吧。素娟，那你觉得找谁当媒人合适？大哥不是认识运输队的李主任吗？他又是那韩振宇的领导，要不就把这事拜托给他吧。行，我明天抽空去一趟运输队，早点给他们定下，咱们也了却了一桩心思。韩振宇和李少华把他们带来的货处理完，都已经很晚了。要不你今天别回去了，在宿舍里住一晚，明天一早再走。我还是回村吧，家里在盖房子呢，早点回去也能帮帮忙。自行车借给我用用，你走路回厂里吧，地上的东西别忘了拿。你好歹送送我，我走回去都什么时候了？我老婆还在家里等着呢。你跑快一点，到厂里也用不了几分钟，正好在路上热热身，回去也不耽搁你战斗。以前也没看你回家这么积极，这娶了媳妇就是不一样，半夜3更都要往家跑。韩振宇回到大队部的时候，突然想起哪张床都不够2个人睡的，加上天又那么晚了，一时间也不知道去哪里。想了想，他打算等到天亮的时候再去敲门。苏雪秋听到了外面有动静，还以为哪个胆大包天的又过来找死了。苏雪秋爬在门缝上往外看，只见不远处站着一个瘦高的身影，旁边好像还停了一辆自行车。他看不太清楚是谁，只觉得那个身影有些熟悉，有点像他那个出差的便宜老公。韩振宇，是你吗？是我，韩振宇。你回来怎么不敲门啊？我还以为是谁在那里站着呢，给我吓一跳。你别过来，站在那里不要动。他快被气笑了，真想扭头就走，非要半夜3更的来这里喂蚊子，现在还被人当灯徒子防着。知道了，没经过你的允许，我是不会进屋的。你别过来，站在那里不要动。知道了，没经过你的允许，我是不会进屋的。我在附近放了很多老鼠夹子，怕你踩到，才让你站在那里不要动的。韩振宇见他娴熟地收着地上的老鼠夹子，应该不是第一次放了。苏雪秋把老鼠夹子收好，韩振宇这才进了屋。那些老鼠夹子怎么回事？难道晚上有人来骚扰你？苏雪秋没有隐瞒，把他走后发生的事全部叙述了一遍，包括他去找孙大鼻涕和张瘸子。他个小可爱，真是找喜。你把门关好，我出去一趟。明天再说吧，现在太晚了。而且今天是孙大鼻涕和曹敏结婚的日子，你现在过去容易引起误会。再说了，咱也不能坏了人家的好事，那样的缺德事不能干。其实苏雪秋想的是，韩振宇现在去收拾孙大鼻涕，他就入不了洞房了，那不正如了曹敏的意吗？那张瘸子和姓孙的知青呢？那俩人因为闹得实在太难看，村里说什么的都有。孙月仙在落水的第3天就和张瘸子结婚了。韩振宇沉默了一会儿，心中还是吞不下这口气，打算过段时间再去收拾他们。知道了，你接着睡吧，我去挑点水。这半夜3更的你不睡觉去挑什么水？你这刚回来就别忙了，躺在这里休息一会，等天亮了再去吧。然后苏雪秋在地上简单铺了一张床，你到床上去睡吧，都累了一天了。不用，你去床上睡。两人躺下后，因为房间太小，两人都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。下午出差回来的时候，主任和我说了转正的事，这几天应该就能把户口迁到厂里了。那挺好的，正式工比临时工的待遇好多了，再加上城市户口的福利和补助，收入应该能翻倍了。转正后每月能拿40块钱，38斤粮票，别的票和福利也有一些，应该够咱们俩吃用了。韩振宇没说倒腾货的外水，因为两人还没到交代那些事的地步。等房子盖好了，我也会去挣工分的，到时候自留地里再种些菜，应该也够我吃了。你不用去地里挣工分，我养得起你。明天我去厂里把这个月的工资和票领了，拿给你，家里需要什么就去买。如果票不够和我说，我去找人换。如果有人敢说闲话，你就说头痛不能干。韩振宇声音平静，可说出来的话却让苏雪秋非常感动。两世为人，他还是第一次听到那么暖心的话。如果他再这样继续下去，自己一定会忍不住喜欢上他。第二天一早，韩振宇吃过早饭就回厂里去办理转正了。另一边，陈东升看女儿对韩振宇这么痴迷，早上一开完会就来到了运输队。李主任忙着呢。哟，是陈主任呀，快请坐。陈主任，你这大忙人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是有什么指示吗？老李，你这张嘴啊，真是让人不知如何招架。老李呀，实不相瞒，我今天确实有点事要麻烦你。陈主任，你说只要我能办到，义不容辞。老李，我也是前段时间才知道，我闺女和你手下韩振宇在谈对象。是吗？那小子可真能保密，我都没听他说过。老陈，这可不是我吹，振宇长得一表人才，人品和能力也都没得说。虽然家是农村的，
但这不马上就转正了吗？以后也是城里户口了。老陈，你闺女眼光不错嘛，这么优秀的青年被她给拿下了，你以后就等着女婿孝顺吧。孩子的事我不干涉，他们自己愿意就好。两人年龄都不算小了，认识也有大半年的时间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请你当个媒人。李冲有些惊讶，陈东升家的条件在机械厂算很不错了。作为女方父母，不说拿架子，但总要矜持一点吧？怎么比男方还着急？难道韩振宇和陈东升的闺女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关系，或者是把肚子搞大了？恭喜恭喜，这是好事，我非常乐意给2个孩子当媒人。那就麻烦老李了，等2人的事定下，我让他们给你送条大鱼吃。那感情好，我可等着了。振宇昨天出差回来就回家了，今天应该会来厂里办转正手续，等来了我和他谈谈。行，老弟，那你忙，我先回去了。陈东升出了李冲的办公室，刚好听到旁边的人喊韩振宇的名字。振宇，听说你要转正了，恭喜啊！谢谢许哥。陈东升等2人说过话，走到韩振宇的面前，上下打量了他几眼，问道：你就是韩振宇？韩振宇知道他是一车间的主任，前几个月在仓库见过一面，看陈主任一点印象都没有了，应该是忘记了。你好，陈主任，我是韩振宇。陈东升听他叫自己主任，还以为是闺女和这小子说过家里的情况。有空了去家里坐坐，认识的时间也不短了，总要去家里认认门。有空了一定去拜访，也向陈主任学习一下党的思想。陈东升看他态度这么好，心里更加满意了。徐海峰还以为2人很熟，等陈东升走远了，问道：你和一车间的陈主任很熟悉吗？就前几个月见过一面，连话都没说2句。你小子不老实，你们见一面他就邀请你去家里，我都和他打过好几次交道了，还住在一栋楼里，他也没说请我去家里坐坐。他这么一说，韩振宇也觉得莫名其妙，其实他也想不通。许哥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不知道陈主任为什么这么热情，但我和他真的只有一面之缘。徐海峰虽然觉得陈主任的态度奇怪，但也知道韩振宇确实没必要撒谎。你是不是来办转正的？赶紧去吧，主任在办公室呢。好，许哥，那我先过去了，等下个月发了工资，请哥几个去国营饭店搓一顿。好，我等着。振宇，你老丈人前脚刚走，你后脚就来了，看你这着急的劲头，是一会儿都等不了了呀。我老丈人，主任，我老丈人来了吗？在哪里？陈冲看他反应这么大，大笑着说：振宇呀，我是真没想到你平时那么稳重的一个小伙子，说起老丈人能激动成这样，这得多稀罕你对象啊。主任，我媳妇没和我说她爸要过来的事，我刚才是太意外了。哟，这都喊上媳妇了。振宇呀，振宇，我是真没看出来你小子脸皮这么厚。主任，我们乡下人都这么称呼，我从小听习惯了，也就不由自主地跟着喊了。没事，别在意，我是开玩笑的，只要你对象没意见就行。李主任，你能不能先把我老丈人的去处告诉我？他那么远过来，我是当女婿的，总不能不露面吧？李冲眉头皱了皱，这都是一个厂的，运输队到一车间走路也就7、8分钟，这还能算远？振宇，刚才一车间的陈主任过来了，看他那意思对你挺满意的，既然你和他闺女也谈了那么久的对象了，有没有想过什么时候定下来？主任，你刚才说啥？我和谁谈对象？你不是在和陈主任的小闺女谈对象吗？就是工会的陈干事，一车间的陈主任是他爹，刚刚就是他过来请我当中间人，说想把你们俩的事早点定下来。主任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怎么可能会和别人谈对象？你说啥？你结婚了？那陈干事咋回事？他怎么说和你在处对象？李冲和陈主任认识好几年了，知道他不是没有谱的人。如果不是确定了闺女和韩振宇谈对象，陈东升又怎么可能过来请自己当媒人？但他也知道自己的下属也不是那种乱来的人。振宇呀，你是不是说过什么让陈干事误会的话？主任，我韩振宇进厂以来，从来没在厂里和人谈过对象，也没有和任何人搞过暧昧。至于你说的让人误会的话，我也自认为没有说过。我不知道陈主任为什么说我和他闺女谈对象，但我和工会的陈干事只有过一次工作上的接触，大概半年前，主任派我去那里送文件，当时工会办公室好几个人都在场，后来在厂区和食堂又碰到过几次，但也只是礼貌的招呼一声，说过的话一共没超过3句，还是有多人在场的情况下。振宇，我真不知道是这情况，想着陈主任家闺女条件还算可以，有听陈主任说你俩在谈对象，就想成人之美，如果知道你已经结婚了，我怎么也不可能答应他。韩振宇的户口还没迁到厂里，加上韩振宇又没和任何人提过他结婚，所以厂里都不知道他已经结婚了。主任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
更没有怪你的意思。我和我媳妇是半年前结婚的，当时正忙着春种，我们没有请客，所以就没通知大家，不是故意隐瞒已婚的情况。哎，你看这是办的。振宇，这事你别管了，等会我去找陈东升，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又是听谁说的你和他闺女在谈对象？主任，这事太恶劣了，我必须要和陈主任还有陈干事当面对质，让他们还我一个清白。我一个结了婚的男人，不能被这样的名声。万一这件事被我媳妇知道了，恐怕还会以为我是一个喜欢沾花惹草的人。这样吧，我让人去喊陈主任，你们在这里当面说，我给你们当证人。好，那就谢谢主任了。主任，要不把陈干事也叫来吧，我想当面问问他，我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、哪一句话让他引起了误会。行，我这就叫人去喊他们。你结婚了，为什么不早点说？不一会儿，陈红和他爸陈东升一起来到运输队。老李，啥事这么着急？我回去屁股还没坐热，就被你叫了过来。老陈，你拜托我的事可能办不成了。振宇说他已经结婚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会结婚？他喜欢的明明是我。陈东升大发雷霆，瞪着眼韩振宇质问：你既然结婚了，干嘛还要勾搭我家红红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是耍流氓，是要吃枪子的？陈主任，你可真会自说自话。我和你闺女都谈不上认识，你却说我和她搞对象，现在知道我结婚了，又诬陷我勾搭你闺女，说我耍流氓，你可真会颠倒黑白。我看耍流氓的是你们吧。陈干事，我们一共就见了几面，除了一次工作上的接触，其余的都是点头之交，而且还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。我自认为没有说什么出格的话，更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，你为什么要说我和你谈对象？红红，这到底咋回事？你告诉爸，我给你做主。陈红又羞又气，脸色涨得通红，眼泪也夺眶而出。他楚楚可怜地看着韩振宇，那眼神仿佛在看负心汉。陈干事，现在当着你父亲和我领导的面，你自己说，我刚才的话是不是全部属实？放肆！你以为你是谁，敢这样质问我闺女？你如果不给她暗示，她这样单纯的性子，怎么会说和你谈对象？陈主任，你闺女单不单纯我不清楚，也没有兴趣知道，你可以自己问问她，我到底有没有暗示过她什么？陈东升看了一眼蹲在那里的闺女，心里也隐隐有了答案，但他又不能承认。你结婚了，为什么不早点说？你既然不喜欢我，不想和我处对象，那你为什么对我笑，让我误会？我结不结婚关你什么事？为什么要告诉你？至于你说我为什么对你笑，如果这都能让你误会了，那我只能无奈的抱歉了。因为别人和我打招呼，我都会回个礼貌的微笑。如果每个女同志都像你这么自作多情，那我的对象恐怕数都数不过来了。你别哭了，这样的人哪里值得你掉泪？一个农村小子也只配娶村里的丫头。咱们走。李冲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他本来是想做个和事佬，没想到事情最后会闹得这么僵。老陈，误会既然说开了，就别放在心上了。等会我和韩振宇说一声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，以后谁也别再提了。你想想，如果这件事闹得人尽皆知，影响最大的是谁？那小子已经结婚了，而且还是个男的。如果这事传出去，他最多落个不好听的名声，可咱们闺女以后还咋找对象？陈东升眯着眼睛没说话，点点头，就带着闺女回去了。振宇，你今天不是来办转正的吗？我已经签字盖好章了，你现在就把资料交去人事科，然后把粮食关系和户口转过来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谢谢主任，我这就去。韩振宇出了运输队，先去了附近的供销社，他买了一大包东西，才去了人事科办手续。你好，大姐，我是运输队过来办转正手续的。韩振宇笑着把转正材料和那包东西放在了桌上。麻烦大姐了。拿着这个接收函，去隔壁办公室找秦科长盖个公章，然后拿着证明去转粮油关系。韩振宇从人事科出来后，立刻去了隔壁办公室，办公室就秦科长一个人，韩振宇都没来得及把烟掏出来，秦科长就把章给他盖了。因为1年前就是他给韩振宇办的入职手续，最后进来的除了一个县委的关系户，就是农村来的韩振宇了。要说他后面没人，恐怕白痴都不会相信。刚刚你们李主任过来了，让我赶紧给你办了，别刁难你。那老小子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秦科长，你人那么随和，怎么可能会刁难我？我们主任肯定不是那个意思，他最喜欢和关系好的老伙计开玩笑了。秦科长，你不要介意哈。你这同志挺会说话的，比那个老小子强多了。由于李主任打了招呼，所以韩振宇后面的手续办理的都很顺利，全部办理完，韩振宇就回村了。陈东升憋了一天的气，在到家的这一刻彻底的爆发了。怎么了这是？
太嚣张了，真是太嚣张了！一个农村来的乡下人，竟敢口出狂言，也不知他哪来的胆子。老陈，到底怎么了？难道是为了红红的事？陈东升喘了口粗气，把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媳妇。什么？他已经结婚了？那红红怎么说他们俩互相有好感？韩振宇说他已经结婚半年了，还说和红红只是点头之交，都是咱闺女的一厢情愿。红红呢？红红回来没有？上午就回来了，下午请假了没去上班，你过去看看吧。于慧敏立刻来到闺女的房间，眼睛都哭红了，她一脸的心疼。红红，别哭了，为了哪样一个男人不值得？妈，我那么喜欢他，他怎么能结婚呢？红红，不就是一个乡下小子吗？咱不稀罕，让你姑给你找个比他强、比他好100倍的。好，可我就是喜欢他，别人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红红，忘了他吧，本来爸妈都觉得那人配不上你，这结婚过日子还是要找个门当户对的。韩振宇虽然有工作，但他家是农村的，到时候他那些农村的穷亲戚找过来占便宜，烦都得烦死，还不如找一个城里的职工家庭，没负担，以后小日子不知道多好过。大哥，你今天有没有去运输队找李主任？他怎么说？大嫂呢？陈红听到姑姑的说话声，顿时哭得更厉害了。大嫂，红红怎么了？我怎么听到红红在哭？大哥，大嫂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陈东升就把今天发生的事又说了一遍。陈素娟听后脸色铁青，但也明白这是恐怕是侄女的一厢情愿。素娟，你说这是怎么办呢？红红这么伤心，以后什么怎么办？不就是一个临时工吗？能不能转正还不一定，我看他能狂到什么时候。素娟，你的意思是？大哥，我回去和世权说一声，让他给运输队的领导打个招呼，把那小子辞退了就是。红红看不到人，过段时间就给忘了，到时候我再给他物色一个好青年，他哪还有空想一个农村的小子。陈素娟这种自私自利的做法，陈东升和于慧敏是举双手赞同。他们完全没考虑过，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，好不容易有机会进城当工人，就让他们几句话给轻易的断了前程。两个毛头小子半夜敲我媳妇的门，我还没动手，他们就自己打起来了。我今晚去找孙大鼻涕跟张瘸子聊聊，你早点睡觉吧。那你自己小心点，差不多就行了，不要太过，要不然我们也麻烦。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，早点休息。孙大鼻涕和张瘸子今天早晨就知道韩振宇回来了，两人这一天都过得心惊胆战，但也知道这一顿肯定是躲不过去的。敏敏，我出去一下，你先睡吧。韩振宇，这么晚了，你有啥事啊？去把张瘸子叫出来，我在河边等你们。韩振宇，上次的事是我们不对，我和张瘸子也给你媳妇道歉了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就饶了我们这次吧，我俩以后再也不敢了。5分钟之内，如果我在河边看不到你们，后果你们自己想。韩振宇说完就转身去了河边，理都没理身后孙大鼻涕的苦苦哀求。孙老二，你说韩振宇那小混混不会弄死我们吧？弄死应该不至于，但一顿狠揍肯定跑不了。拿着这个往他身上抽10下，狠狠的抽。如果敢作假，那你就替他挨。那天晚上是我们俩一起去的，为啥光打我？还不动手？难道你想替他？好，我这就打。孙大鼻涕听说不揍他，心里一乐，拿着就往张瘸子身上招呼。张瘸子怎么可能会老实站在那里让他打？转身就跑。敢半夜3更去敲我媳妇的门，你以为我会饶了你们？难道在你们心里，我韩振宇是个软蛋？拿个阿猫阿狗都敢打我媳妇的主意？不敢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愣在那里干什么？还不动手？哦，好。行了，你打他也是10下。张瘸子一听兴奋了，立刻夺过，阴笑着朝孙大鼻涕走去。张瘸子，你他妈的太毒了，竟然下死手，我跟你拼了！韩振宇双手插在裤兜里，静静地看着两人把对方打了个鼻青脸肿。这次的事我就暂时不追究了，如果再敢起什么歪心思，我就要你们的命。韩振宇，绝对不敢了，以后看到你媳妇，我都绕道走，绝不多看一眼。真不敢了，打死我们也不敢去你家了。去河里洗个澡就回去吧。两人一说让他们去河里洗澡，吓得连连后退。我们在家里已经洗过澡了，不用洗了。你们俩不是刚刚结婚吗？这个样子回去，不怕你们媳妇嫌弃？你真的不是想弄死我们？我既然说了不再追究，
就不会再揪住过去的事情不放。我只是好心提醒一下，洗不洗随便你们，又不关我的事。洗啥？洗得再干净，那娘们也不让我碰，都快嫌弃死我了。你们不是结婚好几天了，现在都没得手，你们俩也太没用了吧？你们俩不会是不行吧？不行的是张瘸子，我和我媳妇昨晚就睡了。你刚才敲门的时候，我也是刚刚完事。你别乱说，我正常着呢，只是孙月仙大娘们不愿意。你傻呀，她不愿意你就不上了。那你娶媳妇是干啥的？准备在家里供着她。孙老二说的对，娶媳妇不用要她干啥，还不愿意，真是揍得轻。一个老爷们连一个女人都收拾不了，真不知道你下面那坨肉常来是干啥的，干脆割下来喂狗算了。刚开始我媳妇也不愿意，被我按在炕上狠捶了几顿，现在不就老实了，让干啥干啥。每天做饭洗衣裳，稍微干慢一点，我这拳头就揍过去了。真的，你媳妇那么听话？那当然了，我一个大老爷们连她都收拾不了，别人知道了不得笑话死我。你看咱们大队有几个怕媳妇的？张瘸子兴奋地点了点头。没错，就得狠狠地揍，再不收拾，他就要骑在我脖子上拉屎拉尿了。对吗？这才有点男人样。滚吧，以后离我媳妇远点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马上滚。第二天吃过早饭，大姨夫严国伟把韩振宇拉到一边。振宇，昨天晚上走的急，你媳妇儿给的那2包东西也没仔细看，等回去你大姨一打开，把我们俩都吓一跳。振宇，你到底在干啥？咋带回来那么多东西？你大姨急的不行，要不是家里走不开，今天都跟着过来了。昨天去厂子之前，韩振宇让苏雪秋把带回来的东西分一半给大姨夫他们分一半。韩振宇也不知道苏雪秋到底装了什么，但看大姨夫这表情，东西肯定不少，而且还都是好东西。我明明只带回来了1袋东西，怎么变成2袋了？难道是苏雪秋买的？大姨夫，那都是我在南边给人换的好东西，我想着下次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，所以这次就多弄了些回来。咱们家人多，反正都要用，让我大姨留下就是。那些确实都是好东西，别说乡里的供销社了，就是县里的供销社都不一定能抢到，可也不能买那么多，这得多少钱？韩振宇也很好奇苏雪秋到底买的啥。大姨夫，东西都是我媳妇装的，我也不知道她给你们装了啥。啥？你不知道？都是你媳妇装的。我那天晚上把东西带回来，就让她给你们拿点，我真不知道她装了啥。光布料大大小小都好几块，你大姨和你2个嫂子说那料子可好了，还有7、8斤棉花，5、6斤粉条，1大包点心，1大包水果糖。对了，还有好几条干鱼、咸肉、罐头，大又长。韩振宇听后也沉默了，除了鱼干、咸肉和罐头是他带回来的，剩下的东西都是苏雪秋买的。那女人到底去哪里搞来那么多东西？看来晚上还得回去再好好叮嘱一下她，竟敢去逛黑市。大姨夫，既然她给你们了，那都是诚心的，你回去和我大姨说一声，让她用就是，以后需要啥和我说，我再帮你们弄。我当然知道你们是诚心的，但也不能白拿你们这么多东西，你等会儿算算该多少钱，我明天拿给你。韩振宇，你厂里的同事来找你。如果我被厂里开除了，你还会跟我吗？少华，你怎么找来了？振宇，我叔说让你去一趟厂里，他说上面有人在查你是怎么进的机械厂，让你过去说明一下。韩振宇眯了眯眼，知道肯定是陈东升家在背后捣鬼。他昨天和李冲打听了一下陈家的关系，知道他妹妹是工会副主席，他妹夫是管生产的一个副厂长，家里人基本上都在机械厂上班。哼，不就是一个驾驶员吗？我没在机械厂上班的时候也没饿死。你们如果真把我给弄下来，那咱们就走着瞧。不是要查怎么进厂的吗？那就一起查好了。你们家那些靠裙带关系进厂的人，恐怕一个都跑不了。振宇，你和陈干事到底咋回事啊？我问我二叔，他也不和我说。韩振宇就把昨天上午发生的事告诉了他。那家人死皮赖脸的，我和工会姓陈的那女人都不熟，他就和家里说在和我谈对象，你说他是不是有妄想症？振宇，你不是也有关系吗？和介绍你进厂的人说一声，让他和厂里领导打个招呼不就行了？当时韩振宇进机械厂的时候，二叔还特别交代，让他和韩振宇搞好关系，别把人给得罪了。韩振宇后面的人肯定也很厉害，那就不用怕姓陈的了。少华，我当时进厂确实有人帮忙推荐，但那人欠我的人情已经还了。所谓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我如果在机械厂待不下去，那是我韩振宇没本事，和别人没关系，我也绝对不会再麻烦人第二次。没关系，如果真被开了，我就回来种地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李少华听了他的话，更加敬佩了。如果你真的被开了，以后我从外面带来的货都交给你处理，还和以前一样5-5分账。我帮你处理倒没关系，但不能5-5分，根本不能占你那么大的便宜。现在说这些为时尚早，你还没吃饭吧？走，进屋让你尝尝我媳妇的厨艺。等吃了饭，咱们一起回去。吃过饭后，韩振宇和李少华就准备回厂。今天招待不周，你多多包涵。乡下也没什么好东西，如果不嫌弃，就把这些菜带回去吃吧。他很喜欢吃，不会嫌弃的。老爷和小舅说，等会儿把菜窖收拾好就回去了。你有没有拿些钱给他们？还有大姨夫和2个表哥，帮我们干了那么久的活，工钱咱们得给。你先走吧，我和我媳妇说几句话。这事不着急，等把房子收拾好，我带你去姥姥和大姨家走一趟，认认门，顺便把工钱给他们。好。不是要回去开会吗？还不赶紧走？苏雪秋，如果我被厂里开除了，你还会跟我吗？哎，是出了什么事吗？其实我不是回去开会，而是出了些问题，我现在就是回厂解决的。如果我真被开除了，你还会跟我吗？那要看你为什么被开除。如果不是犯了原则性错误，那我就不在乎，大不了回来种地，也饿不死人。你指的原则性错误是哪方面？乱搞男女关系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如果你犯的是这种错，那我绝不能忍受，肯定要离婚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和我走到最后，但我可以和你保证的是，就算有一天我们分开，那也绝对不会是因为我乱搞男女关系。那你要记住你今天说的话，如果你能做到，别说是被厂里开除了，就算吃糠咽菜，我也会跟你。苏雪秋，我不会让你受苦的，就算我被开除了，也养得起你。其实我也可以养你的。他这话倒不是随便说说，他是真这么想。如果韩振宇真被厂里开除了，那就去地里挣工分呗，到时候他再从空间偷渡点吃的出来，两人的日子应该也挺好过。主任，谢谢你让少华去通知我，这次不管我能不能留下，我都会记住你曾经对我的帮助。振宇，没那么严重，政治科的人今天上午过来，我说你是自己凭本事招进来的。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又碰到了白副厂长，和他说了这件事，他说会处理的。下午政治科找你谈话，你就说自己按流程招进来的就是。多谢主任了。主任，我不能老麻烦你和白副厂长，这件事情已经影响到我的工作和生活，我觉得这样纠缠下去也不是事，想去找陈东升的妹夫谈谈，把这事彻底给解决了。我和云厂长打过几次交道，看起来很精明的一个人，但没有深入了解过。你如果去找他谈，说话谨慎些，不要被他抓住把柄。我知道了，李主任。政治科的人让你2点半过去，你现在先去说明一下情况。好，那我现在过去。领导好，我是运输队的韩振宇，是过来汇报工作的。韩振宇，我们收到举报，有人说你是靠不正当关系进的运输队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如果老实交代，厂里有可能会网开一面，可如果你拒绝配合，那等待你的只有开除这条路。领导，我不知是谁在造谣诬陷我，可我真的是自己招进来的。去年咱们厂里招司机，我抱着试试的态度过来应聘，本以为自己一个没权没势的农村人肯定进不来，谁知道厂里的领导们个个铁面无私，没有因为我是农村人把我刷下去，反而看中我的技术。运输队的领导经过再三的考试和确认，才把我留下来，为此我非常感激。所以进了咱们机械厂后，一直兢兢业业。我不知道举报我的人居心何在，只希望各位领导查证事实，还我一个清白。刚才问韩振宇的那男人噎了一下，本来厂里招工都是心知肚明的事，别人既然有本事进来，那肯定后面有人。可这是科长吩咐下来的任务，他也只有执行，所以板着脸继续问。你说是运输队的领导看中你的技术，你一个农村人怎么会开车？领导，我前2年在队里开过拖拉机，还学会了修。厂里招司机的时候，我就大胆的过来应聘了，没想到来的几10个人技术还不如我，有的连车都没摸过，所以运输队的领导就把我留下了。那个男人听了他的说辞，知道问不出什么了。这小子都说是运输队铁面无私的领导把他留下了，如果自己再质疑，不就把运输队的领导全得罪了？你回去再好好想想，还有没有什么忘了交代的？既然政治科接到群众的举报，我们肯定要调查清楚，解除群众的质疑，是我们的责任。作为机械厂的一份子，我一定积极配合领导的工作。韩振宇出了政治部的办公室，就直接去了云副厂长的办公室。我不允许我的男人和别的女人走太近，或者暧昧不清。你好，云厂长，我叫韩振宇，是厂运输队的，有几句话想和你谈，不知现在方便吗？运输队的韩振宇，咱们俩好像不认识吧？我是管生产的，又管不到你们运输队，不知你和我有什么话要谈的？云厂长说的对，如果照你这么说，咱们确实井水不犯河水。可你不是让人在调查我怎么进厂的吗？
我觉得查来查去太浪费厂里的资源了，不如这样吧，云厂长有什么疑惑可以直接问我，我肯定对你知无不言。哼，年轻人，我好心劝你一句，以后说话做事不要这么冲动。好不容易进厂当个工人，还是低调些好，不要想不属于你的东西，要不然就把我赶出厂是吗？如果我没记错，机械厂应该是国家的吧？什么时候成了你们云家和陈家的一言堂？云厂长，要不咱们就试一试，看我一个农村人会不会怕你们这群有权有势的大领导。云平波心里一惊，没想到这小子竟敢和他光明正大的叫板，这也太狂了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对，就是在威胁你，因为你们家做事太让我恶心了，不和你们家闺女谈对象，就想尽一切办法把人开除。我还是第一次见你们这种人家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堂堂一个副厂长，竟然干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事，如果传出去，你还怎么好意思在厂里立足？云平波皱了皱眉，觉得这小子真会狡辩。明明是他结婚了，还要勾搭陈红，怎么被他说出来，好像是小舅子家逼婚一样。哼，你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和姑娘搞暧昧，现在还倒打一耙，把过错都推到我们家，你小子可真能耐啊！韩振宇不知道他是真不明白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还是被拆穿了觉得难看，故意装不知道。可不管哪一种，韩振宇都决定最后再解释一次。云副厂长，昨天上午在我们陈主任的办公室，这件事情就已经说清楚了。我也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因为对方是一个未婚的姑娘，为了她的个人名誉，还有你们家的脸面，这件事我和主任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过，也准备把这件事烂在心里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我给你们留脸，你们不感恩，反而要恩将仇报的毁了我，这样下作的手段，我如果不反击，那我枉为男人。你说的都是真的。昨天在我们主任办公室里，你那个外甥女就已经承认是她自作多情了。如果云副厂长还不相信，可以把当事人叫过来，当着全厂人的面对质。如果我和陈干事真有什么暧昧的举动，厂里那么多人，不会没人发现吧？韩同志，我晚上回去再了解一下，如果真像你所说，那我和你道歉。云副厂长，道歉就不必了。这件事发生的时候，我之所以不追究陈主任和他闺女的责任，就是怕这件事情闹起来，双方脸上都不好看。我虽然是个男人，但还是要脸的。还有云副厂长，你不用费尽心思打听我后面的人是谁，我韩振宇既然能进来，就不会轻易的让人给弄下去，除非我自己想走，要不然我肯定会拉几个垫背的一起走，毕竟这个厂里的工人，谁还不是靠关系进来的？振宇媳妇，房子刚刚盖好，湿气重，炕也还没干，让他们晾几天再搬进去住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老爷。振宇媳妇，我刚才经过你们村的大队部，说有你的信，让我帮你拿回来。苏雪秋接过信，看了一眼上面的笔迹和地址，和上一封信出自同一人之手，也就是他那个海市的便宜父亲。谢谢小舅。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好，老爷、小舅，你们慢走，有空常来玩。好好。杜老爷他们走后不久，韩振宇也回来了。快来帮忙，我买了一台缝纫机和自行车，结婚的时候没买，现在给你补上。今天厂里的事情处理好了吗？都说清楚了，应该没什么大事。韩振宇考虑了一瞬，还是决定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和他坦诚。这毕竟牵扯到男女关系，虽然不是他的错，但苏雪秋是他媳妇，应该有知情权。我真和她没有任何关系，也不知道那女人为什么说我和她谈对象，我怀疑她有妄想症，而且那一家人都有点不正常。唉，找个太帅的老公也不好，总有那些不矜持的女人硬贴上来。我见到过这种自作多情的人，也知道这种事情避免不了，只要你心思坚定就行，这样的事影响不了我。如果有一天你变心了，或者有了更好的选择，可以直接和我说，我绝不会死缠烂打，纠缠不清，更不会阻碍你去寻找幸福。但有一点我要重申一下，我不允许我的男人和别的女人走太近，或者暧昧不清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好，我记住了。你觉得我说话不尊重，那就让你侄女不要那么贱。李少华在食堂吃过饭后，就拿着苏雪秋给的菜去了他二叔李冲的家里。二叔、二婶，这是韩振宇他媳妇给的，我和燕玲平时也不做饭，你们和我爸妈他们把这些菜分了吧。你今天看到振宇媳妇了吗？感觉人怎么样？长得很漂亮，气质也好，说话处事让人感觉很舒服，比那个工会的陈干事强的不是一星半点。韩振宇结婚了吗？怎么没听你们说过？都结半年了，那小子没说，我们也是刚刚知道。他媳妇好像是海市来插队的知青。刚才少华怎么又说工会的陈干事？难道他和韩振宇有什么关系？李冲本来没准备把这事告诉自家媳妇的，
但侄子已经说了，自己媳妇又是个嘴严的，觉得和他说也没啥，反正这事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，就把这2天发生的事告诉了唐慧。不是，那陈家平时也挺体面的，怎么能干这种丢份的事？还不是太自以为是了，觉得振宇是农村的，他们家能看上振宇，那都是人家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如果按世俗的眼光来看，韩振宇如果能和陈家丫头结婚，确实比找个知青强一些。但咱们这一栋楼里，谁不知道陈家那个小闺女又馋又懒，那么大的姑娘了，啥活都不会干。人虽然长得白白净净，看起来也挺斯文的，但可不是个善茬。和2个嫂子吵架的时候，啥话都说得出来，脾气厉害得很。韩振宇虽然是农村的，但心气和眼光都高得很。别说已经结婚了，我觉得他就算没结婚，也不可能看上那个丫头。李冲和李少华听后都惊讶了，他们可不知道陈家小闺女是这样的人，特别是李冲，昨天还答应陈东升做他闺女和韩振宇的媒人，幸亏这事没成，要不然可就尴尬了。咋没听你说过？你不是不爱听这些吗？我如果真告诉了你，你肯定会来一句，你这娘们嘴咋那么碎，别人家的事和咱有啥关系？二叔，振宇到底是谁介绍进来的？早上我怕这事处理不好，让他去找弄他进厂的人帮下忙，可他却说那人欠他的人情已经还清了，这次就算被开除，他也不会再去麻烦别人。他真这么和你说的？千真万确。韩振宇走谁的关系进厂我不清楚，但他是白副厂长亲自留下的人，而且我今天把韩振宇和陈家的事告诉了白副厂长，听他的意思是肯定会保韩振宇的。二叔，难道是白副厂长欠他的人情，所以才把他弄到厂里的？应该不是，我只知道韩振宇当时好像是拿着介绍信来的，介绍他来的人可能和白副厂长认识，而且在白副厂长那里能说得上话。白副厂长好像是前几年从部队上转业来的吧？没错，是西南军区转过来的，好像是受了重伤才退下来的。李冲觉得说的有点多了，就连忙止住了话题，拿起桌上的报纸看了起来。韩振宇和苏雪秋刚刚吃过饭，就在那里合计家里要添置的东西。哎，这要买的东西还不少啊。没事，先把主要的买回来，剩下的慢慢添置。下个月就开始降温了，咱们搬进去就得准备过冬的柴火。明天我和孙大憨说一声，让他帮我们砍，到时候拿点钱给他就是。好，你看着安排吧。苏雪秋拿出一封海誓来信，准备看看他们都说了些什么。谁的信？今天收到海誓寄过来的信，白天忘看了，就瞅2眼看他们说的啥。韩振宇上次听他说过家里的事，知道那些人对他不好。一个10来岁的小姑娘，被最信任的家人从大城市弄到人生地不熟的东北乡下，任谁都会寒心吧。人生短短几十年，如果有家人关爱，那是幸运的；如果没有，其实也不必遗憾，少了某些牵绊，可能还要自在一些。苏雪秋正看得津津有味，忽然听到他安慰的话语，惊讶了一瞬，没想到他年纪不大，竟能说出这样理智的话。但想起他从小到大的经历，应该也是吃了不少苦头。你说的对，那些人我早已经放下了，以后也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。其实上次去信我也已经和他们说清楚了，既然他们费尽心思把我弄来这里，那他们就再也不是我的亲人了，以后各自安好吧。说完，苏雪秋就继续看信，信上面全是那一家人对他责怪的话语，说苏雪秋没良心，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大哥苏雪春气愤地写道，父母辛辛苦苦把她拉扯大，现在嫁人了，翅膀硬了，竟然要和家里断绝关系，真是枉为人女。苏雪秋看完哼笑一声，就拿出笔和信纸给他们回了一封信。既然你们这么想女儿，那我就回去守着父母尽孝吧。反正我在农村吃不饱穿不暖，嫁的男人还是村里的小混混，一天被他打3顿，女儿早就受够了。现在就希望父母能把我弄回城。同样是女儿，母亲不舍得小妹下乡，连自己的工作都给了她，那父亲的工作是不是应该给我？如果不给我工作，那就别说些没用的，我自己在乡下都跨过不下去了，还有时间搭理你们？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当初是怎么把我弄到东北来的吗？哼！而机械厂的家属楼里，云平波震怒地看着陈素娟，你侄女干了这么不要脸的事，却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，还让我去打招呼把人开除，可真够厚颜无耻的。袁平波，你说话放尊重点，不就是一个临时工吗？开除了又怎样？难道你连这点本事都没有？云平波冷冷地看着他，这女人整天想着娘家，打着她的名义为娘家侄子侄女在厂里安排工作，平常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现在这女人的心越来越大，都敢撒谎骗他，让他开除厂里的工人了。
你觉得我说话不尊重，那就让你侄女不要那么贱。人家一个结了婚的男人根本都不认识他是谁，他却恬不知耻地说别人是他的对象。人韩振宇不想把事闹大，想给你们陈家留点脸，可你们还得寸进尺，要把人家给赶出机械厂，真以为厂是你们家开的。你不知道今天下午白副厂长去办公室找我，又是赔礼又是道歉，说下属年轻不懂事，但真的是无意冒犯，让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这一次。我一个管生产的副厂长，越界去干涉八竿子打不着的运输队工人，本来就没理。现在那边的领导找了过来，说是道歉，其实就是来打我的脸。我告诉你，我好不容易做到现在这个位置，你如果敢坏我的事，我就和你离婚，让你滚回娘家去。陈素娟没想到这次为了娘家的事，让他帮那么一个小忙，这男人就发那么大的火，连离婚的话都说出来了。云平波看着痛哭的媳妇，心里倒没什么愧疚和心疼，但怕他为了那个侄女再找去韩振宇的麻烦。你觉得一个农村青年如果没有点过硬的关系，能进咱们机械厂，还能1年的时间就顺利转正？陈素娟也是个聪明人，看男人都给台阶了，也就不敢和他生气了。听了男人的提醒，也觉得这次的事情冲动了。那他身后的人是谁？是我惹不起的人。收起你的小心思，不要再给我惹事。我刚才的话不是开玩笑，坏了我的事，我饶不了你们陈家。谁是你大嫂？别在这里乱攀亲戚。我不光有肉票，还有钱，可我凭什么借给你？第二天一大早，苏雪秋就和韩振宇把东西搬到了新家这边。苏雪秋看着原木的纯手工大衣柜，真是稀罕的不行。盛文说你不让上油漆，是不喜欢那种颜色吗？我觉得原木的就挺好。不好意思，我忘了问你了，如果你喜欢刷油漆的，就让韩胜文帮你重新刷吧。我们要一直这样分房睡吗？不是说先试着了解一下吗？这还没多久呢。我不是心急，就是想说，如果老是分开睡，不利于培养感情。要不再试2个月？如果咱俩都没意见，以后就在一起过了。好，就2个月，等吃完饭一起去城里逛逛。苏雪秋突然觉得两人的表现挺好笑的，没想到来到这里还能和这样一个男人谈一场纯纯的恋爱。不过这感觉还挺不错的。你这次休息几天？本来该休4天，但昨天主任说要去市纺纱厂送一批设备，后天下午出发，来回大概3天左右。我本来想请几天假把家里收拾一下，可这批设备要得急，其余的司机都去了外地，只能我和李少华跑一趟。你去就是，家里基本上收拾的差不多了，过2天我也准备去上工了。我上次不是说了吗？以后不用你干活，我养得起你。在家里闲着也挺无聊的，偶尔去干几天，就当锻炼一下身体。我有分寸，不会累着自己的。好。两人吃过饭后，就骑着自行车出发城里买东西了。他们先去了供销社，但里面很多东西都没有。韩振宇把苏雪秋带到国营饭店，还给她买了2个肉包子。你在这里等我，不要乱跑，我去把其余的东西买回来。好。苏雪秋坐在那里吃着包子，忽然看到从门口进来一男一女。佩莲，吃肉包子行不行？我去给你买。我不吃肉包子，我要吃红烧肉。韩振明听了有些为难，红烧肉最少得要1两肉票，可他就办2肉票，只够买2个肉包子。正当他为难之际，一抬头看到旁边桌上的苏雪秋，他面前的桌上还放着1个肉包子。大嫂，你还有没有肉票？借我点，如果手上宽裕，再借给我几块钱，我有急用。喊谁大嫂呢？谁是你大嫂？别在这里乱攀亲戚。我不光有肉票，还有钱，可我凭什么借给你？难道就因为你脸皮厚？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不借就不借，干嘛说的那么难听？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。看你这女同志岁数也不小了，没有30也有28了吧？都这个年龄了，咋还不懂人事？我又不认识你们俩，凭啥借给你们肉票？你如果嘴馋，就使劲抽几下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你说谁28？我今年明明才18。你这个女人眼睛是不是瞎了？再胡说八道，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你才18吗？可这长得也太着急了些，难道是经常吃肉，营养太好的缘故？这位同志，不好意思哈，你不说我真没看出来你年纪那么小，实在抱歉，是我眼拙。你这女人再乱说，我把你的眼睛挖出来！李佩莲气得脸色涨红，虽然有点小心机，但毕竟才17、18岁，哪里是苏雪秋的对手？这位女同志，不要生气了，你看起来没有30，最多25、6岁，那位同志应该是和你开玩笑的。我说了，我才18岁，你的耳朵是不是也聋了？明明是你自己长得显老，
怎么还怪起我们来了？韩振民听对象被人说年龄大，觉得很没面子。他知道李佩莲长得不怎么样，但李佩莲家里条件好啊，父亲还是厂里的小领导，说等他们俩结了婚，也把她弄到厂里上班。他狠狠地瞪了一眼苏雪秋，就拉着李佩莲出了饭店。苏雪秋吃完包子就去了旁边的邮局，他要把昨晚写的信早点寄回海市，要不然那群自作多情的家人还以为他心软了呢。可他现在还不知道，此刻海市的苏家也正在议论他，过不了多久他还会迎来一个大麻烦。今天是星期天，苏大军一早就来了弟弟苏大成家里。为了闺女下乡的事，这几天苏大军和媳妇都快把腿给跑断了。我和你大嫂本想让雪云去海市附近的乡下插队，可找了好多关系都没办成，说附近的农村已经安插不下了。这次海市一共200多个知青，全部去支援东北宁省，听说还是雪秋所在的平南县。大哥，现在下乡插队这么严吗？知青办的孙主任前段时间被举报了，县上任的领导铁面无私，一点情面都不讲，不管谁家的孩子，全部一视同仁。我们隔壁邱部长家的儿子，这次都在去东北的行列中。大哥，那宁省冷得很，一年有半年都是冬天，听说平南县山又多，那里实在不是好地方。当初要不是怕雪秋和雪夏闹腾，我也不能把他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。现在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。雪云自从知道要去苦寒的东北插队，已经在家哭了好几天了。前段时间听你说雪秋在乡下嫁人了，那他也算是本地人了。我和你嫂子想着让雪云去他们村当知青，到时候麻烦他帮着照应一下。雪云的丫头从小就没干过活，走到那里肯定不适应，有个亲近的人在那里，有点啥事也能和雪秋商量一下。苏大成听了大哥的请求，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大哥你放心，我现在就给雪秋去封信，让他两口子一定把雪云照顾好，要不然我饶不了他们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完全忘了苏雪秋说断绝关系的事，更不知道现在的苏雪秋根本就不买他的账。老二，大哥谢谢你了。大哥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客气啥？雪秋一个人在那里应该也很孤单，等雪云去了，姊妹俩不知道多亲热呢。到时候我再给雪秋她男人写封信，让他每天多干2个工分，记在雪云头上。老二，你这样帮侄女，让我这当哥哥的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。大哥，这算什么？雪云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她虽然比雪秋大1岁，但从小养的娇，没干过活，这些我都清楚。信上也会叮嘱雪秋和她男人，让2人多照看一下他们堂姐。为了让苏大军放心，他又去里屋拿了信纸和钢笔，准备当着大哥的面给东北的闺女和女婿写信下指示。陈秀芳和妯娌的关系不好，心里很不乐意帮这个忙。大成，雪秋那死丫头上次来信就说要和家里断绝关系，您现在又让她照顾苏雪云，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如果那她以后真不认我们，那咱这闺女不白养了。我辛辛苦苦把她养那么大，如果那死丫头敢不认老子，我打断她的腿。她都在东北嫁人了，你能拿她怎么办？难道还能去那山沟沟里打她？我本想过段时间给那丫头写封信，说几句软话，缓和一下双方的关系，以后也能让她给寄点东北的特产，这多香啊！对，那丫头一向没主见，也不记仇，过段时间气消了就好了。到时候你在厂里找块瑕疵不给她寄过去，再说几句关心的话哄哄她，那丫头肯定就把以前的事给忘了。没想到你这个当爹的还挺了解自家闺女。想到妯娌家那个娇气的闺女，又不乐意地说：雪云那丫头啥活都不会干，等到了东北，还真让咱女婿养着她。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啰嗦？我都答应大哥了，难道还能反悔？再说了，雪云一个姑娘能吃多少？她自己也不是一点都不干，只是让闺女女婿补贴一点给他们堂姐。难道这点小事你也要斤斤计较？陈秀芳看男人发火了，也没再说，准备也给闺女写一封信，让她不要补贴苏雪云那死丫头，把省下的口粮寄回海市，给自家孙子吃。不要给我耍花样，要不然你就给我滚回娘家，永远都不要再回来。没买到吗？东西太多了，不好拿，晚上他们帮忙送到家里去。苏雪秋明白了，这是在黑市上买的东西，白天不方便往回拉。走吧，回家吧。经过知青院的时候，看到修建的房已经盖好了。前2天听大队长说，这次咱们队要分10个来插队的知青，大部分都是海市过来的，最近这几天就要到了。这么多啊！大队长烦得很，队上的人也不乐意，但这是上面分配过来的，所以大家也没办法。村民不乐意是肯定的，多一个人就要多分1个人的口粮，更何况这次来那么多人。韩振宇进场前救的人就是顾方勋的姐姐和姐夫，顾方勋就是教会他开车的人。
现在他们家发生了巨大的变故，一家人即将被发放到农场改造。姥姥，别哭了，等我妈妈回来看到会心疼的。好，姥姥不哭了，我家晨晨真乖。这时走进来2个男人。老顾，方勋，亲家那边怎么样了？已经定下来了，宁省那边的一个农场。顾夫人虽然早有准备，但知道是发配到农场，还是有些受不住打击。妈，事已至此，你也想开点，保重好身体。方勋，那你姐和你姐夫呢？他们也跟着去吗？还有晨晨和安安，都还那么小，去了农场哪还有活路？能不能让他们留下？老头子就不能想个法子，把晨晨和安安留下？玉山，我们家恐怕都自顾不暇了，2个孩子让方勋送出去养吧。送去哪里？那人家靠谱吗？妈，送到我一个战友家里，是我很好的兄弟，人品各方面都靠得住。他去年因伤退役了，我把晨晨和安安送到他们家寄养，我空了也会过去看看，你就放心吧。 2个孩子那么小，我怎么能放心？还有你姐和2个孩子分开，他怎么能受得了？方勋，赶快收拾东西，带2个孩子走吧，等那些人过来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玉山，把家里的钱留一点零用，剩下的全部拿给方勋，不能让人家白给咱们养孩子。顾夫人听了男人的话，也顾不得伤心了，赶紧给外孙和外孙女收拾东西。如果2个孩子走不了，那就只能跟着去农场了。那么小的孩子到了那里，恐怕活下来都难。老爷，我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妈妈是不是回不来了？他们都没事，只是被派去执行任务了。你和安安乖乖的，到时候你爸妈会去接你们回来的。老爷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老爷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方勋，这是调令，你把2个孩子送去后，就去西北军区报道吧。明天我会登报和你还有你大哥一家断绝关系。爸，我不同意，我把2个孩子送去东北安顿好，就立刻回来，我要跟着你和妈。你跟着我们又能起什么作用？现在能保一个是一个，如果咱们家都倒了，晨晨和安安怎么办？赶紧带着孩子走，这是命令。最后顾方勋只能同意带着2个孩子上了去东北的火车。几人坐了4天的火车，又转了2次汽车，最后又坐了1个多小时的牛车。顾方勋才带着2个孩子到了他战友许帆的家。许帆因伤退伍后，就回到队里当了大队长。2人在部队的时候关系就特别好，现在也没断过联系，隔1-2个月都会写封信。请问这是许帆家吗？是许帆家，你们谁啊？找我男人干啥？你是嫂子吧？我叫顾方勋，是许帆的战友，今天正好路过这里，就顺便来看看你们。哎呦，是许帆的战友啊，快请进。顾方勋跟着他来到堂屋，见杨大妹盯着他带来的那2个包。嫂子，我这次来得及，也没买别的，这些糖和点心给孩子吃。哎呦，你看这客气的，来就来呗，还拿啥东西？你们坐，我去烧水。这时大门又被推开了，从外面进来一个7、8岁的男孩和一个矮点的小姑娘。你们俩又去哪里撒泼了？死丫头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出去疯，都不知道帮忙干点活，养你这个赔钱货有啥用？你们谁啊？怎么在我们家？糖，有糖吃了。他眼睛一亮，飞快地把糖和点心打开，先往嘴里塞了一块，就开始往衣服口袋里装。娘，我也要吃糖。吃，就知道吃，这么大的人了，啥活都不干，就长了个痴心，看你以后能不能嫁得出去。在那里杵着干啥？还不赶紧去烧火？顾方勋静静地看完这一切，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许帆那样的一个铁汉，怎么娶了一个这样的媳妇？此时他心里已经改变了主意，不准备把晨晨和安安留在这里了。但既然来了，还是要和战友见一面的。许帆是半下午回来的，就听说有人来找他，他匆匆地回到家，一看是顾方勋。方勋，你怎么找到这里了？来这边办点事，想着离你不远，就过来看看。哎，京城一别，我以为这辈子都很难相见了。好兄弟，在这里多住2天，咱哥俩好好的说说话。杨大妹吓得缩了一下脖子，不敢再出声。如果没有任务，我肯定在你这里住几天，但这次不行，我马上就要走，要不是顺路，我也不会拐到这里来。都这个时间了，还走什么？就算赶到县城也没有车了。他突然想起刚才媳妇的态度，连忙解释：你嫂子就那个样，别搭理她。咱们那么好的兄弟，你当初还救过我的命，都来到我这里了，怎么也要住几天？看你说的什么话，嫂子挺好的，知道我是你战友，又是烧水又是倒茶，可热情了。
我是真的有事，必须马上走。我先去县城住一晚，明天一早去市里赶火车。那总得吃了饭再走吧。吃了饭，我赶牛车送你去城里。赶紧杀鸡做饭。他爹，家里一共就2只鸡，还要留着下蛋给孩子吃呢，怎么能杀？许帆气得咬了咬牙，要不是好兄弟在这里，他的拳头都已经招呼过去了。嫂子，别听许帆的，杀什么鸡啊，随便煮点糊糊吃就行。这大老远的来了，怎么能给你们吃糊糊呢？家里还有几个鸡蛋，我给你们炒鸡蛋吃。方勋，这小孩是谁？你不是出任务吗？怎么带着孩子？是我姐家的孩子，不是很重要的任务。我姐正准备让2个孩子去亲戚家住一段时间，我就顺便把他们带过来了。许帆听了他的说辞有些疑虑，什么任务派他一个人出来，而且还带着2个那么小的孩子，他姐也真够放心的。许帆不放心媳妇，想去厨房警告了杨大妹几句。来的人是我的好兄弟，还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如果你再敢乱说话，我明天就把你送回娘家去。他又看了一眼锅里，见放的差不多都是高粱米，大米只有少少的几粒。我不是让你蒸大米饭吗？你是不是听不懂我的话？赶紧盛出来重新做，再炒2盘鸡蛋，如果不够就去二婶家借几个，不要给我耍花样，要不然你就给我滚回娘家，永远都不要再回来。吃过晚饭后，许帆见顾方勋执意要走，就借来1头牛车送他们去县城的招待所。舅舅，我和妹妹不住这里吗？舅舅还有任务要办，我们就不住这里了，去城里住一晚，明天一早去市里赶火车。许帆在心里叹了口气，知道兄弟这次过来肯定和他有了隔阂，都怪他娶了一个不懂4、6的媳妇。已经很晚了，我也不留你们做了，早点回去吧，路上注意安全。你说这是什么事？那么大老远的来了，也没能留你们住几天。这次时间太赶了，实在不能住下，等以后空了，我再来看你。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，这次任务完成，我就调去西北军区了。你以后不要再往京市写信，等我安顿好再把新地址给你。怎么会调到那里去？上面的命令。天不早了，赶紧回去吧，大哥还在下面等着呢。那好吧，等你安顿好给我来信。好。顾方勋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也有些不舍。这是曾和他出生入死的兄弟，这一别后，可能真的再也见不到面了。顾方勋把他送走，才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许帆这里已经被他排除在外，那要把2个孩子送到哪里寄养？这一时半会又哪里去找那么合适靠谱的人家？男人不远千里，准备把孩子交给过命的兄弟抚养，谁料兄弟媳妇重男轻女，稍有不顺就对女儿拳脚相加，所以许帆这里已经被他排除在外，这一时半会又哪里去找那么合适靠谱的人家？他忽然想到父亲的一个部下，离这里不远的文山市南平机械厂的白山河。去年他和姐夫去平南县的时候，还让他帮忙安排姐姐和姐夫的救命恩人进机械厂当司机。白山河跟着父亲很多年，是很值得信任的一个人。当年要不是右腿伤得严重，也不可能退下来。看他能不能帮忙找一个可靠的家庭收养晨晨和安安。想好要找谁后，顾方勋就打算明天一早坐汽车过去。韩振宇和李少华到文山市机车厂的时候，刚好是下班时间。现在都下班了，找不到人收货，要不你们先去食堂把饭吃了，等上班了，我立刻通知仓库下货。好，多谢同志。我二婶知道我来市里，让我给她妹妹带了些东西，你和我一起送过去吧，正好在她家里蹭顿饭。你自己去吧，我到附近转转。那好吧，你出去的时候注意点，旁边汽车站好多扒手，小心口袋。知道了，你快去吧，2点半之前要回来，下了货还要赶回去呢。好。韩振宇知道下班时间食堂里吃饭的人多，准备去国营饭店来2个馒头吃算了。此时顾方勋狼狈地带着2个孩子和2大包行李从汽车上下来，2孩子都晕车吐了一路。舅舅，好难受，我想喝水。晨晨，这水不怎么热了，先少喝一点润润嗓子，等会舅舅带你们去买好吃的。舅舅，啥都不想吃。好，咱们先不吃，晨晨什么时候想吃了舅舅再买。韩振宇路过的时候正好注意到了这3个人，总感觉特别的熟悉。顾同志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韩振宇，好巧，我去平南县办点事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我来这边送货。对了，你赶时间吗？如果不急就坐我的车回去吧，大概4点钟左右走。那太好了，韩振宇，那就麻烦你了。顾同志，你这话就客气了，我的工作还是你帮着安排的，如果要道谢，也是我谢谢你才是。这算什么？你还救了我姐和我姐夫的命呢，这哪是一个工作就能抵的。说起被关押的姐姐姐夫一家，
顾方勋心情有些低落。晨晨还难受吗？舅舅，我没事儿。江里晨虽然很不舒服，但他怕舅舅担心，还是很乖的摇了摇头。舅舅，安安饿。安安乖，舅舅这就带你们去吃饭。韩振宇看他手忙脚乱的照顾2个孩子，连忙说道：离出发还有好几个小时，要不先找个招待所吧，你们在那里休息一下，走的时候我来接你们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顾同志，你先给他们2个擦洗一下，再喂点热水，这样舒服些。我去给你们买点吃的。韩振宇，今天真是帮了我很大的忙，谢谢你。顾方勋赶紧从包里掏钱和票给他，可没等他把钱掏出来，韩振宇就已经出去了。等韩振宇回来的时候，手里拿了一大袋吃的东西。顾方勋看到他买回来的东西，不知怎么喉咙哽咽了一下。他带着2个孩子从京市出来，路上已经走了5天，他怕遇到拐子，这几天基本上没怎么睡，体力已经严重透支。韩振宇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顾同志，你如果再这样客气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我觉得你姐姐和姐夫真的只是举手之劳，就算我不出手，你姐姐和姐夫也能自己上岸。可那天下午你教我开车，还把我安排到机械厂当司机，这份情谊我永远都不会忘的，所以你真的不用和我客气。虽然你是举手之劳，但真的救了我姐姐和我姐夫，就永远是我们家的恩人。对了，顾同志，我刚才上来的时候问了楼下的大姐，她说现在有热水，你如果放心，我可以先去洗漱一下，我在这里帮你看孩子。没啥不放心的，你如果不嫌他们俩吵，就帮我看一会。晨晨，舅舅去洗个澡，你和安安跟着韩叔叔玩一会好吗？舅舅，你去吧，你们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。我知道韩叔叔是好人，他救过我爸爸妈妈的命。晨晨真乖。吃，安安要吃饭。晨晨，我来喂妹妹，你先吃点罐头开胃，等会儿再吃饭。谢谢韩叔叔。顾方勋洗澡回来，小丫头正拿着一个山楂片小口小口的吃着。江里晨吃了些罐头，胃口也打开了，现在正一口馒头一口菜的吃着。对不起舅舅，韩叔叔，我忘了等你们一起吃了。没事，吃吧。顾方勋叹了一口气，自从家里出事后，这孩子就懂事的让人心疼。顾同志，你也赶紧吃饭吧，我2点半要去厂里下货，你们下午休息一会，下完货我就过来接你们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等你。如果4点我还没到，你也不要着急，肯定是厂里有事耽误了，就算晚一点，我也会来接你们一起走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你去哪了？随便逛了一下。少华，我刚才碰到一个熟人，要搭个顺风车。好，没问题。2位同志，领导让你们把车开进去下货。好，知道了。下完货把人接人后，几人就往南平县赶去。对不起，苏阿姨，我和妹妹太小了，还不能干太多活，不能吃苏阿姨家那么多粮食。顾同志早上好，这是我爱人苏雪秋。韩叔叔好，苏阿姨好。叔叔好，阿姨好。晨晨、安安，你们好。苏雪秋在心里点了一下头，2个孩子挺有礼貌，教养也不错，养起来应该没那么费劲吧。顾同志，我爱人知道你们家里的情况后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如果你相信我们，就把2个孩子寄养在我们家吧，只要有我们一口吃的，绝不会让孩子冷着饿着。韩振宇、苏同志，谢谢你们。这里是1000块钱，还有些粮票，就当给2位同志的辛苦费。我马上要去西北军区报道了，现在还不知道做什么，也不知道每个月能拿多少工资，但我尽量每个月再寄一些钱和票过来。韩振宇和苏雪秋看着那一叠钞票都有些惊讶。顾同志，如果我们不要钱，你肯定也不放心，但这些钱太多了，2个孩子吃不了多少，你如果真要给，就每个月5块钱吧。韩同志，养2个孩子要费不少精力，而且5块钱也不够他们吃，这些钱你们就拿着吧。如果有什么事急需用钱，可以在白山河那里周转一下，到时候我会还给他。其实他这次带了2000多块钱出来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他把1000块钱和一些票放在了白山河那里。为了2个孩子，他必须要做2手准备。韩振宇看他双眼猩红，眼里都是对2个孩子的不舍和担忧。我和我爱人既然答应收养2个孩子，就绝对会当成自家孩子一样对待。既然你这么不放心，我就暂时收下了，但以后不要再寄钱了，这些钱足够把他们养大成人了。我和白厂长在一起上班，以后我经常邀请他去家里看他2个孩子，这下总放心了吧。韩振宇，我绝不是不信任你们，而是这段时间出了太多的事，实在是希望你们不要介意才好。我们理解你的心情，这些事不管放在谁身上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，你能坚持到现在，
我很钦佩你的毅力。对了，我们家里突然多出来2个孩子，总要找个理由堵一下村里人的嘴。还有2个孩子的户口问题，也要先上在我们队上。等你们家里的事情处理好，再把户口迁走就是。谢谢你们夫妻俩考虑的这么周全，以后2个孩子就拜托你们了。你就别客气了，顾同志，这件事吴主任知道吗？吴主任就是县武装部的采购主任，也就是顾方勋姐夫的表哥。我还没和他说，等我走之前再和他私下见一面。这件事情你不用和他提，他没有见过我姐姐家的孩子。既然说定了，那就别在招待所住着了，到我家去吧。我跟着去，会不会不太好？没事，就说你是过来送孩子的。我们家离村里远，比较清静，你在家里陪孩子住几天，让他们熟悉一下环境再走。恐怕我不能多住了，最晚后天一早就要走，因为离我报道的日期只有6天了。从这里到大西北要转好几次车，我要提前2天出发才行。说定后，韩振宇找了一辆牛车，带着顾方勋他们回了村里。韩振宇，你家的房子是新盖的吗？看起来很不错呢。刚盖好，我们前天才搬进来住。顾同志，你带着晨晨安安休息一会吧。吃过饭，我带你们在附近逛逛。我们不累，有没有什么活需要我做的？家里没什么活，要不我带你们去后院看看吧。好啊。晨晨、安安，饿了没有？先吃些点心垫垫，中午阿姨给你们做好吃的。谢谢阿姨，我不饿。妹妹要对阿姨说谢谢。谢姨姨。安安真乖，晨晨也乖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我知道了，阿姨。顾方勋看着收拾利索的小院，觉得这2口子真能干。他看到角落里的那一口水井。韩振宇，那口井可以用吗？可以用，刚打的井。我想把这几天在路上换的脏衣服洗一下，不知方不方便。他带2个那么小的孩子，就算住招待所，也是不敢让孩子离开视线，所以这几天换的衣裳都没洗。这有啥不方便的？我去给你拿木桶和肥皂，你把衣服都收拾过来吧，咱俩一起洗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今天中午怎么吃啊？昨天凤琴嫂子给了2颗酸菜和几个西红柿，前2天买的肉还有1小块，上午就包饺子吃吧。你上次带回来的咸鱼还有1条，做一个咸鱼炖豆腐，一个西红柿炒鸡蛋，再炒2个素菜。顾同志第一次来咱们家，总得炒几个菜招待一下。好，那我先去把饺子面和上。多和一点面，剩下的擀成面条，小孩子饿得快，半下午的时候给他们煮来吃。知道了。顾方勋洗完衣服，刚要来厨房帮忙，正好听到这些话，心里非常庆幸这次来了东北。等看到桌上丰盛的饭菜，他感动的都不知说什么好了。顾同志，也没来得及准备什么菜，家常便饭，希望你不要嫌弃。这么好的饭菜，如果还嫌弃，那真的是该死了。我知道现在怎么说什么都是苍白的，希望以后有机会报答你们。咋又说起这些来了？赶快吃吧，吃过饭我带你去山上转转，放松放松。饭后，韩振宇就带着顾方勋上山打猎去了。晨晨、安安，你们先睡个午觉，等你们睡醒，阿姨就给你们煮面条吃。阿姨，我们不饿，晚上再吃吧。晨晨虽然年龄小，但也知道粮食的珍贵。对不起，苏阿姨，我和妹妹太小了，还不能干太多活，不能吃苏阿姨家那么多粮食。苏雪秋听了不由得心疼，多么懂事的孩子。晨晨，你舅舅给了我们钱，那些钱足够你和安安吃饱穿暖了，所以你不用和阿姨客气，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什么时候肚子饿了就告诉阿姨或韩叔叔，咱们家不缺吃的。我知道了，谢谢苏阿姨。好啦，别哭了，你以后就是咱们家里的小男子汉了，可不能动不动就哭鼻子哦。